宗主书数。尽以上离下坤，所有卦用，皆兼二卦之德，故象爻各辞，多与坤离卦辞相近。坤卦象辞，称君子以厚德载物；离卦象辞，称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。而晋卦象辞，则曰君子以自昭明德，是以合坤离之辞，定人道之责。坤称厚德，言其博厚能载也；离称继明，言其光明远照也。而晋兼之，故曰自昭明德，则以晋下本地道为其根基，上推日光弘其德用。上者下照，则无为不主；下者顺承，则无物不容。此地与日之德也。而人乃施法焉，昭其明德，广其生辰，达乎未遇之域，纯乎正大光明之道，博厚悠久之功也。即是此所称柔厉中正，亦与利乎大明相应正，皆离之德用也。离日无所不照，而受之者必有所利，如物立于地，云立于空，皆以利而后见其功施，成其大用。此离又谓晋卦之主也。日虽悬于天空，光热达于四表，乃天之明德也。惟圣人亦如之。书曰光备四表，隔于上下，斯即人之明德也。明德之师，亦无物不备。干九二爻所谓得失仆也。干不能自失，必假离以待。此后天理履前位，而世界乃以日代天公也。日之为日，神用莫测，在天之空，包得之外。凡有物有质者，莫不赖日以生以化，可见日之功，天公也；离之用，乾用也。干得坤之顺承，而得天地交泰，阴阳协服。今晋亦以坤成离，得天之下施，成道之妙用，正与泰之交泰相似。虽离在上，实则以交，非如天地否之不通也，则以离原中女。而五爻位应居主位，虽属离中，实为坤位；虽属阳主，实乃柔爻。可见其交服之情，互益之机。后天之日，本非纯阳之前，而生空之阳，人将复下于地，是其上也。一时之行，非一上不下者，进也一度之德，非久去不返者。故进之待用，必因时而明东升之时，与其西降也易；临空之时，与其早晚也殊。为其行迹未尽，则无一息停留，而天度周回，其进也，及其退也，不过一时刻定其称耳。在朝未尽，过午未退，以地为主。光热之盛时未尽，其衰也未退。若自日延，则皆行也，皆尽也。朝如是，夕亦然；午如是，夜亦然；春如是，秋亦然；夏如是，冬亦然。故无所分也。而自勿言，则朝旦未尽，夜夕未退，春夏未尽，秋冬未退，则由其光热变之也。日自东至始向北行，至夏至未极，则在北未尽，在南又未退矣。若依日夜之行异同，首由受光热者，别其为进或退耳，亦即本日之德用言也。若不问其德用，则故无进退之殊，来往之别，进之为进，正称其德用耳。以德用称，人施法之，亦必以昭其明德为重。
苟无明德，将何以称君子之名？人无明德，将何以称三才之名？自昭明德，识人道之行，君子所重，亦即敬之所谓敬也。无德将奚敬哉？各卦辞凡设想未定一四之间，可有可无者，多用如若等字。离卦图如，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出涕橐若，其皆若之类，皆言其想象所致，或尽如此，或不必如此，故用如若字以见义。晋卦辞亦然，如晋如崔如，晋如仇如，皆是以晋本该行止，因人而定其为进或非进。由日之升与降，就为进或退，君难执泥其辞。在此事为进，在彼反为退；在前事为进，在后反为退。其形同，其进前也同，而其所至则不同，则不得盖定其称。故用如字明之。初六之进如崔如，即含有一进一止之意。六二之进如仇如，则含有某及其徐之意。以初六虽深而犹在下，虽出而犹未显。正如海天欲日，云气稳然，忽见忽藏，有若且进且止之象。以出爻由出地面，其行故进，其地上低，其至故深，其处上下，故有进如崔如之辞。崔者挫折之也，平易之也。将升而忽落，将止而又起，望之如进，待之如退。此故初六之用，同时的之所谓，而不克进上直深也。六二亦然。六二居内中位，非在下也，而以柔立正位。其志切如，其行矜持，虽欲进而居于位，虽欲腾而律师所守。故有进如仇如之辞，言其且进且留，忧思莫决也。人之有重计者，不敢自轻；负大任者，不敢自肆。习其身以隆其业，慎其动以成其名。此君子之所上也。晋之六二有进之，如日之朝，其光正明，其温正盈。苟为云所障，雾所蒙，则失其德用，而污其领明。此君于戒惧于德之将大，业之将宏，故至于进取，求其成就之早，复虑其挫败，受夫魔障之轻。此进如明其将进，而越崇高；仇如明其深幽，而有所警惕也。在晋卦故本身进之用，而爻辞多作疑似之辞者，诚以坤道主进，即邪安贞。虽服于离之光明，而人不忘于顺承，故行必谨言，志必循笃，不失坤进之本德，乃克成其后载之大功也。在晋卦大体均为吉利，以的时前进，自宜吉利。然事胜亦轻，行吉亦仆，顺之吉，反为逆；义之吉，反成奸。此由人情乎于戒惧，忘其为害，还以时事可及，智力可平，而不知时事易迁，智力有限，穷达相依，祸福相因。进故宜进，而进终以欲退之机。进故未生，而生时以伏降之兆，是用进者所当之也。卦辞谨人于为，令人有备，故多设忧疑之语，戒慎之训，则以防其见，而欲为之谋也。日之升也，于午则见邪，天之属也。过秋则转冷，皆此离日之所谓也。
则进者必有退时，升者必有降日。因时而永进，不思其退，必将彷徨于半途，以胜而非阳，不顾其后，必将抵侮于他日。此智者审己，达者明辨。昆出六旅双肩兵之欲，即以明者未交矣。晋既以昆合雕，犹当系为此志。阳与阴消长一时，日与夜会明易得。成阳之明者，宜防阴之昧；得道之正者，宜平用之邪。天数以循环，人道以中正，必以悠久为主。不习未先，则无在不光明，无方不正大。坤六二所谓直方大，不习无不利。即明其行之中，守之正，不随时升降，不以为进退也。进未进，前以言明，而其自行下为日，明其取向于日之升也。故与进进均通用，是进之进，有动作之象，非直前也。必如物之跃起，气之上腾，皆自卑而高，自下而上之状。在易卦取名，多含有卦之德用。如虚卦为坎乾合，恰与进对，坎对离，乾对坤，此先天八卦方位也。故虚之与进，亦成相反相应。进为进，虚为如。进则图前，如则中阻。故进为飞腾之势，虚成如掷之形。进若高举于空，虚即淹流于下。此二卦相疏，正由进与退，行与止也。而自亦含其意焉。虚之为象，云上于天，是日光不明，与进之日出大地者相反，义也。虚之为义有所需求，使所持不足，与进之出处光大者相反，二也。虚之为用，多寄于物，本乎情欲，而惜罪宝，与进之无所干求，得天袭赖，忠心坦白与时安和，亦相悖也。虚之为道，亦贪亦惰，群居物异，言行资居，与进之磊落光明，超乎流俗，内顺外利，神形康壮，又相悖也。故以自言，虚加水未如，故本一字，如则不快于行。与进之通进进正有位，进则获其所持，亦正义也。进虽以坤在下，而得离之光明下照，故能共成其德。虚则以干在下，而陷于坎之陷必阻滞，故反利于自强。此虚与进是为行止上大别之道。本乎进则进而有成，本乎虚则如而多阻。此就二卦爻辞即可见者也。一辞一字均含多义，以天地间事事物物，莫可尽述。而卦象有限，不得不求其相类且能通一切者，以为之辞。如进虚及其一例，进未进，而非图进。以进必正大，必有成，必挟天时，必服道德，非一进自己可尽其意。故不曰进而曰进，正如虚不曰要或求，亦以其要必合宜，求必合道。而卦间如至之象，行必有资居之情，此所以名之为虚，以其可包各异耳。读者于此，当细体会之。明一卦离下坤上，宣圣讲义。明一卦以离合坤，亦同进而离反在下，故谓之明夷。言明入地下也。以卦爻论，离二阳一阴，坤三阴，
与晋同为4阴2阳卦，阳在下为阴蔽，如日西坠，光为地所蔽，阳兼于阴，欲进不得，欲生不可，此退亡之象，与晋相反。传曰明夷诸也，盖以明夷时常幽暗，道当会塞，行多避障，事多错阻，则非光明正大可也。夜行者，君子之修；昧进者，小人之志。侧身于邪僻之处，蹑足于宵小之间。果冒昧以求荣，必鬼随以立道。若挺拔以脱俗，必诬陷以遭刑。故禁止皆难免于诸，而去留之匪易也。夫夷者商也平也，山薛之谓平，克伐之谓商。如山夷是也，邪正不并存，明昧不同行。君子小人所忧分，而实为的偏不得夫公平。在上者昏庸紊乱，在下者奸诡横行，此衰世也，将难以图存。故传称为诛，明示其不可免也。诛与赏对，晋以有德有功而受赏，明夷则以失道失势而被诛。此徒由君子言也。若在小人性尽取容，绝行得宠，民思为恶，淫邪以逞，自以为得志，而终必遭天戮。德之不齐，礼之不讲，权势有时尽，则骈手是曹，细声凌语。君子犹或非其罪，小人则实避其辜。此诸字乃盖良有言之也。正如日之既息，则不论高卑而拒暗；时之以夜，则不问主客而皆息。谓其时的所谓，非但一方一族之所观也。而君子则由当重视焉，以其为道之所存，德之所明。言行足为是法，行止必以光明。故当暗昧之时，必取法于君子之行，虽不免于诸夷，而有道以全其性命，或亡或求，以正未训，罪至不辞，法家自忍，情以诚谏，志以行正。仅当视之问问，而邪乎顿世无闷，任他人之纷纷，而却乎之止有定。此民夷不害其伤，虽诸亦无所毁令也。以敬为敬，敬者亦损，敬之不已，变而为伤。此民夷之由敬变也。依此一民止离日，民夷即日之伤也。虽非日伤，光之损也。敬以光盛而有功，民夷以光伤而多过。光者民之本，无光无民，光之不足，民乃暗焉。此民夷以离在下，光为地蔽，而成民伤。民既伤矣，将何以照？如人目之不明，将何以视？推之在上者，不聪不明，将何以辨邪正？察善恶哉？则民夷之伤，不独言民之伤。实包视之不见，不独目之不见，且包辨察之不明也。夫不明与不明喻，其伤必大，如盲人瞎马之险也。在上不明，任其臣下之间，则民人莫不伤矣。故民夷之伤，实天下之伤，非一人一物之谓也。人而欲无目者，不可与争事；国而欲无名者，不可与论辩。察以其事邪亦若正，事善亦若恶，苟强争之，反触其迹。此乱世君子，唯有诛则求亡而已。君子不免诛则求亡，是君子之伤，即人道之伤。民以君子为宝，失君子即失其宝。失宝之国，
欲其不伤的乎？此明夷之时，为商纣之时。文王之求辱，箕子之逃亡，足以喻之，以其所伤见大。天下人民，无不及手蹙额，同道于商也。故象辞特引二人以明之。读者可知明夷谓诸与商之意矣。宗主附注：明夷与晋，一往一来，实则坤离两卦上下之意而已。在晋离居坤上，如日出地面；明夷离于坤下，如日入地中。然的中非土中也，的圆体，上下皆空，日在空中，亦未常覆于地，不过光所及，指的一面。晋照阳面，明夷则照其阴面，日犹异也，而的有别。人道重阳，亦以阳为主。日光在阳面为地上大明之时，则谓之晋。待日光下于地，虽阴面亦如阳之光明，而阳面反成黑暗，故谓之明夷。此意之取名，本乎阳言也。亦即本乎在阳面所居之人而言。盖的无论何面，皆有明暗时，皆有人物生存其上，此之为阳；即彼之阴，此之为明；即彼之暗，实不过时之差，谓之异耳。苟合日语的言，初无所谓晋明夷之分，故无所谓阳与阴之特别区域。凡受光者，则谓晋为阳；被光者，则谓明夷为阴。只可视之为日星夜耳。晋为昼，明夷为夜。日之光明未改，的之承受未停，所视为改或异者，此地面之人物矣耳。的故无上下，无背面，日更无朝夕，无近远。其光久明，其热永在。的虽自有远近之度，向背之差，而自天空言，所观亦甚微。亦之所以必谓别之者，亦以人物耳。人物既须赖日以生成长育，以离合变化，则必先辨其向背之道，远近之数，而后可以测其生化之本，发育之源。此以晋明夷分状其昼夜之象，而见夫阴阳之异用，生灭之殊途也。故皆谓吉利。明夷则否。晋为进而有功，明夷则退而获罪。晋为荣升邀赏之日，明夷则为逃亡被诛之时。虽言天道，实指人事，读者须先体会之也。宗主书述，明夷与晋皆称明不称日者，以离故象日，亦象火，而以德用言，皆明也。日之光，火之焰，虽发于其体而所备者乃为明。盖无明则日火之功用不着，虽有其体，不足称其德。日之照物，非日体之加于物，乃光明之备于物也。物之去日远矣，而其所接之明，则咫尺不离，是日之德用，必以明称也。明对暗言，无明即暗，如日之昼，光备一地，是谓天下之明。明既入地，乃变为暗，如日之夜，大地同暗，是谓天下之夜。明夜皆以光为主，光之所向为明，所备为夜。日故未尝一时大，亦未尝一时少其光。此晋与明夷，但以明称，不得以日言也。日之体大矣，行于空中，所照者远且广，原无明暗之分。其所受之地或他素有向背，是有明暗。此明与夜，乃有所受者言。
非日谓之明暗也。镜谓明，明夷谓暗。所系在坤，非观夫离。以如前言，坤在下则明，在上则夜。亦以地之一面言，的同而所受之光异，分为朝夕正午。是一面亦有明暗之殊。可见物之大者无分，物之小者多异。一室有门窗，则有明暗之别；一器有表里，则有明昧之殊。皆有其体所受之光不同也。日岂有其事哉？故镜与明夷，乃人物所感者不同，非日光所照者不一。因其物之大小，距之远近，形之相悖，而后受有多寡，感有浓淡，皆物之异，与日无涉也。故论道必先衡诸事，者用必先析诸行，镜明夷之差，源自地面人物定之也。在镜曰明出地上，在明夷曰明入地中。一出一入，乃朝与夕、日光升坠之象，而卦遂分为二。在地上即无人之昼，入地中即无人之夜。不曰日者，可见古人早知的源。日无入地中之理，故但言明。明即光也，光入地中，即光照的之下面。光虽未异，而的已有一半暗，一半明。明者谓镜，暗则明夷。故镜自日在下，是自下上也；明夷明自在上，是自上下也。夷者平也。明之上曰深，下曰平。平由降也，言自天空渐行及地平线而西坠也。夷又异也，交易之意。古称东方曰夷，以其与中国交易，而自异其类也。明夷亦含日月互异，而日西下，月东升。光自日出，而东亦谓月。月之明，即日之明，是明夷有光明互异之意。在自言，夷谓商，明之商，即光之暗，以为物必障不得见其光明。日入的平，光谓地蔽，地上人物不见其明，是曰明夷。言明即商于所蔽，而昔明者不得其明，亦自商也。如大地极夜，人虽有目，不能视，岂非明之商乎？虽有月之既明，烛之照暗，而非如日之光明，故曰明商，不曰无明。以日故在的之下，天之空，未尝自隐其明。不过地上之人有不得见，遂觉其商耳。夫明夷与镜，虽象昼夜，亦由春夏之与秋冬也。又如两极之与地中代，其明暗恰相反，寒暖恰相殊也。夏之与冬，虽亦有昼夜，而昼夜长短不同，虽亦受光热，而光热温凉则异，亦地上所承受者不类也。两极与中代亦然，或谓多昼，或谓多夜，或谓长夏，或谓长冬。其所受日光不同，则所感气象大异，是皆有镜与明夷之别也。人既生于地，不得离的以为生，则不得去的以为明。地上之昼人之昼，地上之夜人之夜，地面之东人之东，地面之下人之下。人故世的所承受者，为其所承受也。虽高峰有异于岁谷，隆峰有异于海洋，然以一方言，则所差异景，则以日之行有度，的之动有规，必其向光之时，使有大明之兆；必其直径之日，使谓温宣之时，
以日与的非连复者也，同平于空，而托于气，即随天以运行不息，则依数而周旋无端，此之谓天道。圣哲之事所难尽之者也。谓日谓旋，则孰谓之轴？谓的谓平眼，则孰谓之机？谓皆行于空，则孰尽其道而没之月？谓皆固于午，则孰引其光而以时骸？此天道之明明有，非智之所能测也。然无人但就其所习见，推其所当然，则可知其朝必有暮，夜必有旦，春必有夏，秋必有冬，以循回不息之行，定往复有机之度，则可见尽之后，必既以明夷，而光明之余，必珍珠暗昧。此盛衰之理，龙替之情，天且不为，而况人乎？故圣人是亦欲因变以知常，由常以防变，企图状朝夕之日，见明暗之时，而指天道位以知耶？故天者人之所法，时者人之所贵，数者人之所以，道者人之所由，德者人之所仿。关于二卦之同义，与夫吉凶祸福之所成，则可以明义数矣乎？明夷，立坚贞，宣圣讲义，此明夷全卦彖辞也。明夷内离外坤，阴在表而阳在里，如日下入的之象，故曰明夷。夷伤也，益也，灭也。以日之光隐于地下，地上不得见，明之明夷。称明不称日者，非日之灭，乃光之蔽；非光之袭，乃明之前。光与明有别，如日之景，照及物者曰光。若不见其景，而物人显形，则明也。亦由天空无云，则日光照耀；若云蔽其景，则今有明及物，盖明与暗对。室内不见日光，而有门窗不阻其明，物备不被日光，而在白昼人受其明。高山之下，日光不至，明则无益。朝夕之时，日光未射，明亦未泯。是卦以名称，不及日或光者，只以物能显形未现耳。明之生也，必日之生于地面；明之灭也，必日之坠于地下。若风雨骤晦，密室长暗，非明之生灭，乃物谓之蔽也。然日入地下，亦得谓之蔽，而称明夷者，则以地有异于云或室，所蔽至广，谓暗至远。凡同在地面，无不因日入而暗，故称之曰明夷。时即日入地下，谓夜中之象也。夫行路者必以明，视物者必以目，照夜者必以烛。若夜中无烛，人生无目，则不见物，谓其不明，则无所见；谓其不能见，则不便于行。如古者必赖人之扶持，射不慎，则有倾坠之祸。此明夷之待用，在以坚贞为利也。坚者忍其艰难而不前，贞者坚其节操而知止。既以坚贞为利，则其不便于行可知。天下所事以为生存者，光明之道；所戒以为安乐者，正大之行。明夷则与之反，黑暗之时，颠沛之地，昏迷之道，蒙昧之情，将何如以行哉？坤重阴也，而在日之表，如以柏树木，以照蒙灯，则白刃当前，而不知蔽；深渊极足，而不知止。此明夷之可畏。
而图利坚贞也。坚则知其险而自忍，贞则防其害而自守。忍易守，则不犯难行；而忍保其身，不涉险阻，而终达于道。此君子处为乱之时，居聂溃之邦，所取法者也。干卦四德，贞居其末，利在其次，民宜象辞。但以利坚贞为训，足见其重在谨守，而不惜亨达也。何之时序？利贞由秋冬也。秋收冬藏，万物同济，则有形亦无可尽。况险阻艰难，利在前乎？故利坚贞三字，分言之，合于四德，而至宜退守。合言之，则有利尽艰辛，自反于圣约，而永保其真。斯即与尽相反之行，可互参也。尽以尽为治，民夷则退；尽以身为用，民夷则屈；尽以功德受赏，民夷则礼法章当诛；尽以光明得利，民夷则以幽暗成伤。此独象辞，即可辨其用之意。道之书也，民夷故不宜于进行，而以君子处之，则人有善生之道，则以卦象坤在外，坤道柔静，安贞自守，无时不脏，内为离，文明在中，和义自持。如人臣于中，而以柔行诸外；安于内，而以静处诸物。静止自在，忧乐不关于怀，艰苦不渝，治乱不为于道，则顺时有守，不以物而就于心。宝，道未行，不以得失而丧所守。盖民夷虽暗昧，无心则中光明；时事虽艰微，我行则永坦示。此君子以道熟事，以德匡时者也。贫贱不以易其操，屈辱不以改其节，困苦不以移其志，颠沛不以挥其行。故不独避难，且能尽难；不独免害，且能驱害，则利坚贞之所谓也。人之所谓，我弗恤焉；人之所慕，我弗至焉。则身屈无干于心，深沉不介于意，时止则止，顿事无闷，履险如夷，逢凶化吉。此民夷之君子。由物之欲冬则折，草木之见霜，则先弃其叶，而培其根也。人生如寄，物生如地，孰谓之耶？不外乎日之光明与温热也。夜则气息，冬则必藏，亦为顺日之惠民，时之寒郁而已。民夷果不可畏哉！守我文明，尊彼柔顺，则所行自立而永直绝中。此即利坚贞之道，如文王箕子之所谓也。更何救焉？故象辞但是此三字，不及吉凶也。象曰：民入地中民夷，内文明而外柔顺，以蒙大难。文王以之利坚贞，惠其民也。内难而能正其志，箕子以之，宣圣讲义。此身是彖辞之意。民权卦大用，是人道大则也。民夷谓卦名，而有取于物。凡卦皆有取象，除八卦外，如屯蒙虚宋诗比，以下64卦，或象是类，取义不一，皆有所象则同。如民夷故以暗夜为象，而物之为蔽障；世事为暗昧者，亦皆象之，以物言。如云雾之蔽空，岩谷之隐明，故可视为民夷，而推之如大鸟之翼。
密室之为，有所避于光明，使物生黑暗者，亦可取象。更推之人事之幽昧，行为之诡秘，既尽遮掩，情同蒙盖，有失光明者，亦莫不类于明夷。盖明夷与镜反，镜以明者于外，明夷则反藏于内。镜以光照于远，明夷则反翳于近。是明夷之用，以暗昧也。彖辞是卦象曰：明入地中明夷，以见明夷之名所由来。卦离在坤下，如日入地中，地中即地下，明入地下，地上莫之见，是地上人物皆失其名。古木曰失明，以不见物也。日入地下，大地同暗，有木亦如谷，故曰明夷。言伤其名也。然明夷虽伤其名，非人物自伤其目，乃因天黑不得见物，指曰明夷。是其过在时也。时犹未明，镜以离在上，谓时之明；此以离在下，谓时之暗。时虽异，而明之为明尚未改，故曰伤明，不曰无明。若镜无日，则无明矣。日人在空，不过的谓之蔽；离人在卦，不过坤谓之障。此明夷之象，时以坤必离明，而非离不自明也。即以离在内，则内谓文明；坤在外，则外谓柔顺。柔顺故坤之德，不称阴昧，而曰柔顺。明时虽阴暗，而用宜柔顺。坤者地道也，阴不先阳，德不先天。坤虽在外，不得以其盛时在位，而自丧其柔顺之德也。斯亦教为止。盖世人以应时之道，顺变之方，舍短取长，隐恶扬善，不以时之阴暗而随之，乃本于德之柔顺，而仿之。故世文称为内文明而外柔顺也。柔顺者阴道也，阳之不正，虑而从阴，是大难之事也。君子不离时以生，不逃事以存。时暗而事难，则不得默然无语，则唯有坦然直受。故曰以蒙大难，以自廉上具言，谓君子以内文明外柔顺之道，蒙时事之大难也。时事虽难，无德不回；时事虽暗，无行不昧。此文王处明夷之道也。文王当商纣之际，朝政失纲，运于群小，忧求获罪，饥不自保，而卒能遇难不害，屡显如夷者，则以其身明明夷之义教，内保其文明，外事其柔顺。师所谓忧心悄悄，又所谓小心翼翼者也。悄悄见其外行之顺，翼翼见其内心之明。此文王因明夷之教，而有以处明夷之事也。历间真会其名，乃言明夷之时。天地且自蔽其名，无人自当取法以自会其名。会犹蔽也，会其名，非不明，乃蔽之不以明事物。如行业者自笼烛，则内明而外不能逃其照；如是物者自欲镜，则光明而行不能遁于前。是会明之意，由含蓄其光不外露也。亦立坚贞之意，坚贞以为利，则所行无阻；光不外泄，则神悦清；明不外显，则志易佞。清佞之用，浮于成明。此天道以真利极，而遂序以东御物也。权卦坤在外，而离居中，与地雷复相类，
而更近则931爻未出9阴也。两阳中含一阴，以成木之精明。虽坤重阴蔽之，而光仍充盈于中。时至则自昭于天下，故惠民未欲其名，而非自害其事；坚贞未成其利用，而非自弃其手持。此人道之名矣。即重在三字也。以惠民而不欲招于外，则其丁于时间可知；以坚贞而克成其利，则其坚于政治可见。内恤于难，而不忘其政治，则虽阳狂不为病，逃亡不为疏，策于奴隶不为辱，积于行义不为屈。此箕子之名矣也。箕子病于时君之邪，朝政之败，宗社之不保，家国之必亡。不得见政于前，不得讨喜于外，乃阳狂为奴，一身下利，以其匡救于后日。苦心远虑，忍性屈行，又与文王有异。文王未疏，箕子未亲；文王未远，箕子未近。故文王能体坤而行其柔顺之道，箕子则不得不见于离之复利，而出于惠民之行，成其坚贞之志。故曰内难而能正其志。内难则有其近亲之情，正治则明其坚贞之力。以明行暗，以正从邪，委曲求全，欲不阳狂为奴，不可得也。故一卦有内外之意，主客之殊，时同而人自分，事异而境自别，行有所责，志有所变。文王箕子皆是取法者，而所谓迥殊，实谓攸关，出处以判，亲疏所系，情志不同。此二圣者，异的则皆然矣。宗主附注：明夷彖辞，立坚贞三字，可分读，亦可合读。分读则言明夷该四德之二，即立与贞而坚自戒其间。上属立，谓坚于立；下属贞，谓坚以守贞。实则不外艰难困苦之意，虽有立贞之德，必先艰苦之行。能艰苦则能达立贞之用，不能艰苦则虽有其德，而无其功。此一坚自谓最重要也。若合读之，则言明夷之用，只有立坚贞之道，如坤卦所称立聘马之贞事也。明夷坤在外，亦本坤之德用。坤立聘马之贞，即民所立上于聘马之贞，非干之俱全德者可比。坤的也，德居天下，其用有限，其行有疆，故其德有定量。民夷亦然，立止于坚贞，非坚贞自持，则立反为害，以其实之不是，谓之不当。果成艰苦之行，贞固之志，则不独不得利，其祸且不炫众，为民夷暗昧之事，昏迷之时，进退均难，动定易决。唯有知其艰难而自替力，见其迷惘而自慎戒，免于行止，严于把持，不失其真，则物我不混，不悖其道，则人己同邪。此立坚贞三字，重在明天道，是人道也。天道渺茫，人道见识；天道变化，人道守常。诚以明夷本坤之德，推柔进之意，先安贞之极也。细读坤卦六爻辞象，即可见明夷彖辞之为旨意。又曰明夷是象辞，引文王箕子分是明夷之用。二人行止不同，而遭逢时难择一。文王谓之臣，以当纣之事，
上不见量于君，下不见信于僚属。举国昏乱，莫可辩白，以其疏远，不宜过于见正，乃安于忧求，终以恭敬。此即内文明外柔顺以蒙大难之道。本于卦象坤在外，外则以柔顺之德，邀安贞之极也。箕子谓之亲，故以纣之君，即切于亲近之情，又定于君臣之义。身为元老，不能匡救朝廷之非，心念为王，不能逃遁海邹之外。此以阳狂自病，取辱不辞，其以苦心救君之非，忍性感众之志。此即自会其民，内兼而政治之道。本于卦象，离在坤下，乾光合成，既不克备于离利之情，又不得招其黎民之德，委曲求全，艰苦不二，故能体民夷之用，因民夷之实也。二人皆不免于伤祸诛，而其臣则义。文王中还其国，光昭其德，后辅其民，促开有周之业。箕子则降至汝身，无济于时，动心忍性，无回于术，终是商社之污，徒留河蜀之悲。虽亡国之余，犹邀新君之故，边疆之土，有与分毛之容。其志之苦乐不同，其行之广狭大别，则不外所处的有内外之意，于其均有远近亲疏之分耳。故卦异而人之用也各不类，爻异而事之志也各异宜。名宜虽同，而文王箕子之行则别；行虽别，而文王箕子之圣则人同。所谓异的皆然，不可以其同而忘其异，亦不得执其异而非共同。彖辞特分明言之，足见其有一人道大义。象曰：民入地中，民夷。君子以利众，用惠而民，宣圣讲义。此生明民夷全卦象辞，由天道而推及人道也。民夷丁时之间，为天道之变，而人道则因天变以利常行。此象辞之意，系推彖辞天时之变，更明人道之正用也。以民夷坤在外，众阴包二阳，离在内，正位失其主。二五位内外正位，而皆因可见民夷之时，主暗于上，群间蒙蔽于下，国乱民危，正与法弊之日也。然异象之辞为人道言，人道之本，以君子为则，故在彖辞事时之非，天之变，而见君子处变之道。今在象辞则由变以明正，由坚以知义，使君子见于天时而顺其变，明于礼数而立其常。变者不逾其出，常者永执其正，是君子之于民夷。人有谓也，民入地中，为民之商，实民之惠，得必天日，光明不久，天下同暗，人物同昏。此用惠之时，不宜独民也。然民夷非无民，乃民不昭；非用暗，乃时未见，则民存于内，光待其属，天日永不习其轨，大地终复还于民。此黑夜之必有小也。人之处事，亦如之。时虽不明，无心自昭；事虽丁变，无行自正。君子者众所望也，亦由日之在空，万物所供养也。夜则盼其复数，冬则惜其早春，生机所存，玄德之秉。故有日则天无永暗之时，岁无久寒之理，谓其往必复也。
会者必明，变者必正，奸者必义，乱者必平。此君子虽在下而犹能辅有众也。众以君子为主，不必位也。君子以众为所养，不必以禄也。故立众不必高位，而民夷之高位，方无以立其众。如商纣之在位，民皆叛离；文王虽在下，反为民所归附。是即君子立众之利，不以位也。君子只以德怀民，以恩虽重，以仁喻物，仁德之治，天下归心。此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也。而商纣虽居天下之尊，乃不若西伯之德众，可见民夷之事，为君子能立众也。然众心所服者德，众志所望者仁。仁德不夫，虽众易散，众叛亲离，为谁与保？此纣之必灭，周之必兴，全在能立众与否，而为在民夷之民也。若非其实，则君子在位，立众不足为称。民夷之立众，正以其在下也。在下的众，乃德之所感，人之所来。既非位之所宜，则位用之所变。以诚实的位曰正，非实无位曰变。变以敌正，必顺以为常。此用惠而民之为贵也。用惠者顺变，而民者复常。常虽未复，终且至焉；民虽未昭，终且见焉。如日之夜，终必日焉；如得之暗，终必照焉。君子之惠，终必明焉；天下之乱，终必平焉。商纣之不道，终必禅焉；周文王之在下，终必待兴焉。此即用惠而民之义也。用惠者外也，民者中也。坚贞之利也，内文明而外柔顺之行也。故用惠以御时之变，用民以复道之正。人见其越惠而越民也。如文王不辞求辱，不避险难，三分有二，人以服殷，此其惠也。而事怀其德，民归其仁，天下相望，唯恐祸后，此其民也。民者即民明德于天下之民。书所谓光背四表者也。在卦象四阴二阳，阳卦阴重，易道重阳，卦则位贵，故有立众之象。立灵也，阳以临阴，亦如的则灵，以二阳临四阴也。阳生阴降，互若主客，而阳能御阴，刚能正柔，此立众之所由称也。以阳在内，且二爻为阴兼之，阳为阴蔽，其光不显，故虽立众，而必用惠，以自潜其德，忧其光也。德虽潜而中明，光虽幽而中昭。久折者必起，久屈者必伸。时移世易，数变用殊，故虽用惠而终必明也。明者吉也，惠者末也。用惠以应变，终明以履常。此君子体用之备也。民夷故不易为，而君子不敢少益；民夷故不宜进，而君子则无或忘于臣德。虽在下而犹怀其民，虽遇难而犹恤其众。此文王之圣，是民如商之心也。夷商也，民夷为民之商，及民之商，民不得民者谓之君上，则其商其止于不民哉？文王忧之，乃思有以继之。此民夷彖辞立坚贞一语，足以见其忧思之谓矣。周公治之，乃申述其意于是彖文，更明皆内明外顺，
以蒙大难。以是文王视民如商，忧心悄悄，更未敢有越绝志，小心翼翼。舜帝之责，无非为民夷之事。君子立众之怀，用惠而民之道也。故何三节读之，可以直叹文王作义之苦心焦虑，为天下民众拨乱反正之切，而其西图误君之改过，革其左右之奸诡。周公乃特引箕子谓之政，一则见其实之坚，道之弊；一则见其所处之不义，所求之不得。更有为义，则在庶民武王伐纣之非得已，文王得众之非有司徒，彼至亲尊如箕子，尚不克免于狂奴之辱，则疏远如文王者，其能信托行路，诚其义哉？故读民夷之辞，故不独是后世君子处时间之道矣耳。宗主附注：民夷总是象辞，君子以立象用惠而明此义。后人讲事，多为明了易经立言之旨。与彖辞称立兼真谓权卦大用。是文以内文明外柔顺引文王未遇，内兼政治引箕子未遇，皆指臣下言，以民夷之实。君子多不得志，屈辱所不免也。而彖辞则又称君子以立众，是指在上位言，与彖辞有异。象辞专重人道，而略天时，不以彖辞之先天术后人事也。彖辞既以人道为主，则无论世之治乱，时之安危，凡在上位，宜尽人道之本；在下位，当本人道之规。如文王箕子乃在下位之所谓，顺应时间，保全臣节，不得为天备数，以求亨利。若丁民夷之事而为上位之君，则不得违于时间，挥其主德，自当本为天之训，崇景与之戒，而自替焉，以先安抚其民，未遇其众，知天之方怒，则不敢显其威仪；察时之意迷，则不敢忘其民夷。故曰君子以立众，用惠而明。人为审民夷之有君，直为义之重臣下，又为民夷之可解脱，宜天道之宜退葬。是以象辞与彖之意，同多不克明其所谓，而与立众一语，则含糊解释，殊非圣人世交之意也。立众之道，在平治时易，在坚为时难。为其当民夷之时，犹见虚辅虽之道；为其既迷乱之国，犹必赖民谓之君。不问魏商或周，苟能昭其德行乎人，以安其民，虽其众，则天命必归，人情必服。此文王终以西伯而开有周之基也。商之不保，纣失其立众之道，非天之罪；周之待兴，文武得其立众之功，非天之功。故立众一语，乃兴亡之所关，亦治乱之所本。人之立众之贤，莫如尧舜；而不知立众之难，莫如汤武。盖在其位者，不得要其能；无其机者，方足显其德。汤文武乃臣下也，终以德之朴施，天命乃降，民心乃归。以履地位，以辅有众，时间已平，事乱已治，民夷义而泰，岂非善用象辞者乎？以平日言，立众故贵乎明察，而在乱世则不宜。如必以察为民，则奸诡反臣戏已尽，此桀纣也。桀纣非昏庸也，其智勇均有过于人，
而足害其身，败其国，即不知利众之道，在用惠而民也。又曰前所讲事项词义未尽，兹续之。利众用惠而民惧，虽执民夷之君子，而推圆其意，则凡关乎利众之道，实以此语为要。故不独民夷之时，为乱之事也。众自不必陷于人民，凡多人及处，皆谓之众。一国则谓庶民，一家则谓族属，一乡则谓邻里，一属则谓僚采，一军则谓士卒，一校则谓弟子，皆众也。皆有其万众之道，极小如一殿之火有，一宅之铜壁，一场之恭喜，一舍之一夫。果为所事奔驰，所执劳役，必先有其贤良常上，虑之有方，喻之有理，方可善其业，收其功。此则利众之道所见也。众者受令之人，利者发令之主。不问为官长，或尊师，或主人，或管事，果能指使其下，督虑其柴，亦皆必名利众之道，而后可尽其职，成其业。所谓利众之道，就何止？斯亦即一民一象辞所称，用惠而民四字而已。盖利众非易事也，人亦多，情亦分，志亦乱，国之民数，军之卒伍，故最难驾驭指挥，使之心悦诚服。及家之子女，殿之公义，亦非有周密教育之功，详慎监察之力，不足以抚绥就犯，绵绵任劳，诚以人心难齐，智能各异，是非曲直，辩之太过，必越纷争，赏罚屈伸，直之失平，必多怨怼。此用惠而民一语，故以概括其要矣。众之必有常，由国之必有主，君之必有帅，家之必有尊。常之利众，有主之临民，帅之统促，尊之律下，亲近其爱，则恩之所施；尊敬其敬，则威之所备。二者却一，必将无以怀之虽之；二者若过不反，亦将无以平之正之。故利众者必民重情，辩众智，而必有温煦之德，以示其恩；有严肃之法，以示其威。此即用惠而民之所谓也。为惠则无察察，伤于苛刻，而永保其仁慈；为民则无问问，陷于昏庸，而常有其严正。既宽以畅其和气，推天地之生机，复猛以壮其威仪。本日月之明照，思众情必显，众志咸同，更有不听命不协中者哉？此民一象辞所称，实为利众最要之道。读者当务乎诸。又曰民夷之用，不外以坤之柔进行于外，以离之文明存于中。而坤重阴，阴蔽阳光，如云蔽日。人之用民夷，如行暗夜，如入暗室，目虽不见，心自通明。此象辞用惠而民，实为人道大则。盖乱世故宜韬光养晦，及平时亦应含和同陈。聪明之在自心，浑厚以接万物。此乃人生必循之道，不必为民夷也。故中庸曰君子之道，黯然而日章；小人之道，得然而日亡。又曰君子之道废而隐，总不外用惠而民之意。诚以显与隐，若表过；暗与昏，若中外。
物皆有中外之差，表果之变，不可其也。以表现者隐其理，以外招者昏其中。是小人物为文士，而忠于自欺，即所谓的然日王者也。君子则为民之章，而先斥其行；恶生华之陋，而欲约其精明。故忠心昭昭，而外若昏；礼制显著，而表若隐。此所谓黯然日章，废而隐者，亦即民一向辞用晦而明之道也。为其晦而后明，隐而后显，不使锋芒外露，则皆务必合意；不以智巧欺人，则处事必温良。而人亦亲之敬之，居臣相与，则物皆敬其用，人皆敬其情。此则立众之最要者，为君子未能之。宗主书述，前言象辞立众之道，任能用晦而明。此千古以来灵明要术，用明则晦，用晦则明。譬如事物，由暗中视明处，则情景必显；若由明处视暗中，反一物不见。非目光之书，乃用目之意也。故象辞特皆用字，用晦非真晦也。虽在光明之时，亦以隐蔽其视察之力，即由暗窥明之意。果用明以为明，则物态纷陈，光色已杂。如具五色曰终欲辨其真色，则不可得。此即由明窥暗之意。明如在外，而内反迷乱；明如在中，则外自清澄，镜能照物，谓其不透光也；灯能显物，谓其在暗处也。故用晦者，实足成其明。人之自诩聪明，是事物无可隐蔽者，而往往为事物所欺，即只知用明，而不知用晦之过也。为明上者，犹不以以明为明，重情计分，重智且义，偶有未察，必招争论。是以君子不用明而用晦焉。俗云不吃不聋，不作阿孤阿翁，正以其吃聋成其聪明也。聪明故人所喜，而不知源出于吃聋。故老氏曰：大智若愚，为愚使成其智，以用其智，必反生其弊。是智之一藏，一传所称显诸人。藏诸用，用即智也。用晦者，即藏智之谓也。在安治之日，犹当韬光藏智，况在明夷之日乎？书曰：尊养实惠，故不独立众之道，亦顺时应变之行也。明夷象辞特拈出之，非无有也。又曰：所谓智与愚，故难言。夫子称佞五子，邦有道则智，邦无道则愚。其智可及也，其愚不可及也。即足证明一象辞之意。盖佞之愚，即象辞用晦之意，非真愚也。一人之智愚，绝无因治乱而易之理，则所谓智，不过以明用明；所谓愚，不过以晦用明。用有不同，其成乃异。是用晦者，不失其名；用愚者，不失其智。大智若愚，亦只是以愚成其智而已。岂真愚哉？明夷之用晦，非不欲明也。以时之晦，乃用晦，达其成明之道。故用晦之下，人皆而明二字，足见用晦正求明也。因明之不易，非时之明，是增其晦，唯于晦中求明，使得其明。此明夷行佞五子邦无道之愚也。然象辞大智，
不仅重在用晦而明，而重在以用晦而明成其利众之道。此原辞称君子以利众也。言以圣人处民夷之道，推而及于君子利众之道。圣人处民夷，必用晦而明；君子之利众，亦必用晦而明。是利众与处民夷有同要焉。即如宁武子之愚，不必以治乱为限，此则大智若愚之谓也。以处乱世，乃在下之事，而利众则在上也。在上位者，宜时领兵渊之戒，恒存忧患之心，不问为何事也。在民夷之事，故当如此；在圣治之事，亦不可乎。为民众不亦临也。故传有云：民有水也，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可见利众之要。正与在下位者之处乱世，同其兢兢业业也。义之立辞，专为世交，因民夷之用，而是及利众之道，故用以自明其所推，推用晦而明之效，乃达夫临下有方之功。二者，四一而十二也，则以在下与在上殊耳。亦教盖本相术之用，阐明人道之规，而特着于各卦象辞。读者信勿乎焉。初九，民夷于非垂其义，君子于行。三日不食，有攸往，主人有言，宣圣讲义。此民夷初九爻辞也。民夷下为离，初爻即离下爻，亦与干初九相类。而以上合坤，则与干殊。干为乾，此则谓非。乾于下者不动，非于上者不进，故非而垂其义，以虽上而中降，虽展而中敛也。此有取喻于鸟之自空下坠，物自上下降，虽称飞而不明其为鸟或物，则以有类于自上而下，非类于鸟与物。如鸟飞下地，物坠下地，皆与初九同。言民夷于非者，以民夷原有似于义之蔽空，云之遮天，有益其民，民受其伤也。云之非也，义自上下，而复自下生，亦如日之光明，生于东而沉于西。鸟之非也，自之上升，而复自空落地，亦由民夷之非自垂其义。义展则升，垂则降，虽有于非之象，而不免垂义者，以终当降落，不克生进也。干之前也，以不欲生；民夷之降也，以不能生。是同而治异，则以民夷刚在下，上位因所障，不似干之纯阳也。初九无位，生故不能，非亦难久。以离日之似鸟善飞，而以初爻之在下亦降，占有以之名于进退之道，出入之情，正如鸟因日暮，倦飞自骸，云以风生，任情自落，进过至易，不得长住，则依日夜之间，明暗已殊，作息有别。初九犹将晚且息之时，正万物归休之后，故有于非垂意之情。于非言其以生，垂意壮其将下，作息既别，行止自分，而初九阳也。阳志在动，虽在下而游思上，虽将前而人思非。此君子有于行之备也。行之与止，亦如明之与暗，止者复行，暗者复明，往复相因，时得相成。君子于行，至也。而三日不食，谓其行之难快。不食则饥。
3日延其久也，行而不免于久饥，其不得志可见。然志故在行，饥亦服苦，此即彖辞力坚贞之谓也。坚贞以为利，忍饥以为行，为君子能之，为其民于时之间。审夫道之会，求名而入于暗，求安而犯乎难，则为忍苦甘辱，立志向道，灭身从事，其脱于艰险，出于忧昧，及于安坦，而达于光明。此虽有3日不食之灾，终不阻其于行之志也。有攸往，主人有言2句，民夷之时，前居之计，虽君子有行之志，既不免久饥之患，即有所往而难得招待之敬礼，有言只有所讥讽，而生争论。主人只居庭之处，为地主者也，不外以非时之行，异地之客，为人所宜，不以礼相遇耳。故有攸往，虽我之志，而主人有言，则必遭非难之辞。诚如黑夜叩不适之门，且非近邻，人将疑之为道，而不以礼接待也。此民初9在下秉阳刚之德，有远行之志，陷于阴暗之内，当其多阻之时，欲前则艰险不辞，欲进则分难不已，而以致之易动，留之未能，忍久饥以行远途，犯非难以求安舍，途穷日暮怅怅息之，相异因其惶惶息止。可见民夷之事，行止都难，艰苦之情，神形俱瘁。君子则方恤其艰苦之念，卓越之行，宁颠沛而自明，无鬼随以同寐。光明在望，感辞跋涉之劳，屈辱何伤永怀凌厉之想。是时暗而我不寐，是浊而我独清。见夫民夷之情，勉为文明之行，循于柔顺之道，成其艰苦之功。故非者不以义之垂，而贪于安憩；行者不以富之积，而但夫劬劳。人故疑之，我自信焉；人故笑之，我自任焉。此民夷初9之用，唯君子斯能尽焉。解义者先求立辞之阶，次合卦爻之情，方知主客殊方，生前同用。如本爻以离之利而明，行干之刚而见，虽不免重柔之诱，而终达于坚贞之行矣。象曰：君子于行，义不实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初9在下而思近，在内而气远，其志求用，则不顾艰苦，不必劳烦，则虽3日不食，愤所宜忍，不得以饥而废事，以不食而降志。况君子先事后食，初9至于行，非时之求，果行矣，则不计其余，为饥饿故意中事也。当民夷之事，非亨利之行，跋涉艰阻之中，踟蹰荒远之道，投止上不易，得食自犹难。此游牧夜奔走他乡，人的皆疏，叩门求宿，人且生疑，更望接之以礼，遇之以食，难矣。故受参事管，乃主人有礼之家，纳有敬于，谓中道粗疏之具。今民夷初9君不得也。行由于强，欲由于促，有类逃亡，安得款洽？此3日不食，非人之无礼，乃时之未当，得之未宜，时的既成，时速自尽。故曰义不食。
或以此语为君子忍机自节，如夷其之耻时周厉，谓不义，故不食其食，故一义也。而原指则以不食为主，非不甘食也。不得食者，行非其实，志非其地，人不我与也。不甘食者，人非所性，食非所欲，我不受人也。而初九之象兼具焉，以民夷之时，兼祖之地，行出于我上不义，实须于人自难得。又以行志以决，犯难无序，人故不语，我亦弗求。故是文义字，明其含二义，既以时的不宜，又以主客不协，节身独往，一国亡人，如逃难之时，更希望忧礼之主人乎？可见不时机于行，若不行当有时。是闻特以君子于行，明3日不食之意。君子所重非食，不食亦无害，既成行矣。其志以身，不独不食为义，即无所留宿，夜卧荒野，亦当服辞。为民夷彖辞民皆力兼真一语，而是彖又有蒙大难正其志2句，足见民夷之行成匪义。而君子则以政治为重，兼真为先也。初九刚爻而在下，虽内明文德，而丁夜暗之时，此取喻于非垂意，于行不实，见其志在上进，而事事多阻。君子则为正其志而已，岂有他求哉？此文王箕子之行，足以招垂千古矣。民夷全卦6爻，均以夷商为言。初九垂意，6、2以谷，皆商及谷公之欲。然商者自商，用者自用。如初九虽伤其意，而非犹未决；君子虽不食，而行犹未止，则以全卦离在内，坤在外，一刚一柔，一明一暗，各有其用。由日入地下，日未损也。的虽暗，其一不由明，此即内文明之谓也。文明在内，则外虽暗，不足以害其全德；亦如时事虽兼为，不足以害君子之行。君子善于用时，正以其明济其暗，如以烛照夜，虽无天日，人能见物。且君子以道为本，道本柔静，故无畏无私，而功德昭者。所谓玄德不求其显，诗云不显为德，百辟其行之。又云上天之载，无声无秀，此道之至，德之极也。越晦则越明，越柔则越见。初九以刚在下，不求其显，而至于达，故能忍饥甘辱，不与世争，而忠诚其行。无非欲以一人救时间，以一身犯天下也。文王之德，可谓至矣。虽忧求不改其臣节，虽专征伐不失其仁德，故能正民夷之乱，开有周之机。如初九所称之君子，不食而不辍其行，其被求，则垂意之时，忍饥受馁之日。其的是，则人于非之象，正治之行。此事文以为义言，利兼真即此义也。义利义也，利以合义，守其义，则得其利。文王先坚持其义，乃克享开国之利，独民夷之辞，即可见其至德也于。6.2民夷夷于左谷，用正马壮吉，宣圣讲义。此民夷6.2爻辞也。6.2内卦中爻，居正位，为离之中。
如木之精，两阳加于外，一阴藏其中。阴以阳明，柔以刚盛，乃成文明之象。而明夷则阴坤在外，众阴必障，光明备掩，成其伤残之象。故爻辞皆出明夷二字，非指卦名，乃明爻用，为明夷之本。即在六二不得放其光明，如有木而为物所备，有竹而为墙所阻，不得发其光于外，虽有明在内，不能充其用，是谓夷伤。夷伤其明，而类乃百体，则以木不得势，动必有伤也。以六二在下卦，动始于足，既则骨也。初为足，二为骨，以动之次第言。六二之伤必于骨，而曰左骨者，阳生阴降，生者自右，降者自左，左右者，升降之道。六二以柔，远皆上卦重柔，阳在中末之亢，乃为所伤。言伤即阳也。骨虽同，而以左右分阴阳，由四方东西南北，亦别阴阳，手足皆然。左骨者阳之属也，名为阳，暗为阴，名夷即阳之伤。而六二则又为左骨之伤。推而言之，夷氏之左舍，夷地之东方，一国之左部，皆与此相同。以朝廷言，则在下贤士，大夫也，善为阳，恶为阴。贤臣有骨功，伤其左骨，即失其贤臣之意，暗昧之事，迷惘之时，行不光明，动非正大，群奸相逐，时君不明，贤者能自免乎？此六二之伤，乃必于人之左骨。骨伤则不良于行矣，况在左乎？右骨最变，由小人之辩解也；左骨持重，由君子之端庄也。左骨既伤，不独难行，有难于正立。六二以正位未用，自成于正，其伤实多。故爻辞称明夷于左骨，有慨乎所伤之以甚矣。然六二乃居于正位，有其平一，虽不免左骨之伤，而有拯救之道。骨之不能行，则寄助于马，为其可代步也。故曰用整马壮疾。言推其整济之方，则有壮马可用，乃终战疾也。凡称用者，皆想象推广之意，以骨之伤，遂推及整骨之术，足既不能行，则用及壮马之臣。壮马故善驰，虽骨之病，而马犹壮。壮马以整病骨，其疾可见，为其的所宜也。六二在中，是有此战。而壮自有关大壮，与雷天合卦相类。坤之对干，离变异，则与正对，此以兵记主，用相体者也。壮马与伤骨，亦一兵一主，一体一用，而相调剂，以成其用。唯在未成时者能治之。六二之为吉也，虽弃其骨，而用马，有舍近图远之嫌，而以其壮益我伤，亦权宜变通之道。为中能全，为正能变。六二之吉，在乎中正而已。象曰：六二之吉，顺以则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六二柔居正位，上阴六五，为坤之五爻。坤主敬顺，六二得中位，行柔顺之道，以法乎坤，故战吉，则法则也。
言能顺坤之道，法坤之德，始终以柔，而不失中正之位，坚贞之谓也。爻辞称用整马状，亦本坤卦立聘马之真。所谓聘马的类，行地无疆，故称其状。且以6、2为离中爻，离后天代乾，有飞龙之象，离元中女，不得成其本德，故以柔顺，法则坤之行，而弗坚贞，成民仪之用。民仪之时，出处行止，君不得为坤之道，则以坤在外也。6、2居中，本坤之一爻，上法坤之全德，而后克服民仪之行，虽有左骨之伤，终战马壮之疾，善于用时故也。文王箕子以忧求奴辱，其伤过于左骨，而终得免于难。一则开国之基，一则封土之习，是其终战马壮之疾，不得以左骨之伤，而被夫顺则之训也。民仪全卦，君以利坚贞为用，6、2由民，为其德中位也。虽在内而本柔道，虽有伤而能顺，则是其善于顺应时变，用惠而民之效也。习义者可不审诸。93. 民仪于难守，得其大守，不可及真。宣圣讲义。此民仪93爻辞也。民仪全卦以初3两爻为阳，而初9在下，不得代用，唯93在中，与6、4交，类于既济。卦以阳爻少而贵，兼得6、4之合济。全卦代用见于此爻，非他卦以2、5爻为主也。93离之中，晋即坤卦，离之代用亦在此爻，故爻辞称难受有大的也。民仪原非其时，而以93阳得方胜，行获其利，尽收其功，虽不免于夷伤，而所伤者有欲于狩猎，如师卦田有情也。师以坤坎合，亦重阴在上，坎与离对，93上下皆阴，其象变坎，故与师类。全卦互解与屯，系自2至4为坎，自3至5为震，震坎合为解，一义上下为屯，解有开散之意，动之象也。屯有出生之意，坚之象也。坚而动，非容即田，未及重以杀伐也。93虽非师，而有聚重于田之象，则以上下皆阴，且所阴上6亦柔也。阳统于阴，刚郁于柔，则如田猎，克或多受，由出师多所俘虏也。民仪以暗昧之地所伤，求光明之方，且本离之志，故于难守。难为阳明之乡也。难守，但以所发处之难言，即航向南，不必果至南方。因南行而得光明，因田猎而获大守，皆93之利于动所战也。大守守字，亦可连下读，未守不可及，亦则守有始也，即有速也，始不可速，进必以见，此坚贞之意，民仪之所宜也。亦则守由头也，即由病也，头不可及，为率领者不可病，病则废事，或人之头脑不可病，病则坚于行，皆以民仪暗昧不易尽。其外重阴横多阻，由出师而主帅有病，或守图而头目增风，是皆不便于行，则虽有大祸之战，而难达尽尽之志，故重在贞。贞亦民仪应备之德。恒卦曰贞吉，恒不死，
则吉与真，时相承用，吉而真，自无害。如行者有守，静者有舍，则何患乎险阻哉？或曰不可及真谓一句，言不可则素自真守也。或以为不可及真谓一进而弗惧退，宜行而勿速止，故兼该之意，然非本旨。盖93以阳的时，行得志，难受既以大祸，则真守自无不疑。唯以出于暗中，发乎困境，进不可及，行不可猛，适时之宜，顺势而止。此君子之进之退，不疾不徐，从容中道者也。故战辞既言有大德，又戒无惧进，既明其一动，又命以真守，总以明夷之事，虽有93之光明，人不得被权卦兼真之训也。象曰：难受之志，乃大的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93重阳，秉阳刚之德，而为离爻，有文明之行，故爻辞称其有难受之志，而大有的也。志指93本体言，若非93，则无此志。当明夷之时，在暗蔽之中，唯93重刚得以其德用而难受，向光明之地，达成功之期也。推而言之，丁乱离之日，昏迷之际，君子方畅往无所知，而呼吁光明，在前指引，使脱离暗昧之地，进于光明之乡，则其所成必益，所获必多。如文王信托有礼之求，复邀抚越之袭，的专征伐，以尽侯国，则其成就不必呆梦经之师，即以这明德于天下。文王堪离之机，岂非欲服于放归之时乎？此即93所称难受大的者矣。虽然苟非文王，亦难服此爻之用，则以文王有其志也。文王有澄清宇内启迪光明之志，使克因比节钺之班，专征之命。德若未逮，真若未服，则徒兹以为乱，增其暗昧而已。更希望93之勋，难受之功哉。故世文特称其志，民用93者，必有人民之心，甚残去杀之念，方得行其征伐。待殿将为之功，的字不独物也，所列不仅受也。的民的国，皆此的也。诸奸诸恶，皆此受也。故爻辞称为的大守，言以我为民之上，而获其不善为民上者，故用守字，名其为尊。难受者亦一尊，此主宾之别也。一此以阳为主，以德为尊。93则以阳之盛，德之明，而略于位，此变数也。引属革命之意，亦见武王伐纣之服大命也。民夷乱世，而93则有堪乱之机。为大地虽暗，而无行独明；全国虽迷，而无智永正。此贤者济世之有道也。关于爻辞不可及真4字，犹见其成功，人在德也。德志乃集于位，若无其德，位将息保。92故无位，以德治公，故不可及真，明其重在己也。64入于左腹，或明夷之心，于出门庭。宣圣讲义，此名夷64爻辞也。64外卦之始，即坤卦64，与离93合居中爻，同于既济。凡中爻与既济同，位当位；与位既同，位不当位。
此以中爻言也。别于二五正位，各卦皆然。名以中爻当位，故皆战吉。而六四又以柔在外，本真静之德，为顺承之行。以坤出爻，变乃为正，克承前也。虽险而利于行，虽柔而明于心，虽有伤而克享乎臣。入于左腹者，以名夷自下而上，至六四即复。由艮之六四艮其身，而以柔善成刚，故称左腹。以阳先也。仁者，名夷之用所及，如光所射，始所终，皆称入。以伤至内，由使任之深入也。然六四体坤用前，入而能出，伤而有得，虽身中复，而因之惑其心。心非止物，乃心意也。盖思相情志而言，惑其心，由曰得其心死与意志，名其所谓所成也。名夷原非物，亦无心腹等体骸，而爻则称为古义。谓复心者，辟之以一身也。天下如一人，国家如一体，虽亲疏不一，远近各殊，而不可失其一。失则病矣。名夷者伤也，伤及于腹，为患以身，而反以之祸参其心，是原失成德，原忧成善也。则以名夷暗于外而明于内，果身见其心，是以昧为名，梯必见真之谓也。故六四虽入腹，而尽知其心意，辟之君臣，初以谗言不能相协，既经剖白，而见真诚，亦由文王之托求而获荣赏。于出门庭，亦与连上读，明其实也，以其的明心意，在出行之时耳。六四由内出外，而名夷全卦，以内闻名，城外柔顺，必自近至远，自内达表，方见其功。故爻辞以四字，明其不可留志也。盖六四两阴在上，虽得其心，非真能坦然相与。虽见之于一日，未必不在疑于将来。则以君非民主，朝多幸臣，亦必于邪，难与久处。唯有决然出走，萧然远隐，既度悠悠之口，乃成落落之行。此六四之战，在得九三之欢心，以伤而受禄，却虑五上之避障，因事而尽谗，故名其有成。特在于出门庭也。或为此爻既获名夷之心，可防名夷之害，何必既已出走，不思终回名夷之灾哉？不知六四之祸心，实非出于自然，乃因入腹之伤，而遂知心之怨。正如文王之托难因风，非商纣真能用贤，如唐虞之明良协洽，乃以佞臣的惠，谓之缓夹。使克至此，则一旦谗言复尽，人不免诛辱及身。思名夷之所谓名夷，而所获系入腹之伤患来，夫其能久持乎？更希望其中挽名夷之难，而反光明之徒哉？此六四之战，仅止于出门庭矣也。象曰：入于左腹，或心意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六四爻辞之意也。以名夷之入左腹，有以刃剖取腹内之物，腹中一切，皆可探得。而六四取玉，则重在一名字，以名夷为暗藏不明。今既入腹，则藏者显矣，暗者明矣。人之深藏于内者谓心意，既剖腹而视，
则心亦可见，而不明者乃明。明夷遂反于大明，由夜中之暗以日入地下，果逐日而至地下，则亦随所至而光明。其必既去，其明自存。日未尝自隐其光，则去其所谓障者，何时不大明？何得不大明乎？六四之用，重在由不明而致其明，故取入复见心未喻，非真有此事也。然如商纣之案，比干因以枯心，岂非亦有此事乎？比干贤者，既不见量于君，遂至枯心以死，忠贞之操，故谓罕有。而以一死成其人，亦何六四入复见心之象？不过亦较重在求名。枯心虽忠，就无益于君国，以民夷之主，不复有光明之时。此爻辞以出行为序，亦独赞为子之远遁，而不与比干之戕生，则所称祸心，以的案主之心意为主旨，而非自抠其心也。故曰祸民夷之心，用民夷以代案主，以民夷及暗昧。暗昧之主，其心难知。今六四尽惑知之，且使相信。是君子善于用时，常于救师之道。要非急急于禄位，亦易于利民，能毅然出行，以弃暗投明，则将来之民，不恤入复之伤，而信祸心之喜也。全卦各爻，多取商纣时事为辟，此亦有所忌讳，不能明言，故委屈出之。所称民夷，皆暗指当时朝政，读者细细体会，自能明了。宗主附注：民夷因内护正坎，而上卦坤，又以出变为正，故全卦爻辞与雷水解、雷火风有相关联处。正与巽对，为主与克，故又与风水患，亦多相类。如风卦93爻辞折其右宫，与民夷62入于左谷正相对。风94爻辞日中见斗，欲其夷主吉，亦与民夷64相关。日中见星斗未幽昧不明，即民夷也。故云欲夷主吉，言虽有商夷，而利于行，亦由民夷64或民夷之心，于出门庭，以出行占有的也。又如涣出6用整马壮吉，与民夷62此同。涣64涣有丘匪夷所思，亦与民夷64相应。民夷之入于左谷或民夷之心，与涣之匪夷所思，皆指因商夷而及心思，由行动而见意志。虽民夷不足以阻其进，虽艰险不足以挥其心，匪夷所思，即非伤损其心志之意。言夷自夷，思自思，与民夷之入复或心一异。以入复为伤，或心则为利。心助思，心之德，即思之不害。思者自我，伤者为克。64虽有入复之虑，而成得意之行，犹患64之旨，为所欲出乎意外也。后人称想入非非，为匪夷所思，亦即以卦辞虽伤不害，反成其利，出非意料所及也。实则民夷以外暗内明，主强克懦，正非一利伤害。克之所失，即主之所得；克之所伤，即我之所成。原不可视彼若此，故匪夷所思，即以夷为物，而思属己如64之入复，为伤，或心为德，亦为克，亦为我，所处的自殊也。如混之为一，则不可通矣。
凡名仪全卦皆如此例。时故暗昧，我自光明，人故颠连，心自安定，故彖辞以兼真诚其理，非始终皆伤者也。65. 箕子之名仪，立真，宣圣讲义。此名仪65爻辞也。65外卦正位，坤卦中爻，以下合离，62相应，为正而爻不当，非95可比，而以的正行柔，有类于乱世忠贞之臣，故以箕子为喻。箕子当纣之时，求匡君之师，受奴辱之苦，是其贞洁可见。爻辞称箕子之名仪，言箕子处名仪之道耳。立真本坤之德，以守贞为先，行柔为用。65正位，乃克真辞。然箕子何以不孝为子远去，而必守贞自辱者？实以爱国心深，忧时至切，内明而外难见谅，体中而用难回君，不得已，坑坑自始，谨慎温柔，以稀有补于朝廷，艰苦困顿，以其有感于君上。此以守正为重，不以为子之从权。为子审于箕先，明于未至，知纣王之不悔祸，虑大难之将复宗，见于箕子之奴，比干之死，君子不保，宵小营庭，遂决意远行，徒存宗社于外，则本64爻之用，以出行为从权也。箕子则不然，宁同死社稷，而不忍去，愿身当艰苦，而不敢避，则本65爻之用，以守正行其志也。故65辞称之，明其道在立真，兢兢业业，妄感少怠，志志兢兢，无时自习，有必苦节妇女，坚贞如一，以至于死。此立真之秉坤德，而为艰苦尽义之行，为忠臣节妇有焉。守正不疑，持节不二，至诚不习之谓也。在卦则65服之，在人则箕子至焉。盖名仪之时，此亦合乎道者。文王书而在下，故可以善身自保。箕子亲而敬君，故不得不忍至诚真。斯25两爻书其用也。象曰：箕子之真，民不可习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不可习，即不二之意。以箕子忠心亮节，既甘为奴辱而无悔，是其于至诚以不习也。名字亦可连下读，苦连上则真名。即传所谓日月之道真夫名，圣人之道真夫一。日月不改其名，圣人不失其一，亦即中也。65在中，故箕子法之，如日月之明，亘古不失；夜之暗，非日之不明，得谓之蔽也。箕子之中亦然，不以地之蔽，而异其名，日也；不以君之蔽，而异其中，箕子也。此所以称为真名，在不可习也。若连下读，则有二义：一则言明之不可习，即日之明，不可因夜而习。日虽在地下，其名未尝减一毫，物自不得见耳。可知日之光明，不可有习时。习则天地混沌，人物灭绝。人之光明亦然。君上虽不明，臣下不可习其名；时事虽不明，人道不可习其名。此箕子之守贞，为其内心光明，不可熄灭，而同于昏暗，合乎污浊也。
一则是箕子之首，真谓明臣节之不可二，即明至臣之行不可习也。箕子不习其臣，不二其节，乃臣其永贞，以服坤上六立永贞者也，亦即彖辞立坚贞之意也。上六，不明讳，初登于天，后入于地，宣圣讲义，此名仪上六爻辞也。上六全卦即位，为坤上六，众阴之地，即暗之时，故爻辞云不明讳。此句有二义，一则不明而讳，言由明入暗；先则不明，继则讳矣。讳较不明进一层，即行渐入暗之意；一则不明不讳，言明已入暗，既不明矣，亦不知其为讳。以明与讳，必由于变，变必由于明。今不得明，安能辨其讳？是则暗之以胜，更无明讳可分之意。初登二句，言由明入暗，如日之出源在天，后则入地，亦明夷之本相。明夷非无明，乃以物之弊。日之出也，天下同明，是明之时；日之入也，天下同暗，是明夷之时。上六处最高而为众阴，故有初登于天，后入于的之象。所谓出者，非始也，盖由其先之意，以日之入必自天下降，是谓降之先未出，非指日之出出也。明夷离在坤下，元已入地，而上六乃云初登于天，非谓日在天，乃指日之光影也。日之入地，其始也光，上映于天，其后渐渐没入地下。若谓日之在天，光祖下照，而非登天，故上六所称，人以光明为主，光明为明之本。日之出降，光反照于天空，天地由明，四方均照，是明夷之明。即在此刹那，而渐渐亦为暗，盖明夷离故在内，明未尝无，唯其明之极外者仅耳。上六与九三对，恰得光之反射，而有出明之象。正如日之西下，光映于云天，而转射地面；又如日虽下地，而月的日之光上升于天，以待其明。是皆上六初登于天之象。说者以为明夷全卦，日在地下，初不见光，上六何来登天之语？是不知易卦之用。上与三对，阴与阳对。明夷虽外不见日，日自在内，日既未亡，明亦永在。明之直极则谓日光，是日中也；明之映射，则谓霞辉或月华，是夜也。不问谓日谓月，谓云霞谓日夜，何莫非明？亦何莫非日之光明？明夷之日，故在地下，其明虽不得直及地面，而假于云霞者谓夕照，假于星月者谓夜光，皆明之由内外达，暗而由明，下而由灯，故上六称之。不可以日既入地，忽又出为训，更不宜以上六有此语。谓前各爻本有明，上六以后，真谓明夷。若谓上六以后方谓明夷，则果属何卦哉？自来卦例，极则反，穷则变。上六穷极，乃反变之时，故明夷至此，忽漏明光，人地下反射之余光，非日出正照之天明，故有不明讳，初登后入之语，明其为反也，变也。
如云霞之彩，月星之华而已。且以位以极，时以穷，虽有此光，而难久明。故虽有登天之初，而人或入的之象，是则终始不离于暗昧。此明夷之所以成名也。象曰：初登于天，照四国也；后入于地，实则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照四国，以上六高位，有原主四方之象，由登天以下应，故能极远。就仅在地下，则所照不过地下一面。今以登天之名，可及的上下，实不独一面矣也，则自法则也。见离卦爻辞，离日以在天位普照，人君以在位位普施。日之光明，人之德也，义也。日以入地，明以未会。义由君虽在位，德以不昭，民将息法。日之不明，人失其事；君之不德，人失其瞻。上六之辞，有慨乎是君之不明，人民之颠沛，而见天下皆清浊不变，邪正同淆，贤否莫分，中间难察，而天下大乱矣。故爻辞有不明晦语也。权卦以明之必为宜商，而归其过在失则，可见引则当时朝政，无以为民法则之为义。文王不欲直言，乃以失则二字，轻轻喻之。实则宁失则已哉？其就必败国丧身为天下笑，为后人习。在位者可不甚于。宗主复注。自遁至明夷四卦位易往复。遁与大壮往复，晋与明夷往复。合则遁大壮为四阳二阴卦，晋明夷为二阳四阴卦，亦成一大往复。以各卦所象，阴阳消长，一来一去，无不相对。遁之与明夷，晋之与大壮，又自未对，阳升阴降，皆有其度。内中互卦异同，如遁互构，大壮互绝，自相对也。以下各卦亦然，自家人至解，四卦亦成循环，而内互既未继二卦，不独家人与魁，简与解，谓往来也。亦原本数为象，一气为数，数象之成，不离夫二气。故数见之气质，象见之数质。如明夷二阳在内，而兼一阴，阳以阴蔽，不得畅其生机；阴梗于外，不得复其元气。此名夷为暗昧昏乱之象。有光不能照物，有明不能极远。幽处如囚，明行如夜。此为生机之害。人道之间，作义者，取商纣之事以辟之，非必陷于商末也。凡是道之弊，君主之昏，政令之乱，皆其象也。卦爻中明夷二字，即借喻昏暗之朝，为乱之事。明夷虽非名词，实假之称指当时者也。一词定于文王，不敢直指朝廷之师，故以明夷代之。六五箕子明夷，即名称明夷之箕子，言当商末之事，箕子处之之道耳。古文多如此，否之匪人之类，皆以人道与世道相冲，人道为主，世道为客。明夷虽暗乱，人道自有权宜变通。箕子以力争而得免明夷之害，是即人道胜天。可见君子不以时废道，不以天易人。商纣虽昏乱，唯自败其身，亡其国，终无损于箕子之道。
则力争之能避祸，而人道即于此见焉。人法地，地道力争，人亦先力争。彖此所谓力兼争者，亦指人道言也。Top 善书图书馆首页，善书目录，善书影片，善歌，道之宗旨。联络我们，查询善书简体。易经正释下经第3册家人癸简。家人卦离下巽上。宣圣讲义。周易下经次序。人道位先，首列咸衡，明人道之本，始于夫妇人伦之初，自于男女咸衡2卦，男女之交，夫妇之偶，以见家族之基。而家人1卦，则更着明家道之大，家庭之要，以见家为人类之根源，国之基础，天下之本系。如手之与臂，臂之与指，一脉相承，分司其职，不可却一。家道立，而后人道全，国以兴隆，天下以安治。此家人1卦，非仅夫妇男女之计，婚姻配偶之间所能尽。咸衡虽造其端，而未能详其节目，则以家之成，不止夫妇；家之重，不止亲属。如一国之有君主，一都之有官守，其间组合既繁，分析亦杂，非一男一女之交际配偶可比。故咸衡2卦，皆以一男一女合成，而家人则上为巽，下为离，自先天言，皆女也。岂家人仅为女哉？不过见家道之奇，必自女始耳。巽虽长女，而在外，且95居正位，是当世为阳；离故中女，而在内，又以62居正位，是成阴也。一阴一阳，一内一外，合成家人，乃见家道之正，必先有其尊；家道之奇，必先得其序。阳外阴内，尊位已明，男分女别，序列已定。此家人卦，以巽离合成，而必以9562，先明其分。阳阴外内，艮者其情，分定则不争，情和则不乱，不争则言，不乱则整。言则能肃而无私，整则能和而相得。此家人之所贵，在卦象即可明见之也。家人既明夷之后，明夷谓是道之昧，人道之伤。的与火争明，母与女不敬，乃成暗昧伤夷之象。家人则与之异，阴阳既邪，情志弥亲，内外不分，性夷易笃，盖见夫明夷之害，而反求于性情之真。审夫行止之正者愚，传曰伤于外者，必反其家。故明夷之后，受以家人。由此亦可见家人有一明夷矣。明夷爻辞，言其行之间，遇之困，如人远视异地，举目无亲；又如暗夜独行，叩门求宿，遭逢伤损，自非偶然。而家人因其既伤，则思其反；因其无亲，则念其骨肉。一则荒凉难处，一则亲热多欢，一则伤病不知，一则温情相慰。如人因在外受尽艰苦，乃决然还其旧家，以其的所谓借人情之长也。传曰家人内也，以家人与癸往来，癸为外，家人为内，内则亲，外则疏。各卦宋为不亲，履为寡亲，皆与家人相反。
宋以天水为刑，父子不亲，是谓家人之变。履为火山相聚，男女不协，是谓家人之敌。为家人二女同居，至行可洽，风自火出，气味不争，与火风鼎又异，鼎以火在上，烽火交山，乃成燃烧之象，故名鼎。家人则风能散火，火在内而风在外，是风有火，故曰自火出，名其源同体也。二女亦长宜幼，常虑于外，幼安于内，彼之家人。长者主持外事，幼者进宫内职，又如男女。男子奔驰诸业，女子尽持家务，此阴阳协谐，尊卑严肃，内外划一，上下安和之象，故名家人。以二卦克调谐，如父子夫妇，一家拥睦，而无乖违。观卦爻之配合，即可知家人道得正，而行有方矣。盖卦如既济，上下正位，而阳能虑阴，刚柔相当，而升降有度也。读者系易卦象，当可名圣人命名士交之为一焉。家人卦，四阳二阴爻，而二五正位，恰符刚柔之德。上巽下离，八卦原位，巽四离二，本卦本爻，正体正用，更兼和谐之情。盖阳卦多阴，阴卦多阳，巽离皆阴，而以主位为贵，主位所在，及其正用所见，上下之位既当，阴阳之用亦明，故卦名家人，以其克正而和也。正则不乱，和则不争，争乱既亡，家道已正。虽卦为二女，而内外自别，刚柔一疏，以中爻言9364，恰同于既济，水火相协，情志不违，男女既和，生育乃大，故家人一卦，有如父子夫妇兄弟，各得其分，而亲近和乐。家门之内，庸庸穆穆，朝夕之间，心心仪仪，尊卑分明，礼仪以肃，上下亲爱，情感以齐，此其家之本，为圣人治世之先也。卦内互未济，则明是家人之变，所当御之。正如天水讼，父子不亲而臣相害，不和则争，不正则乱，争乱既起，家道虚沦。此谓既之象隐喻卦中也。夫平始不讼，公始不怨，不讼者亲，不怨者敬。家人以正与和，乃克公平也。一家之中，贤否不一，壮弱不同，非公正不克其之，非和平不克己之。故家有常，户有尊，谓以至于公正，其余和平，使不贤者以贤，弱者以壮，生成长育，共达于道，则加入九五正位之象也。外有良人以主其家，内有良妇以助于礼。刚柔克配，男女克协，父生之，母育之，亲恩所加，子孙孝友，此则家人六二正位之象也。故家人异于他卦，他卦主宾一方，内外殊用，而家人则内外合德，主宾一体，由夫之与妇，妇之与母，休戚与共，忧乐不分，而后成家人之象，而后见家人之道，而后明家人之行。卦义而刚柔和，爻义而情志协，传称为内，名权卦之用。
皆属家内也。家人以训长女当男，亦谓治卦者为义。否则悉不以三阳卦主外。如咸恒损益既继位继之类乎？盖一男一女，虽似夫妻，却非亲属。如咸恒故娶夫妇未育，而非家人。至损益继位继等卦，更不得与家人比，则以义道刚柔相匹，先天异于后天。所谓男女皆先天也，而先天原无眷属可言。虽称干为大父，坤为大母，不过是生成之本，名生化之源，不得是如家人也。家人之名，出自后天，后天则以变矣。阴阳以和，卦爻以疏。前之男者，今变为阴；前之女者，今变为阳。故各卦所谓男女，均是其上下及爻位未变也。大过亦一女，而爻辞则有老夫少妻、老妇少夫之称，即以在内在外，阴阳既分，刚柔各一耳。家人卦取长女处外，为男正位，则不独以上下变，且以五二两爻言也。九五者乾本位，六二者坤本位，本位既正，男女自明，故不得以训有女视作阴卦也。又家人之道，首重乎情，情之所钟，莫如女子情之所专，莫如年长之妇女，以其上事翁姑，中对良人，下辅子女，无一不本于至情，见其天性。此训在外当难，亦欲有生一焉。审一家之中，最宜柔顺，柔则能和，顺则能静，和且静矣。上下同怀，内外咸服，则以女为男。原重在坤德，明家道之本，必先母交，而家人之间，必先妇道。女子如是，男子亦然。此其家有别于他事也。故彖辞以立女真三字，明是全卦之旨，亦即明指家道之基。读者勿留意焉。宗主附注：家人在民夷之后，传曰伤于外者必反其家，故受之以家人。此乃本亲亲之宜。明东方文化，立本于家庭，由家而国而天下，自近及远，自亲及疏，不得逾越。大学所谓厚薄，必是亲疏远近，不外亲亲为兴民之基，明德之计耳。民夷者商也，商必以疏远，若亲近，则和睦之不暇，安有伤害之余？唯其有伤，必以其不相视，乃嫉妒，乃猜疑，终至于杀害争斗。此伤之见于非亲近也。人之安也，恒乐于外交，及其为也，则怀其骨肉。此性情之正，非有所谓也。故伤于外，必反其家。一则亲亲之仪可视，二则休妻之情可同，不必与人争仇也。即病疫之亲，亲谍之祸，果以伤矣。为家人之可依，若路人则不足托。虽恻隐之心人所同居，而扶持之任为亲近事宜。纵在平时，有不能和谐，一遇急难，终必相关联。不独人情之常，亦依法令所定。故家必有常，姓必有宗，族必有老。为以律导子弟，抚循流亡，使宁其家，无害于众，则家族制度，实为最良之风俗，最善之规由。圣人审夫人情，准诸信道，创建家道，
以安人类。关于一家人一卦，则可见其一生之远矣。又曰家人以离巽合成，与火风鼎位同体，而义上下，皆似阳二阴爻。鼎之风在火下，故象燃烧；家人火在风下，有同炙热。燃烧如鼎熟物之欲，炙热如人情亲之欲，非限于二者也。家人以二女相契，恰异于魁，魁则相违，家人则相近。盖以长先幼，为道之平；以卑家尊，为德之乖。平则和，乖则怨。魁之所至，不独疏远，且积怨尤。二女虽同居，而性情各别，故在家人为亲爱，为安和；在魁为背利，为分隔。其所异只在上下内外地位殊耳。传以家人为内，魁为外。内外不独指所居之名，亦兼该所向之用。以地位言，则为内外；以行动言，则为出纳，或远近也。魁由二人背驰，越趋越远；家人则二人对面，越接越亲。此二卦之所异也。离有分离与复离二义。家人取其相复，魁则成为相离。以离在外在上，其性自生腾远物，其德自发散飞扬，故象日与火。而火犹未类似，火性炎上，其烧燎原，在内在下，则用者于物，而使之同热以聚化；在外在上，则行逐于空，而终将飞腾以分散。况又与风合者如家人乎？风在火下，更促其分扬；风在火上，可益之团聚。此二卦之情，大不同也。然风能助火，乃天性也。火之初，赖风以燃；火之际，反与风相侮。巽为风，又为木，皆善进火，为德的使臣相助。苟失事则转相仇，此用风火所当之也。家人，立女贞，宣圣讲义。此家人全卦彖辞也。乾坤四德，家人以立贞为本，为人道所先，地道所重也。立女贞者，亦如坤卦立牝马之贞，民众在女子能真正不失所守也。家人卦象9562，内外正位，而以上卦巽亦为女，是由全卦言，为阳外阴内，各得其正。若分言之，则内外皆以女的正位，内离62故为主位，且属坤之正位；外巽主位，则在64，而95系丙干之正位。长女代父以履前位，在巽故不当；而在家人，则转位移，以其刚柔相当，男女痛正。巽虽近于铁，却发于父子之亲，游离之成坤，同源于母女之爱，则95正位，乃巽克继严父之志，带领一家之主，亦与本位的正相等。本道之体柔用刚，处阴达阳，顺以治之，宜其为利矣。利极于物，贞见于身，利成夫男，贞正诸女。本天之道，事实之宜，应得之利，以见人类之功业，全是物之性情。此所以谓之利女贞也。利故推及于一切，而其出则出于女贞。女之能贞，家道乃正。贞者正而固也。在家以女贞成其利，对外以女贞推其利。秉坤顺承之美德，克成全干之代用者也。
干卦曰：干时能以美丽利天下，由佳人之利女贞，即可见利之所至，天下无不赖之，不独一人之利，一家之利矣也。夫利女贞，卦之代用，而佳人者，人类之始基。人莫不有家，莫不生于家，育于家，及家为国，及人为家。是家介乎一人与全国之间，而为人民生成繁殖之所。无人故无家，而无家亦无由繁滋其人。无人故无国，而无家亦无由培育其国。国之本在家，人之本亦在家。此家之成，必始于女贞也。女贞者，一则妇女为治家之主，门内之事，皆所主持；一则妇女为生育之源，子孙繁衍，皆系焉。不独上士舅姑，中乡良人，下妇儿女，须赖之也，则立女贞三字，由其尽细言，则为家庭生成发育之本；由其远大者言，则为全国兴强光大之源，且为人类繁滋栽植之基。女而勿贞，家固不齐，国亦不振，人类亦将不克发黄流衍至于无穷。此可见女贞之利，莫大矣哉！女贞不独指女子守贞言，贞以正位有守，持节能固位先，在卦25正位，是有守也；内外协和，是能久也。佳人夫妇为本，夫妇之道，在于恒久。恒卦喻夫妇之德，而佳人更推之及其他亲属之行。女子为一家之本，先正其身，再正其家，上下皆正。家道以齐，其义正也。其家即正家之义。男正于外，女正于内，长正于上，右正于下，主正于前，仆正于后，则举家无不正矣。一国之重，先正其上；一家之内，先正诸女。是家与国之义。为国令必严，家正必和，严则能定，和则能静。一家大小亲疏，或有不齐，而贵亲近，重情信则义也。重情则无所汉格，重信则无所乖违。如夫妻，如父子，如主仆，如尊卑，亦以亲慕爱怜为先，则无垢碎之身，无薄息之举，则皆从容中道，完冕有容，莫不发夫女贞者也。女子之性，柔而顺，约而慎，温而静，宽而任，心广而志定，神清而气静，此天生优于男子之性也。果本是性，行是行，得之不悖，言之有信，容之可亲，情之意静，则家人皆化于其下，无一嚣张浮暴者矣。此之谓女贞，此之谓正。家人以之成立，人道以之致用，家以齐矣，民以良，国以治，天下以平。岂非女贞之功哉？故立女贞，不独指女子节操，而女子节操，自包括在内。未有不贞节而能正者，未有失其正而能和悦其上下者，未有己之不正而能令其儿孙善其家人者。故女贞之义，为家道之本。女子有守，则男子不能犯；女子克正，则上下不能乖离。女子有其贞节，则子孙必贤孝以成令民。女子能尽其尊长，爱其幼小，视其良人，和其同类，
都其同仆，而无见言者，其真已可见矣。昔必精精于节烈，方谓之真哉。辟之忠臣不必以死节，孝子不必以训亲，而其功业之崇，言行之美，自足昭垂于世。是即所谓真，是即所谓正。盖能率众而服人者，未有不真正也。家人之女真即此意耳。宗主父注：家人以二女同居，情感意洽，为亲亲之本，轻重情性，与尊重道义有别，故在家必以和爱为先，在外必以信义为重。是父母先养志，不真理；是君上先守职，不随和，此其略也。故曰：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。亲则无恶，义则无私。家人虽有严君，就与主上有别。孟子所谓父子不择善，择善则离，离则不祥莫大焉。古人异子而交，恐伤亲亲之情也。家人挂取离在内，正此旨。离外则离，离内则利。魁以离居对上，遂成分持之用。家人以离居训下，乃见和睦之情。此传称内外之所由来。离本不亲，在内则不亲者亦亲；离本难尽，在内则不敬者亦敬。如男之娶妇，初非亲近者，而既和敬，则成一家人，以其来归我也。内自即何有收纳之意？外人来归，我收纳之，非亲者亲矣，不敬者敬矣。故立女子从一而终，一与之齐，终身不改，故谓之妻。夫妻既配，情性既协，设有乖为15人道。故离婚未逆，为人伦之变，为其意近未远，反亲未疏，恩仇既疏，爱憎亦别。此人道之害，不独家之不幸也，而莫视恶俗，则不以为怪。伦常之废，实自此始。彼禽兽之见，由之守贞，而人反二三其德，将何以称三才之一哉？故亦教守重家人。彖辞曰：立女贞，明女贞之立，即家人之本源，亦人类之基础。女而不贞，何言家道？何言人道？道者义而已矣。分持旁物，焉得谓之道？此是乱之所以极也，是节之所以甚也歟。又曰：家人立女贞，夫子以民皆其义。儿女之贞否，实观民族之强弱，国家之治乱，人类之繁衰，非独一家一姓之兴替成败矣也。在义贞与淫反，不贞即淫，淫为乱之源。未有淫而不乱者，淫为弱之基；未有淫而不颓废者，淫为杀之因；未有淫而不争构相残害者，盖天道一阴一阳，必得其正。真者正也，淫则为邪；一雌一雄，必得其痞。真者以道合，淫则任情欲而乱其配偶。一男一女，必得其故真者，以节自固。淫则失其所守，而肆无忌惮，以败其操，毁其性，终害于身家，祸及儿孙。此真淫之当责，而女子之贵贞，乃天地不义者也。家人以情和，情之所训，最易为淫。故彖辞特以一贞自正之。情莫甚于女子，任情者多犯淫，而淫之成多由于妇女。此彖辞以女贞一语纠之也。
夫人生不离乎男女之爱慕，此天道自然，万物皆同，谓欲广其种，欲其后也。禽兽草木，上之耦合，而况人乎？男女合，则生育以资；雌雄配，则胎卵以化。不外遂其天性，发于至情，以达夫生生不息之旨。然不得不有所限焉。情者生之苗，亦死之种。得其正则生，逐于邪则死。故圣人制作礼仪，定为伦纪，无非见于先民之师，戒于受欲之害。曰情以救于性，节欲以保其身。此真德之利，实人道之所本也。人道先立真，利诱在后，真不失，人道不亡。真故兼男女，女真不失，家道不废。此女真为家人之所重，亦人道之所先也。彖曰：家人，女正位乎内，男正位乎外。男女正，天地之大义也。家人有言君焉，父母之谓也。父父子子，兄兄弟弟，夫夫妇妇而家道正，正家而天下定矣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彖辞之意，名家人之用也。家人以卦象外阳内阴，9562，内外阴阳，恰夫乾坤正位，故曰女正位乎内，男正位乎外。此二语，明是全卦得用，系由9562两爻的位而来。干道成男，坤道成女，乾坤既定，男女须正。虽卦位巽离，而正位伏于乾坤，故称男女。不复以长中女分别言，男主外，女主内，乃人道大则，即家道大端。今男女皆得未成时，皆得的适用，使以同于道，恰夫时，合于天，宜乎礼数矣。故既视之曰男女正，天地之大义也。义者宜也，宜于时，宜于位，宜于道，宜于德，无不宜。谓之大义，义大义之所称也。大义云者，天地阴阳，人之男女，皆以义定其次。天尊的卑，阴内阳外，此天地之次也。男尊女卑，男外女内，此人之次也。其尊卑，非分也，乃序也；内外非名也，乃是也。序者如第一、第二，事者如出纳，乃统体用言。不可视尊卑为悬隔，内外为距离，故相得成用，相交成器，无贵贱之殊，远近之别也。故曰大义。言以示各成其利也。传曰利者，义之和也。又曰利以合义，此是利即是义。可见义即利，大义即大利。大利者，无不利也，彼此贤利故耳。而后人往往以义利一词，今焉辨其所指，是妄义之是利也。夫大义故同大利，而不曰大利者，以包有德用焉。利由事物言，义由道德言，其间有广狭，无是非。如家人男女正位，在德为义，在事为利，此彖辞称利，而事文则称义也。男外女内，在事故利，在行义宜，在物故利，在道义洽，此所以称为大义也。义之自出，由于行，见于用，抵于成，出不外乎道，故曰道义焉。道之所用，人为其体，义为其用，
礼为其书，信为其卷，而服于时之四纪。故仁者主身，义者主决，礼者主分，信者主和。家人始终于情，必决之以义。情而不义，必淫而不贞。故义谓正义，不正则非义也。而天地人物皆痛之。天地有交泰有离否？为求其止于正义而不淫也。人物仿之，义不可过。情欲使人过，义乃治之中和。故大小过，偏而不中，诚而不和，为中孚的中和焉。中庸曰至中和。天地谓焉，万物欲焉。谓其能曰情趣欲，喜怒哀乐，发皆中节耳。中节者，正义也。真也，节与真相连，与义相接。女节曰真，男节曰义，二者义也，外内之间耳。艮卦曰：天地大义，人中始。此义是大义之解，以艮为止，止于其位，即真也。守而不失，即义也。故正自从义止。大学曰：知止而后有定，皆明大义之用。所谓君止于二一节，无非大义之分事。有止使不逾其分，能止使不失其节。故艮卦谓天地大义，人之中始。与此处天地大义，由男女正而明，互相表里。天地大义，人依尊之，而始终不渝。即男女正位，家道以齐，人伦以见之义。人伦耳。自义律事来，不外有所指耳。伦，类也，各归其类，各守其分，各保其真，则天下已定。其本原则男正位乎外，女正位乎内而已。内外不淆，刚柔以协，男女不乱，阴阳分调，此通天之道。亦乾坤正位之道也。乾坤正位，天地不分，上下有常，生化有序，则万物寓矣。故家人卦以二五正位，见天地大义焉。天地大义，为造化之宗，夫妇大伦，为生育之本，不得失也。而狂妄者，灭世之于盟者，罔视之，任情自欲，自毁其伦，作奸蹈淫，自挥其手，内外不正，阴阳不调，则祸乱作矣。此大节之成，实由大义之不明也。家人卦故以家言，而其治矣。上合天地之序，下治天下之安，其所观其浅显哉？读者于此，要当三父思语。家人有言君焉，父母之谓也。以九五爻为前位，卦则巽卦，阴卦阳爻，是拟于君也。九五君位，巽则长女，女以代父，阴以拟阳。此家人九五，有同于君，在相如是，在事亦然。家以父母为主，由国之有君，君主国政，父母主家事，义也。故曰家人有严君。严君者，谓如君之尊严，为一家大小所服从也。父母为家长，督律全家，训导上下，其分既尊，其位既正，则非君由君，为其客统家众，使之其一而不纷乱。教育子弟，
监察同仆，辅虽妻族，和睦远近，须是赖焉，称为严君，故非铁也。然父母宜活看，如家有父母以上之尊长，则以最长者称之。高曾祖父母，亦由父母也。重在职而不限于人，尊在位而不拘于系。如家之男，祖最长，即当父之职；家之女，曾祖母最尊，即当母之位。人分主内外也，不必为文字所拘，而失尊尊之意，常常之疑也。亦称父母者，由卦象言：干为天父，9午当位，坤为大母，6二当位。此2、5两爻位职位所在也。一家之内，则以男之长者行父之职，女之尊者行母之职，不限于夫妇也。关于卦以2女合成，不以一男一女配偶，正因家人亦夫妇也，故咸恒称夫妇。而家人则为2女同居，女在外，即当男位，代父职，是父母者，不过男女之常耳。祖父母亦可，曾祖父母亦可，推之伯父母、国叔父母亦可。若尊备君王及兄嫂亦的代居父母之职位。总之，家必有主，男有尊，女有常而已。所谓家主，即是当父母，即称之严君。是一人多为名，拟于父母2字，遂至父母在日。高层之尊无权，父母苟亡，兄弟之争已起，家主不定，家道难齐。此后世家族，多不克协和同居也。家人卦以父母当一家之君，明是一家政令所出。国无2主，家有2君，2人义也，未分私内外，不相争讼也。父母纪律尊严，子弟一律循在下，同仆亦进宫无为。如国君在上，臣下尽职，民人安和，往在纠纷，无敢逾越，则父父子子，兄兄弟弟，夫夫妇妇，各安其分，各守其位，同于代政。于是家道正矣。家政则推之全国，亦皆安和；推之天下，亦同平治。故曰正家而天下定矣。权节一指，在一正字。人本卦象2、5正位而来，前半节以男女正，服天地大义；后半节以家道正，治天下太平。皆本彖辞立女贞3字。而详阐其意。贞即正也，有守曰贞，有位曰正，得位而不失所守，故能称真正之德。内外皆得位自守，故能由男女之正，见家道之正。正则定矣，为正，能安和，为安和，能守其分，为守分，能不争不害以同平。故天下底定，由于一人的正，由于一家的正。正字从指从一，止于一。乌有不正者乎？大众皆止于一。乌有不定者乎？故曰之止而后有定。守于其分，则无相争；止于其位，则无相贼。贤于强弱，以安以和。上下内外，以虽以乐，亲疏远近，以信以睦，则由一家而一乡一国，推之天下靡不平定。古人言治，必自正心始，正己而后正人；言平天下，必自其家始，其家而后治国，皆一以贯之。此家人之力，不下于干之美丽利天下矣。
父父子子，夫夫妇妇者，言父正其父，子正其子，夫正其夫，妇正其妇，皆自正也。不待人之督责，不须法令之言，不凡行赏之密，不因规戒而自斥，不为鞭策而自勉，人人自珍而已，自明其位，行其德，守其节，视其情性，以和卦爻二五之德为诚实。卦德之柔静安穆，故克尊其所尊，亲其所亲，容容仪仪，同于安贞。天地大义，人之大伦，兼思绝技，争讼不闻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亲无亲以及人之亲。上下有别，男女有分，内有父助，外见夫情。尊者教训，卑者律循，近者和悦，远者熙宁。使之于身，继之家人，推于全国，贤于维新，治于天下。罔不尊亲，圣王之化，乃见其真。此家人彖辞始于女真，而及于天下大定矣。夫人生一性莫不有父母，父母之恩，人类痛之；父母之尊，天下共之。言君之称，为家齐之本；夫妇之和，为人道之基。贤恒以详及之。今更见于家人之事彖辞，足明圣人世交之谆谆。读者勿视为补世修旧之用矣耳。宗主父助世俗往往称父为严君，以其为一家之长，有尊严之分，主儿女教训也。实则严君二字出自家人卦，而所称系兼父母，并非独称父，其称严也，亦非为尊严教训，使子女有所畏惮，乃明父母为一家之主，有同于一国之君。严者俨然也，亦即威仪尊重。严指庄严，俨然君也。父故如是，母亦痛之。父主其外，母主其内，一家俱细，莫不秉承。儿女同仆，君听使令，此非君，而俨然君也。虽不能无尊严之意，庄严之情，而非以事见称，则故不义之理。盖家人重情爱，况父子母女，骨肉之亲，成婚事策，长幼不离，自多和悦之容，欢笑之貌，绝无居其尊严，令之畏惮，视之庄严。比其远辈者，审儿女出生之际，一切无知，襁褓之时，诸多恋慕，岂堪以言相责？使威加于恩乎？故亦称严君，乃明分之尊重，德之端庄而已，非为以严督其子女，勤其教训也。又非如后人分称父母为严辞也。父故不必称严，而无亦不得独称辞。盖父母之于子女恩爱痛也。母故慈父又焉得不慈？传称六顺，父慈子孝。大学称五德，为人父，止于慈，犹可证慈原父母共有之行，以其出自天性，无男女之别。虽性情暴戾，亦未有不慈于其所生儿女者。既以慈为至情，爱为至行，则所谓严者乃分也，非用也，地位也，非私与行也。人莫不有子女，子女之于父母，其一孝敬也同。孝以达慈，敬以事言，非独指一人也。言故母所同，慈亦父所有。关于家人卦事彖辞自了然矣。象曰风自火出，家人
君子以言有物，而行有恒。宣圣讲义。此是家人全卦象辞也。家人以巽在离上，为风出火外。风与火有虚有实，风虚而火实，火有形色，风则气也。火为物化，风自生也，故火之为物，非如风之由气动而成。风既无形，则其生于空，或出于外，皆自然而然。火则居于物，泥于方，其生也。假物以燃，其灭也。因物以继，火之有直，不得外物以行。物高同生，物散同出。此火在外在上，乃地位所为，非如风之能自动变化也。家人卦风在外，故称为风自火出，不得曰火入于风也。且风者轻行而易变，其生也必因寒热之推移，热则生，冷则降，气之性也。既以热生冷降，则其加于火也，亦因火之燃而后外出，以为遇火，故冷而降在下也。今与离合，而又在外，故称之为自火出。民风不自出，其出也自火。火以热蒸其在下在内之气，出散于外耳。凡义辞皆因象成义，如虚称云上于天，名云原在天下也。在下者复上，在内者复出，则用上自出字，是其所自来。一体物名用之意。风若不出于火，则火不生；如是或气，必志不通，则火不燃，以无气之动。风之山也。是巽与离合，而后成其用。若反之，离在上则未鼎，而有风不得出于外，以被火所遏也。火非能遏之，乃物遏之，故取象于鼎，名风之月，只攻火之燃而被鼎之熟物。风不能独见其用矣。家人则不然，火热于中，风散于外，一虚一实，一温一凉，乃互成其用，而见协和之情焉。又凡离在内，皆有温和调协之用，如天火同人，其名利也。天火一刚一柔，而离在干下，的生气相求之功，成亲疏相得之效，故谓同人。言善与人痛也。家人亦然。风火相交，巽以待乾，9562，恰服于道，是教同人更易协，亦和好，两柔相济，两情同运，故家人乃天性之极合，非同人以义相交者比。同人远，家人近；同人多疏，家人多亲。同人尚有猜嫌之余，家人则为具爱慕之志。此风自火出，卦名家人也。一人字，正与同人人字同用，皆本人道言，以人类为主。人生性情不异，好恶无殊，以我度人，无不相应；以此利彼，无不相符，则以身有其真。天性是也。家人虽多，无有异其天性者。同人或有难合，由于情之不齐，家人无不相亲，则以性之无二。性乃本也，情其用也。逐用则逆，率性则正。此家人以二女合居，与同人妇女同处，各有别也。至性无害，至情无猜，家人性情之至也，而取象于风与火焉。风火相助，是成温和之用也。君子二句，名人道见于家人卦象。
而则重言行要规，以见人道之本，必基于言与行之中度。言有误，则言皆实践，不甘狂妄悖谬之谦；行有恒，则行有常规，不犯轻浮诡谲之咎。对家人如是，对外亦如是。家人卦上巽而顺，下离而明。顺则正而不乖，明则大而不屈。故本卦象以立人道，推卦用以明大德，乃易教主旨。有物者，有言不虚，可见诸行事也；有恒者，有行不改，可垂诸无穷也。即言寡尤，行兵毁之意。君子人之表率，家人有言君，家之楷模，必先谨于言，慎于行，方足以信于众，事于人。言之不虚，则无诈无虞，而片语皆可法；行之不变，则有典有则，而素行皆可施。君子固为天下所望，不独一家之人，而必自其家始。家人不信，何以信于外？家人不尊，何以推于远？此言行必斥于身，立于家，而后用之国天下，无不服从矣。离文明光大之象，故言必有误，以复其德；训柔敬真木之象，故行必有恒，以成其用。且火能灭物，不及则焚身，此言有误，正谓度其弊也。风行善变，不定则飘落，此行有恒，正谓免其害也。再卦雷风恒，亦取此意，以其难恒，故视之以恒。传称夫妇之道不可不久，夫妇为家人之基，则有须于恒久，更可知矣。彖辞称立女贞，是文称正，正即贞，贞即有守，有守则不失其节，不乱其行，不杂于言，不悖于道，皆有物有恒之谓也。反此即为失守，即不正不贞，不正不贞，将奚利哉？此就家人卦言，君子二句，虽圣人是人道之旨，亦教体天道之用也。有物有恒，言行不苟，情志不移，真正自守，尽取诸身，推之家人，广及天下，无不尊亲。此亦教始终之意。所谓正家而天下定者，即由此言有物行有恒始。宗主附注。前讲风字火出四字，乃分是卦象兼全卦体用，以巽为风，风与火相山，最不易分离。今巽在外，故曰自火出。然家人与鼎为同体，鼎卦象辞，则曰木上有火，以巽为风，又为木。若在火上，则称风；在火下，则称木。风不得入火内耳，木在火下，火不能伤。若在火上，则与俱化矣。故家人称风，鼎则称木。而家人以内外言，鼎则似上下言，此亦称名有深意也。风能出于火，木则不能。木可居火下，风则不可。以风在下，则火将飞扬；木在上，则木亦灰烬，皆不得独者其用也。用出于体，体之不完，用息犹成。此风木分别称名，正谓明卦之体用，而是两者分合之情志也。故在坎震合为屯，称为云雷，不称水；在离震合为士科，称为雷电，不称火。
皆由其所合之情志明之。以雷易火，云亦水也。水不得上于空，火不得合于雷。欲其相得，必谓云与雷，故有理数可明者也。又自出二字，亦有深意。如虚称云上于天一粒也，以其地位，本在内，或在下，今亦位在外或在上，故一则称出，一则称上。既言出，则可知其源在内；既言上，则可知其源在下。此则依其本来之地位，即所生育之方耳。风木同体，则在内，其分也；云水同源，则在下，其宜也。风由气动，动则生阳；云由水蒸，蒸则腾散。此物之变，非其原体。变则未化，元则未生。生化之间，升降之意，凡物皆有，而以水火为最明。生之为水，化之为云；生之为火，化之为电。风与木一同，故卦者卦也。卦意以象众，不可逆其名，因随所宜而称之，方足以合于一辞之旨。初九，贤有家，惠王。宣圣讲义，此家人初九爻辞也。初九乃离初爻，上与巽六四阴，一阴一阳，而刚在下，有防闲之象。闲者门之限，门内有木，谓以固门户，防盗贼，因而推作防闲之用。闲有家者，以初爻为卦之始，一家之基。初九防闲在内，则家基已固，故曰有家。言自是即见家已构成，父母夫妇兄弟各有所守，不越于防，则尊卑以明，常有以序。正如衣室之内，有门户谓之谓，则凡室中器物，均可排列其整，次序井然不乱。外言不入中守自坚，则安和整饬，以服于道。此家之本也。家虽大，人虽众，苟先有其贤，以错于安定，方互相亲爱，不至于纷扰。即理所谓男女有别，常有序，是也。别者别于贤，序者序于贤。若无贤，则不别不序，而须乱矣。故家人卦要在一正字，正即有贤之谓。贤者有所指，正字从义从指，在卦更为指。门之限亦为指，谓限人出入也。限字从艮，即取私义。贤以指，则皆就于正。父慈子孝，夫和妇顺，兄友弟恭，上安下定，皆指也，皆就正也。此初九之辞，以贤有家，而战毁亡也。毁与争对，内争外毁，卦之通例。初九在内，以正自贤，始以争矣。争则无悔，王无古字通用。言能则无悔，能贤则克争矣。情之所动，恒易于悔。争则正于性，而情不过。智之所知，恒易召悔。贤则守其正，而智无邪。情不过，则亲爱出于天真而不淫；智无邪，则好恶依于人道而不乱。此毁亡亦原无所毁之意。盖初九刚在内，刚则寡欲，九本前爻，干则前替。自欲以寡欲为本，呆人以干替为先，则言无虚狂，行无偏颇，言寡尤，行寡悔，
恰夫象辞言有物行有恒之训，更惜毁哉！言行既宜，亲疏勿侮；言行不苟，上下勿疑。此家其之本，而时由于有恒，有恒方久。家道贵久，父子故终身之亲，夫妇亦必生之匹，兄弟固手足之爱，主仆亦心侣之同。为一家无大小，皆以性情所合，道义与共，欲不恒可乎？夫妇之道在恒，家人之用意在恒，恒则不变矣。家道以伦常为本，伦常即至于恒，背反者谓之变，以其乖乎恒久也。伦常之变，家道必亡，其止毁哉？此初久之贤有家，战毁亡者，时犹能恒久耳。象曰：贤有家，志未变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志指情志，以初九所志在九五，如干初九为乾隆，而志在辰九五之非龙，是其利也。不过家人初九，虽未刚在内，而隔于六二六四两阴，其志易变，为刚能自珍以就于正，本有守有贤之意，臣有物有恒之行，乃克始终如一，而数其出至焉。志未变者，正以易变而不变耳。然不变，非有所强也。志以初九克刚，不为物义，能贞，不为情动，自就于正，不甘于邪，则爻辞所谓贤有家也。贤者自贤，如范为之居系之，不以心训情，不以性逐物，性乃坚定，心乃清明，而后恒久不渝，故曰志未变。志者心之所知，能防其心，使恒其志。心苟不守，志焉能恒？故志的明初九之所期，不愿两阴之诱惑，永守其真，常保其恒，足成九五之正，并全六二之中矣。凡辞称志，皆本爻象言，出爻原无可谓，而志则可见。因善于防贤，乃抵于真正恒一。人重在贤也，贤由立木为诈，以换牛马，彼安欲而无奔驰。人贤其心，亦复如是。情亦害性，欲亦毁刚。初九在内，使克保其刚正，故爻辞许之以贤。不物外，则心亦定；不皆物，则情亦安。耳目之官，常避于外物，心居中宫，常保其情节，此为学贵格物也。家道故重在善于防贤，而身心尤重在恒毅真正。初九一爻，首皆其要，而是文以志未变为故，足见害之大。莫过于志之不定，乱之成；莫外于心之不正。志定而心正，则言行皆服道矣，更何悔哉？六二，无忧岁，在中馈，贞吉。宣圣讲义，此家人六二爻辞也。六二内卦之中，即坤正位，离以中女秉坤母之德，在后天带干父之位，而在家人，则由坤体。六二服安贞之用，处内卦之正，即彖辞所谓女正位乎内之象，上与九五相对相应，以成一阴一阳之道。男秉干而主外，女承坤而主内。此家人之严君，亦全卦之正主。六二在内，有如家之主妇，执司中馈，勤于饮食。师所称为九十事义者，即中馈之事也。
故钟桧为父职之首，虽家中事务甚繁，妇女工作甚多，推其首要，则在钟桧。此天经地义，不得视为古至而乎之也。盖一家之人，日必有膳，饥餐可饮，必有长工，男不得治之。为妇女事则，纵家中富有，仆婢众多，烹饪之劳，不必轻职，而于米薪之数，菜蔬之需，出纳所思，亦必主妇公亲稽问。况有老年长者，嗜好各殊，幼儿下人，共用自别。是翁姑必先安食性，奉夫子必速习所干，皆应由主妇专任其劳，无可旁贷，不特此也。一家生计，端赖支出有常，饮食所需，由官耗费之数，主妇必细加料理，善为分配，使供给合度，用费不虚，生活有常，上下俱悦。此钟桧一职，绝不可委之他人。家人六二特拈出之，良有一也。遂者臣也，随也，人之也。无忧岁者，言妇人主持家内，则在钟桧，不得委之他人，而享其成；亦不得听其好气，而坐观其成败。故曰无忧岁。犹无所笑气，无所猥亵，无随和其间，而失主持之权；无忽略于细，而成积习之弊，则六二爻辞，为民家人之道，主妇之职，以六字明示其大旨也。贞吉二字，明其战也。主妇不先其职，家以得其安和，人以得其保育。家道服安贞之极，更不必求之远大矣。此无忧岁三字，又含有不多求，不旁骛之意。犹曰及此已足，何必他求？遂其意至哉？一词含义颇广，是在善为推义耳。象曰：六二之极，顺以训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六二本离中爻，上与巽中爻九五音，柔能顺刚，内能顺外，由家内女能顺男，妇能顺夫，家道以齐，自战即利，巽亦顺也。而有择善而从之意，非一味随顺也。女之从男，妇之从夫，非随从也。苟有不正，将焉用从？故从与正相辅。如后世官职，品级分正从，即正父也。正谓之主，从谓之父。此从字乃从为之从，亦即不相违背耳。巽之顺也，亦如从，以正为本，顺正谓之顺。顺不正则非顺矣。顺不正谓之从逆，从逆与逆同，是顺与巽，唯有别也。巽之顺，顺夫正，若不正，不得强之顺，谓其含有则别之意，亦有选也。选自从巽，即本思止，选其可从者从之，其不可从者去之，是选也。六二之顺，以能选九五之正而从之耳。九五为外之正，六二为内之正，以正从正，斯谓能巽。巽虽重在能顺，实在善则正以顺，己亦不失其正，此谓之奇。奇者皆正也。故家贵奇，有一不正，恶能其哉？男正乎外，女正乎内，内外皆正，家思其矣。六二之极，时有女能自正，以顺夫男之正，
而成家道之齐，家齐则国治。此彖辞所谓家正而天下定之意。又顺以训句，包含内能顺外，即离能从训之意。由顺乎训耳，因离在内，推其名以达于外；训在外，明其德以昭于内。二者之邪，以成家人之用，故六二之极，实在能顺夫训，各成其正。亦即爻辞无忧遂在中馈贞吉之旨。贞者正也，忠亦正也。无忧遂者，无随和不正。在中馈者守正，不乖其职，斯称贞矣。贞于的未成时，上何不及之战哉？此事文以能顺正，明其极之由来也。易经爻辞均有韵，训字语出爻变字业，四不合韵。时前训选古通用，选语变相业耳。不独此处如是，凡训字皆含选义，以训主进退，自有选择之意。训象风，又谓柔木，风如柔木，自有邪正之分，故贵在变耳。离之名和训之变，明辨不失，行皆合道，上何不及者乎？93. 家人萧萧，毁利吉，父子熙熙，中令，宣圣讲义。此家人93爻辞也。93为中爻，系离卦93，皆训64。本前93，若众刚师中，而同济济，则阴阳相协，此爻辞即令互见也。93之用，刚主中爻，阳德方盛，盛者勿替，乃有家人萧萧之象。萧萧者，叫嚣之声，以其阳也。声之发，刚则红，柔则细，刚则壮，柔则卑。93本刚，故闻萧萧之声。然刚则易折，强则易迷。外之壮大且盛，则内必虚；前之阔远而骄，则后必懦。此气属自治，不得为也。以家人萧萧于前，而父子熙熙于后，可见过刚则反柔，过壮则易弱，原相应也。况9364，迭相成成，道既不同，情乃自异。熙熙者，嗟叹之声，由唏嘘之意，谓心存怨怼，而口发悲忧。正如男子张皇于外，不克宁家；少壮犹聘于远，不获慰藉。思妇离人，相与嗟叹之声，未必果如是也，则以爻象重刚，而成此情形耳。家人不限男子，以爻言，则指男；父子不限女人，凡妇孺皆是。妇怨其夫，而思其父，又忘其长，独怀其亲，皆父子之欲。谓以刚盛，则有萧萧之情；以柔明，则有唏唏之志。情志所异，阴阳乃殊。93阳刚为主，自宜于振奋飞扬，故虽有萧萧之声，仍不失毁利之极。若父子之唏唏，不过怨嗟之偶发，而成伤感之情思。家人贵何乐？怨则乖和，嗟则非乐，是为其家之道。诗云：怡尔世家，乐尔妻奴。今93失其一乐，故有中令之战。令者犹喜也，情之不畅，德之不协，志之不同，身之不协，则虽争故者，亦不克享其和乐，抵于正顺。此93一爻，就在众刚师中，不或合其天性，
亦毁一令，遂判然人事之不起矣。毁立二字，言93至于外，则易于毁，而能本其纲德，推前93之用以自立。此立字与前93立字一异，未行毁而致立，则不被朝干系替之训而获即战。此由家人萧萧言也。中令中字，则指本爻为离之中，离间离立二义，不立则离，以其愿接，遂起乖离之见。如能本坤卦安贞之道，则获永中之吉。93过刚，故不免中令之战。此习义者所当之也。为何能中？失中则合亦乖。此中令成于不中不合，而萧萧兮兮之声，遂相继而至矣。中爻原人道所系，人之德行足以回天，则爻辞虽如是，苟见其失而先胜焉，亦可免于毁令也。毁令相对，在彼无毁，在此无令，则家道齐，而家人皆和乐矣。象曰：家人萧萧，谓师也；父子熙熙，师家节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93本刚行刚，虽有叫嚣之声，却服刚强之性，故不谓失德。而父子为顺从之人，宜缄默自珍，言笑相慕，方服于道。反熙熙怨语，次次不休，此非家所宜，故曰失节。节由度也，家节即家规之意。妇人无非义，罪戒长舌，故有妇言之度。平居相对，既多语言，必生嫉妒；极好指摘，必招善谤。此所谓聘姬司臣，为家之所。因仇则子毁他人，因恨则怨对于外。不相构遂，则相嗟叹，皆乖于妇人之训，而致家之不齐。故熙熙不特怨嗟，亦含咒举；不特善结，亦褒戏谑。发于其口，有若轻乎，入于人耳，则观重大。此甚言寡尤，不独君子所贵，而多言赵祸，实为家人所戒也。然父子熙熙，类由于家长之失德，在上者漫无忌惮，不负公平，则退有后言，暗中诽谤，甚至争讼不已，纠纷亦多，毁节相加，犹未非礼。是闻名止为失节，盖其害不止于父子也。家人萧萧，已非宁静门庭；父子熙熙，更成悖逆情事。善为家者，知其不和，先修其身，既无萧萧之先家，自免熙熙之既至。此夫妻相敬如宾，家门严肃若朝廷，皆习人其家之可法者，自来复如意境难暇。苟不如愿，愿度随身。家人93，特指其过，以教后人，良有益也。盖93处中爻，主人道，人事之始，言行事之，谨其立言，慎而出语，修身之本，其家之基。果本刚以治愈，民以辩惑，则成其德；若是刚以毁众，民以苛察，则离其害。是在人之善则耳。93本离一爻，而为前93之体，系亦前离爻辞之意，自得其修其之道矣。64父家，大吉。宣圣讲义，此家人64爻辞也。64外卦之始，即巽卦之64，与下93，一刚一柔，
谓中爻伏于既济，在权卦中互为济，而中爻则类既济，是家人卦立在中爻也。虽62956内外之正位，如一家之尊亲，而9364合中爻之德用，如一家之厚积，盖家人必有其财富，以供其生育；父兄创业以开其源，子弟守成以育其后。而贵在有主计者，调度出入，机会盈余，使财无虚弥，用有余裕，而后家业日厚，家计日忧，此则在主父也。钟馈之事，关乎养生；桑麻之功，系诸服用。此故妇女之职，而节用以慎其所费，后储以积其所盈，亦为妇女之常，有非男子所管。故家人6·4有妇家之语也。6·4柔以从刚，内以约外，则男子事业所入，家人辛劳所获，必复处于内，富裕其家。此6·4以阴爻而有妇家之战也，亦以阳处阴为妇，如大小处是也。6·4为93所处，而上皆95，内应6·2，居中域外，物乃聚之，物聚为父，用当为财。此6·4之父，以合于正道，而占大吉矣。象曰：父家大吉，顺在位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6·4为柔，而善于顺从，顺95正位而居中，和6·2正位而阴刚，故曰顺在位。顺从正位，以主持中爻，全卦皆从，以合大众。此物所由居，家所由父也。6·4重阴，有妇女之象，妇人是夫而能富其家，其大吉可见。在位又含守分之意，守分以持家人，莫不和睦，家道亦肥，家财自愈，不必自己求之也。故重在顺，顺则无逆，顺正则无盈。此妇家不仅财物也，家人以妇女为主，故男子娶妇曰成家，女子嫁夫曰有家。此妇家，实指妇女之善相夫助子，以育其用耳。6·4虽非正位，而在中爻，正以善处于内外之间，上下之际，妇女有三从之意。思不以正位而能顺正，以富其家也。在位有二义，一则指2·5之正位，一则指己所在之中位。顺2·5正位，位本柔以从刚；顺所在中位，位用柔以谐刚，皆6·4所宜，故有富家大吉之战也。95王甲有家，戊戌吉。宣圣讲义，此家人95爻辞也。95外卦正位，即巽中爻，而本干95之德，故称王，名其位也。甲者由志也，包含喜与之意，故与格同，言由此至彼，或有所与也。王甲有家，以王者自身作则，是名有家，而导大众同乐其家也。然用甲字，乃欲有孝子习类习字之意。名言王为天下之王，上有家，则以下者自效法同其家也。王虽勤于国政，而不忘其家之道，则天下之民莫不以其家为重。是天下之人有家，不斥王所习也。王若不念其家，将何以召人其家哉？此与大学所谓自天子至于庶人，一是以亲亲为本一义。尧帝圣人而书称克明俊德，
以清九族。九族祭牧，平章百姓，其众亲亲之道，族见不忘其家也。亲亲由家人推至九族，皆家人卦所致。而九五则自王始之，王甲有家，天下莫不同化，则大学亲亲之教，推而至于兴民，与尚书倾慕九族之德，推而至于平章百姓，同是义理。为家人必自亲亲始，人民必自家族始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，吾幼以及人之幼，则家齐而国治，而天下平矣。此家人卦，虽观亲亲，而九五爻辞，直贯平天下，是家道与治道不殊，而其家与治平不二，在于人之善推而已。然王者天下之主，故不得忘其家，亦不可思其家，而后成平治之政。爻辞以戊戌二字，名其为王有一夫众也。戊戌者，物处于情，而甚相怜惜也。骨肉之爱，天性也，而不得私以害公。儿女之情，人情也，而不得情以害义。此王甲有家而戊戌也。如大禹之治水，三过家门而不入，不恤爱子呱呱之情，而忘天下滔滔之苦。可见九五之所重，在世人以必有家，而勿因家以废其事；在亡故分明恩义，其家人亦剖析公私；在上故照平有方，而其下亦感化无益。此由师称文王后妃，化行南国，以开有周之治。行虽始于家人，而得昭于天下。故大学明德，必自亲亲；尚书慕九族，必本明俊德也。既由其家之道，孝乃至于平治，亲亲之情，德乃明于天下，则其为吉，可以知矣。故爻辞称其战吉。象曰：王甲有家，交相爱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九五与六二，一内一外，一阴一阳，正如夫与妇，君与后，情志既协，德用乃服，自然成其家道，而发于相爱悦也。夫妻正位，主持内外，而后加以齐，故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妇。亦下经以人道为重，守咸衡二卦，即明男女相爱慕，而夫妇相和乐，以立人道之本，以开家道之基。其为只以见二卦讲义。家人彖辞，一生及之。九五爻为外卦之主，一权卦之尊，正如一家之长，一国之君，外主其政，必内得其助。男事于远大，必女情于所系，而必有相爱之情，相得之志，情志两合，家道乃成。推之事业，无不发黄；推之政治，无不美备。此王甲有家，实本于内外交相爱也。交自兼六二言，以九五爱六二，六二亦爱九五。发于至性，见于至情，本天地应运之功，达乾坤生育之德。九五固干之正，六二亦坤之王。父母既息，子女必昌；化育既宏，生辰必大。此爻辞战吉，而称王甲也。且九五六二，天生佳偶，毫无牵强，刚柔两济，道德贤齐。此生化大圆，天地妙用，不假做作，则不怠经营，不赖谦居，
则不劳思虑。传所谓天下何思何虑，亦本自然而已。既无思虑，自免猜嫌；既任自然，自真化境。此爻辞务序二字，正以其不必忧廉也。性之至者，无灼销之痕；情之至者，无牵强之机。九五务序，实以其交相爱，而自成家也。凡用假字，有假设之意，以其由此推比，可无限量，不必拘于痕迹。此亡而有家，谓人道之先也。人道者，做人之本。谓有人道不立，而见其至道者，书曰：无党无偏，王道平平。又曰：王道本乎人情。九五爻辞，即王道之见，而必始于交爱也。男女交爱，人情也；阴阳交爱，天道也。天人皆以爱成德，则万物滋生，子孙滋育，生育不绝。人道亦明，家道亦大，而天下同平治矣。夫其有所序哉？天地且不能无爱，而况人乎？而况物乎？唯在其正而已。9562有其正位，故爱不害德，情不悖性也。独异者，要明95之爱，方足以求夫妇之和，家人之乐，否则所忧多矣。务序云乎哉？此爻辞战吉，不外本彖辞一正自来。正则吉，不正则否；正则爱，不正则淫。苟淫也，不及也。上何众道可言？95名言有家，实以其的正而克战吉耳。宗主附注：95爻以交相爱而成其德，原非指男一面。9562正相匹，男爱女，妻敬夫。本恩义以成人伦，由性情以明人道。推之则为天地育万物，何非自此爱自发源？爱出于心，而止于理，故不滥不淫。孟子所谓太妄爱，绝非是也。太妄为周之新君，因勋欲之亲逼，而迁地以避之，不以战争苦其民，不使兵险伤其物，此其爱民物。何非推爱绝非之心？民亦有家，物亦有匹。我爱吾履，人岂无爱乎？诗云：虑兮水虎，至于其下，原乃将女。欲来须自，虽歌颂太妄，笃爱其非，不忍距离，而实赞叹其重视民命，不忍轻弃，虑之远去，以求乐土。硕属诗所谓是将去汝，是彼乐土。乐土乐土，原得我所。此太妄之心，仁慈极重，而其家有道，足以化民成俗。民无不爱其配，乐其家，以远离愁苦之境，死伤之惨，则太王所谓以弃乎家人。95王甲有家之训，而真能推其交爱之德，成其未遇之功者欤？夫人心同，而善恶异者，情之发有终结否耳？情不悖性，则谓之和；中和之至，谓欲以见。不外乎本其天性而已。天性不绝恩情，圣人不废伦理。君子之道，造端夫妇，正为由其情爱，以见其性真。家人95特皆宜爱字，岂同儿女私情永永而已者哉？无非欲推其爱，成人成物，以达于中和未遇之欲耳。故爻辞以王事其旨。王虽本爻位之象，时间得用言。
如桀纣忧厉，故意妄也。而其爱止于淫邪，其害且加于天下。斯则不克称95之德用，而无以其家，家之不齐，而望其平治天下乎？盖内无良配，不能称交爱之道；外无明王，不能推交爱之功。唯95与62，内外通正，性情以和，乃自得之。此可见太望文王之至德，实有其家偶共成之也。爱宁可轻易用耶？上九，有福威儒。中集，宣圣讲义。此家人上九爻辞也。上九居卦之中，乃巽之上爻。本刚履柔，由外反内，在权卦之上，而当烽火之交。其德昭如，其领俨然，故有威儒之称。而以刚与柔谐，下为黎明，顺与明阴，故有福言。其德用能服于下也。在他卦上爻多穷，以急则易变，用不能久。今则以刚履柔，以高就下，本乎轻轻之宜，发于性情之正。不自矜骄傲慢，则在下者敬而爱之，尊而顺之，以和以安，克民克允。故曰有福威儒。有福则非必服，而以其行可服；威儒则非国威，而以其德可畏。皆自上先敕其身，促成其道，乃达斯用也。夫本中服，实即和也。言其欲下能正，治家不谦，则性与众邪，志与物邪，此何也？不为于训道，不立乎人情，非侠逆之亲，偏私为好也。威儒如字，言其若威而不言，人畏而无怨，自约其行，自成其德，威仪地地，光明可择，持正不阿，律公以直，守位不逾，欲务以时，忠恕无为，纪方且直，温公有容，有度不失，此谓之威。而非察察为民，暴力为能，偏激浮夸，杠莽不循，拒人千里，夷夷有声，则群下望之而鼓励，备之而怨怼，虽似有威，实非可畏。此在外尚不疑，况家门以内乎？故爻辞以义如字，明其恩胜于法，情协于性，德纪昭昭，行义至正，不思其爱，不逆其境，功成待人，温厚处物，自然生威，非官报恶，自始可畏，非因克毒，为其先能修己，乃能正人，反身而成，乃善其亲，正大光明，顺乎天伦，和乐其整，怡然至情。此上九之德用，贵在能反身也。象曰：威儒之极，反身之谓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上九位重分尊，使在下者怀德畏威，和乐无私，故战终极。终极者，一则上九处极地，位权卦之中，而获极战；一则上位领全家之众，而协勇极也。盖极而终，不为始也。既昭其德，复不其威，于人者，故以始终如一；于天者，亦先后同备其责。此故家人之福，众幸子孙共之，则后世犹备其责，不独一时之极矣也。故是闻指其极之由来，时上九之能反身，而自成其德也。反身者，
亦以上九位以高的以进，欲进不得势，必反而就下。如一国之主，必辅以临民，己之所成，必成人成物，身之所善，必兼盖天下。一家之常亦然。其在位重分尊之时，自未得立业成之日，必反而自问：果能有威可畏，有仪可象乎？果能以身作则，教诲世古乎？果能以谋彦义，光大门庭乎？果能垂训后人，克神祖武乎？此皆长者之所深思，亦即上九威儒之极所由邪也。故反身有二义：一则反己，自昭明德，以齐其家；一则反故，以绝孙谋，以御其后。皆不外乎上九之位，推家长之道，而克成家人之德用也。以卦属巽顺，巽未风，风行草偃，夏与离合，巽立教化，离主光明。家教既施，文明未起，祖则继配，子姓昌藩，是所谓其家。不独其一时一世而已，必能大其家族，光其门闾，使世世子孙皆含如贤孝之风，化于和安之欲，而同其业。故家人上九一爻，直下贯出九，始终不二，本末从同，而反身之行，亦自尊长之逮卑幼，无异能外。此爻辞称为有福威儒中极也。全卦大用，至此乃终。终而复始，总不失一正字。正己以正人，正家以正国。时自上九反身治之，反身以就于正，则无不正矣。此为家长者所当取法也。宗主附注：家人与同人二卦，皆有人字。家人谓亲亲，同人谓爱重，虽异而有相类之处。家人谓巽离合，同人谓乾离合。亦即长女与中女，亦则大父与中女，而在后天离代干居正位，巽与干皆于位，且恰相对，是由后天方位言。干巽只有阴阳之殊，而非父女之比。以卦外阳内阴言，则干巽皆在离上，皆属阳卦，不独非男女之别，亦一同秉阳刚之用。是家人同人，原无大差也。然同人谓对外，重在推交友之道，故重义；家人谓对内，重在续骨肉之亲，故重情。此同人乃秉父女之分言，自有尊卑之辨；家人则有姐妹之序列，为敦和好之行。盖家人本诸夫妇之偶，推于父子之伦，兄弟之序，皆亲亲也。而由外及内，由疏成亲。同人则反是，以己推之于人，以近推之于远。是由亲及疏，由内达外，此不同也。而君子于以见其家与爱群之道焉。家人重在其家，使隔不出一姓；同人重在爱群，本末达于无。隐。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者，即自家人而推至同人也。同人故非家人之亲，苟溯其源，何非同出名褒物语？其性然也。此同人之用，原与家人相连。读者果合二卦详参之，则可见古人是交之为义矣。又曰金风乍生，万物同肃，则天地丘令之见也。丘主肃杀，在德未行，物老于丘，故皆成熟。
此一年之中，当以秋未最当有之后，亦卦大有及其象也。大有者，即万物皆丰收之时，史称丰年为大有，即此意也。大有上离下干，为火上于天，火为生物之源，故物之生长必生于春，育于夏，成于秋。此阳德之所施布也。秋成夏数，阳气渐衰，功成身退，物亦同老。此物熟必在秋，唯麦熟于初夏，则以的气较早，而人皆称4月为麦秋，名其成熟亦由他物之当秋也。大有离在前上，家人则离在巽下，同一离火，而上下疏，交合异，故由离言则同，由上下交合言则别。然家人上九，与大有6、5爻辞，皆有微如之极具，则以其同丙离火之德，而成光明之用。微如者，如火之炎，如日之照，光热可畏，明辉可爱之谓也。故大有因之而富厚，家人因之而堂皇，莫非以阳德之师，见干元大生之道耳。家人因离在下，故站在上九，而大有则以离之本位，故站在6、5。此其实位不同，生成异用也。家人6、4称富家大吉，人不为大有之止。富自即大有，有而至于大，非富而合。以6、4介于9、3、9、5之中，合成离卦之象，正与大有6、5同，故皆一富字，名其为离德之所布，阳气之所成。合月为阳，乖贞为阴，一阴善成两阳，乃克达后天离火之用。系亦各卦辞义自能明也。又曰家人之下为魁，魁于外而通于中，与家人相应。家人由外反内，魁则由内至外，一往一来，互成其用。故家人卦巽离，二女同居，其情相洽；而魁离对，二女同处，其志相违。二者志用不同，在家人如亲戚相投，猜嫌易去；在魁如柴履相度，嫌隙时深。合哉，则以离一卦在内外之别也。在外则有反光相应，而亦失其名；在内则成寒温以虚，而恒得其欲。光明不久，则如明夷而暗昧亦甚；温郁有时，则如同人而情感亦服。此离在外在内，其用大异，其德迥殊也。家人离在内，外与巽合，巽顺离明，寒和遇得，如时之春，万物同常。而魁以离居对上，炎上润下，远逐分驰，如时之秋，万物同谢。此天地生化之意趣也。然生必有化，春必有秋，通塞相应，荣枯相对。此家人与魁，各有其用，互者其功，不得相失。如人内有世家以乐其天伦，外必有交游，以广其事业，亦不得偏废也。家人虽近，而谷内恒多怨尤；外人虽疏，而有朋益意气和。此体用正变之间，不得执一而论。通因塞用，近易远程，好与恶并，疏邪倾斜，在人事故不免。及天道，亦可参。如春夏繁荣而麦熟，秋冬冷落而菊开。气之所流，物见其象；数之所至，实者其真。此易卦必合正变，而后尽其旨去也。家人与魁，
中户继位继二卦，吉足明正其变。苟细推爻象，何知此意？自能豁然贯通，此独亦所当知者。魁卦对下离上，宣圣讲义。魁卦上离下对，火则分驰，火炎而上，则润而下，上下相违，情志不协，故名为魁。谓其乖离，如木之义事也。人之事物，两目同用，其光不分，其神不分，神经明彻，乃主为盲。若在惊疑之时，苍足之际，目虽视而神不具，物虽接而光不明，此魁也。或谓之少精，非真少精，以异态之势，精光忽乱，或幻物成其状，或异事为不睹，是即事之变，而两目互乖其用。譬之偶见怪异之物，徒逢意外之人，心谓之惊疑，是以之变异。此非目之病，乃情志之所谓也。故魁自以目以鬼，虽观邪身，实为指示。以鬼自古闻有相悖两奇之象，即以干之言，鬼本水也，而后天物鬼化火，水火大殊，其德相反，则魁之为乖为，谓悖立，颇含诡异。目而乖为，视而悖立，则其情之不定，志之不宁，已可见矣。故魁为魁异之古，实由魁自原意而来。易卦之名魁，则以卦爻之象未变，离火在上，而阳含阴；对则在下，而阴加阳。五位正位，柔乃主之；三位刚爻，阴乃成之。阴阳互乖，刚柔易用，而四阳错列，两阴兼之，如人之目，一名不昧，不可共事。目本相离，上下异也。今下卦变对，阴出于表，阳潜于内，对为上缺，如以物蔽其手，将何由明是万类哉？且对之上，皆离之下，互成坎陷，等于盲目。离明于上，而坎盲于中，对缺于下，合成半明半晦之象。此魁之所由明也。因魁之难全明，成卦之不相协，中少儿女，同居而异其趣，刚柔分离，杂处而不相能，则魁之用，与家人相反也。传称魁外也，与家人内也相对，以自一言，内含纳进之意，外包推出之情。家人由疏而亲，如娶妇，实自外而内，则魁则由近而远，如嫁女，实自内而外也。魁虽二女同居，离在上，则有远之之象；对在下，亦存去之之嫌。正如女子虽同胞生，而长大不知所是何处，无复同居一堂之志。故事事使然，而情志以之见焉。魁在人身，欲目其事，目故同系于心，共存于神，而其精义之时，遂显乖戾之象，有感于外物，情志不得不分，由二女是人，踪迹不得不别，一身之物，一世之人，其不能同有如此者，况在疏远者乎？然亦于是卦，正取其由内之外，与家人由外之内，成相反相对之象。天下之事物，恒如两者之分合，各尽其用，出纳各适其宜。魁外也，则凡由此达彼，由密而疏，由合而分者，皆其类也。
谓清净者，且将离矣；合同者，且将息矣。则魁之为用，恰如一水分流，一道其出，各就所适，以尽其用而已。而魁其出，则未常有间隙。二阴在四阳中，故未敢自外。地阳失其位，刚失其时，时位既乖，气数乃易。卦中三五阳位，皆易为阴，阴的成阳，刚乃自屈，素其相为之始，必有所惊疑忧惧，不得不东袭任所之也。然魁象虽如此，而仍有和之情，调协之意，则以出故清净也。且中户既济，有相济之心，与家人互慰藉，一生相度之念者大益。习义者必先参透此理，数不为魁所误，外而思归，去而西返，分而能合，备而有同。正如人之二目，虽一时惊疑，成其意事，而原属同体，犹可复其常规。此卦上久有欲与则吉，群夷王也之辞，足正魁之为魁。当以时位未变，时位易移，情志自负，故占小事急，明其不可待用而已，岂全不疑哉？读者于此犹当深思。魁格为交易卦，易其上下则成格，皆离对合成二女同居，其志不同也。然革卦离在内，有文明之象；魁卦离在外，成变乱之形。由互卦言，则魁中藏水火既济的邪之象，革则中户天风构，有相遇之情。以阳来变阴未变，阴复于阳未正，魁阳在下，能啖喻万物，合济一切。虽乖于外而济于中，由人之事，虽一时蒙蒙，而恒久昭昭；虽外物扰扰，而无心了了。此故由变而终于复正，由乱而将至适贤，则卦爻见之也。革以革就谋心，与随有益；随以对家于正，一阳出动，变而能存其中；革以对家于离，一阴在中，变而尽失其正。此革命必汤五方达其用也。天顺之，人应之，变不失其常，乱人反于一。虽天下一时骚然，而民心终止于一，此商周之德，足以与余下其也。而魁不然，魁者自为其行，不必非于物，自益其志，不必忙于心，为其成家人之穷，生息二之志，息安闲之弊，起分崩之思，则由性难治情，事多备理，如坐井窥天，不见苍苍之大；如门烛测日，不知赫赫之名。此其炫于目前，分于方寸，而以小度大，以尽量远，以物指真，以备变面，不知其所凭之非，所及之患也。故观海市以为城，任山岚以为山平，常恍惚视今，迷离乎目明，而为天下之如此滔滔也，则何以抵于臣？故传曰：家道穷必乖，故受之以魁。盖言其乖离不魁乎道，遂迷惘不得其真也。辟之一家，因爱生怨，因怨成离，性出门，不知所知，则妄拟诸相，虚构诸境，以为了然，却同梦梦，以为快哉，却成闷闷。此物于情之所发，失其中和，气之所积，为于大正也。
卦中互济济，而阴阳错综，有事于小事，故彖辞称小事吉，或谓小事指细行。凡非大业大功者皆是，而于人则只谨小慎微，不妄自张大，其事于实位，绝其纷扰。卦象火动于上，则降于下，上下分驰，有痛未济，而中户却未济济。是分中有和，离中能利，自可因时所宜，成事之变，而有所成。为卦象主其大，户象主其细。卦象见于表，户象存于里，此用魁者所当之也。传称魁外也，而人或乎其内；家人内也，而人或忘其外。后天之动，有外必有内，为隐显易焉。知其名，守其为，则象中之象，用外之用，皆得之矣。作义者恐人仅知其一，故以小事吉三字，指出魁之用，使无昧于实位，贪于事功，必先审夫正辩，推及去来，何隐显以求之，度明为以用之，则用于不用之时，夫小事之战疾，位于难为之位，有细行之成功，是圣人委曲是交之意也。魁卦以六爻阳位，两倍阴沉，三爻不贵，五乃正位，三五皆阴，是谓逆行，与家人恰反。家人六二主内，九五主外，阴阳得时，内外皆正，故名家人。言能主一家而立国之本，奠人道而开治平之先也。魁则反是，三为人道之始，五为主位之尊，二者既乖，待用乃备，故名之魁。以其为于情性，立乎正大也。传曰家道穷必乖，可见魁之象。时由家人变来，天道无常，喜久生变，人情叵测，积久成乖。在上者虑之无方，在下者行之不轨，上下皆失，家道乃乖。此魁之成，即由离一卦之初，而巽亦对，应自生也。巽亦应在下，生而为于前；对亦应在颠，降则变于坤。今对在离下，有光明之下照，而应居中爻，至艮塞之堪舆。五位外尊，柔反履之；二位内正，阳反加之。外既失其主持，内又不甘承顺，内外皆乖，而魁象成矣。传所称内外，乃言卦之得用，而魁之济家人，则由时之变迁。时位者，吉凶所本；二五者，时位所尊。以家人之内外通正，变而为魁之内外同乖，谓非家道之穷，不可得也。然义者以一象重，取近辟远，在家言为家道之穷，在人言为人道之逆，推之于国，为国政之师；推之于天下，为世运之间。此故礼数始，然而其害则人因之。家也，国也，天下也，治乱安危，莫非人所受。魁之乖戾，亦人所感。此二五失正，全体皆为，而中爻之人，守备其就立，未阳不得居于位，而因辰系干之。离以火而上炎，则以流而下渗，水火分道，欲秦治之两服，难以哉。故魁虽生于家道之穷，实则成为时道之变。读者须留意焉。宗主附注。
魁卦魁字本从木，或物为日，以魁本意为经世之状，心有所疑，是为之意。目光所至，有一种精感之情，又是为两目分视，亦不外异乎平常之态，而顿促间，不觉目光之分备也，故因此视为违背，或乖离，如魁为、魁格、魁异、魁所，皆由此意推意而来，或以大众注目经世，谓万目睽睽，即本为其疑惑之意。神存于心，光发于目，心有所感，是为之变。此由内达外者也。故魁卦爻辞有于夜牛彻，见使附图，载轨一车，诸语，而传称魁外也。亦本卦象之用，卦名之意，明其所至，不外以经仪之事，是心志之魁。存于中者见于外，处于目者动于心。此卦取离对之和，为二女同居，志不相投之象，恰与家人相反。家人由外而内，成其匹配，达于亲近；魁则由内而外，备其趋向，终于乖离。此两卦之所别也，而皆因离卦未用。离在内则和安，在外则乖戾。人之情性，亦有此殊。内含光明者，其行必温良；外是苛察者，其德必悖谬。亦以二卦辨人之心志，别人之行为，而有以其之于一，使复于中和也。又曰魁与革为同体卦，则火为革，火则为魁，二者只是上下异位耳。而卦用随之大殊，魁为乖离，革为改变。乖离则各不相谋，改变则交相未用。如仇与友，仇则志在极计，而情难同；友则志在撮切，而情亦近。为其所受谓与时时之也，实则离对位异。二女同居如故，不过一则有相远之意，一则有互异之心。此两卦之用，有可相参证者也。魁字从癸，癸为水，而后天戊癸则反化火。革卦辞己日乃伏，己后天合甲化土，而先天戊己为土，火生土，互忌也。水克火则为互制，故一则相猜忌，一则相利忌，由五行中即可证明，而不外离对之象。一水一火，对为则水所聚也，故亦与水同用。然不如坎之主化欲待坤得耳。离则能待前以主天生之令，为后天之所尊，故对不克与配，而情志难协。且火在水上为未济，水在火上为既济，魁以同于未济，故成乖为之象。革以类于既济，故有立柱之用，由上下位之意，而卦得遂殊也。读者明此，则可知魁革之意矣。魁小，是吉，宣圣讲义，此全卦彖辞也。魁以二五正位皆失，故四德不与焉。凡卦服乾坤之一者，必举一德以明其用。魁则仅小事及三字，可见其用之不疑矣。夫魁上下阴阳，不得和谐，内外实位，失其主持，四无可用。而彖辞称小事吉者，何也？则以魁虽二女同居，志不同行，而以说立乎明柔上而阴刚，是以小事犹战吉，观其中户，即可知矣。家人因内外痛正，而中户反为未济，
是其中难成，而行亦穷。正难得而变亦深也。魁以中户济济，阴阳的济，水火相调，是其中自真，而行可易。象虽利，而变复长，故是词称为德中。名小事集之由来。既曰小事集，则大事不及可知。魁之名故昭示之矣。为于外，乖于物，利于情，备于德，将何以待用哉？小事集三字，实名指魁之难大也。小事亦以见前，不专指所行。凡事物之细者，近者，赞者，义者，皆是也。一言之为，无关大体；一动之请，无与久远，则以中存之诚，不干外物之咎，由得极战，不害于己。天道故包巨细，事情多盖横速。数有远近之殊，事有难易之别。魁则仅宜于细者，近者，赞者，义者，而弗及其他，为其实谓之不当耳。用身于德，德昭于位，见于时，正位已非，德用已失，则魁之小事集，实以德中，而柔能因刚也。魁果无所用乎？则事之合者必离，物之聚者有散，天道且不免，而况人乎？此小事之极，亦以能随时也。时行则行，时止则止。若立时自用，则不独大事不可畏，小事亦难协及矣。故亦教为指人以行止，而守在明时。所谓与时偕行，与时偕及者，于魁有可证明之。宗主附注：魁卦彖辞仅小事集三字，与他卦有元亨利贞四德者不同，则以魁之用不逮耳。乾坤四德必合上下卦之用，恒其有所当者称之。本乎天者亲上，本乎地者亲下，故近前者，元亨为先；近坤者，利贞为主。魁上离，虽在后天代居前位，德用闻名光大，宜于内藏而外显。今魁反在上，是与下卦不能协合也，故不克备干之德。魁下对，故先天少女，而变成阳。一阴在上，象水在泽，水得润下，越下越沉，与上卦不能调剂，故不克备坤之用。此由二卦不合所致，非离对之不逮四德也。凡他卦之不以四德称者，虑类此。然魁火动而上，则动而下，故以动矣。吉凶毁令自生，此彖辞以吉称之。魁既上下相违，情志不一，如南辕北辙之不能尽其用也，如左之右无之多所居谦也，则不足与于大功大业，而以中户济济，人爻一阳一阴相交，虽失于位，而得其和。图以积不克固，利不克广，仅占小事之极，而不及其远者大者。魁故与家人表里，而又为家道之穷，亲且不和，况疏者乎？近且难顾，况远者乎？魁之陷于小事，正有异也。辟之在家不能安沐，贸然出门，欲于此时具求快志，难矣。吴国自古重家道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家上不协，悉以悦于外人。语云：近者不亲，不敢求远；小者不审，不敢言大。此不义之理也。魁之不能待用，岂非时所谓哉？
又曰魁卦之用，与革相正，以见前。革之往来卦为火风鼎，亦与其颠倒卦风火家人相正，故家人魁革鼎四卦，皆有相通处。由家人变为魁，与由革变鼎，正同。故在魁彖辞称柔静而上行，德中而阴乎刚。鼎彖辞亦如之，皆以柔易刚，上履主位，而能阴刚也。在晋卦，亦有柔静上行之语，则以离之六五一爻，与魁鼎同。而小过卦因六五得中，亦称柔得中位，与魁相似。其象称以小事，正与魁之小事极一异，不外柔主正位，不能代用而已。凡五爻之为阴者，律皆类似。小过以中户大过，故成其过；魁则以中户济济，故称魁。而是其中可通也。过者失中，魁者失和，中和有失，其用难大。此亦教以中和为贵也。魁之与鼎，虽以柔得中，而离在外，遂不克充其用。然实所谓，非是之就，故实用为其本旨。魁之实用，于爻辞可以见之。四讲实在详事可也。彖曰：魁火动而上，则动而下，二女同居，其志不同行，说而立乎明，柔静而上行，德中而阴乎刚，是以小事极。天地魁，而其事痛也；男女魁，而其志通也；万物魁，而其事类也。魁之实用大矣哉！宣圣讲义。此生是全卦彖辞之意，名魁之实用也。离在对上，离火对泽，上下分驰，故曰火动而上，则动而下。两动自含升降之意。火性炎上，其动也升；水性润下，其动也降。而合以动，则六爻之气，周游中始，原无止息。而火与水，由流动之物，火无不言，不言不谓之火；水无不流，不流不谓之水。死灰不言，乃火之静；冰冻不流，乃水之变。灯烛之光亦有飞扬之志，驰昂之水，亦存敬慎之情，不得为其不动也，则虽似止水，而用在流眼灌溉，真化推移，人动也。合离火以成魁，其动越明，火逼于水，则有远避之心，则近于日，则有蒸腾之势。此其动又自然而然，一则上升，一则下降。升者中降，降者不升，如蒸水成云，是暂升也；云聚成雨，是中降也。故得用不相协，而名魁。魁者如目外视，光自分离，不复为一。越魁越远，而用越乖，情越异。此离上对下，不得不魁。与异其上下之隔，又疏其去，隔亦不能协，而其违背之德，在止非行，在内非外，则以离反居对下，升降同而地位异，异则异远，异则异近，远则相望，近则相度。望者谓疏，度者谓仇。此革卦之用，不免于伤杀。而魁则为匹离背二，以成其精义猜疑之状焉。精义因于初逢，猜疑发于素日。火与则之机不相能，乃有此离其之象，故称人之不和者，曰水火。
以其德用元参差，而身降元悬殊也。上离，中女也；下对，少女也。情志既不协，行动自相违，故曰二女同居。其志不同行，言虽合为一卦，而上下相违。如二女虽同居一地，而情志难偶，志存诸内，行见诸外，不同行者，明其动之各异。如相背行，去日远也。夫同居，甚亲也，而不同行，则疏矣。亲反为疏，近乃成远。此魁之用，时由内而外，由爱而增，正与家人相反，故传曰魁外也。然对说而离明，离又有复利之意。二卦合，是说利于明之象。对之一应在三爻，离之一应在五爻。由三而五，皆柔居刚位，且由中爻而进于全卦正位，故曰柔。进而上行，得中而应乎刚，则以六五居外正位，与下九二相应。虽阳位阴爻，阴位阳爻，与家人之得正者反，而上下相应，一刚一柔。中爻六三九四亦如之，合二三四五四爻，无不刚柔失位，而各得其阴，阴阳互差，各得其匹，升降自异，各得其宜。故魁以卦言位乖为，以爻言位调势，而中互济济，水反居火上，更得相济之用，故称为德中。言其刚柔，失而人平，上下为而人济。此二三四五，即中户中爻之不过也。不过则中，中则不偏，中和之用，天地所不为，外相背驰，内人协和，故有小事极之战也。小事虽异于大事，苟先善其所为，亦足推而广之，在人之善用耳。民实为之所利，从刚柔之克平，本中爻之可协，推中户之克济，则小事之极，实足为大事之基。故用义者，贵乎通也。魁与通反，与同义。凡是物之背驰者曰魁，阻塞者亦曰魁，谓其不相类也。不类则不同，不同则不通。如二人一北一南，所行既分，所至亦异，此魁之不得与他道同用也。然魁卦不以魁而中背驰，则六爻往复，中必有始；中爻人道往必有复。故虽魁而人可通可通可类也。是文曰：天地魁而其事同，男女魁而其志通，万物魁而其事类。此三语足明魁卦之用，非用魁也。魁于外者协于中，魁于始者合于中，魁于近且细者，融汇于大且宏，贯通乎实用之中庸。盖天地魁而事犹同，魁者实也，同者体也。男女魁而志犹通，魁者纪也，通者情也。万物魁而事犹类，魁者其义也，类者其痛也。则魁之为魁，实谓谓之也。故魁之实用大矣哉！与革卦辞正相应，不外天地之道。积久者变，万物之性，重见者消，极则穷，穷则通。魁亦如是，不魁不见其同，越魁则越异同。此时也。如秋冬之寒，亦谓春夏之温宣。不寒不温，不宣不凉，唯有其一，必见其二，当其见也。是为故常。
若不时而见，则成灾异。此魁之存乎时用也。时用者变动不居，周流六虚，故时至而魁，时易而复，在其魁也。以欲复通之机，则中所藏也。气藏于中，情藏于心。此魁在外，而中户乃为寂寂也。全卦六爻，时位不一，随时变动，而内外又不类。如魁势彖，以明皆其力。盖宾主易位，动静易行，以否易时，利害易。用魁故不可谓之时，而藏有可用之机。关于男女魁而志通一语，足以明其故矣。男女爱慕，人之情也。而既与心难同，形与情难一，则魁于事者，志可通也；魁于实地者，精神可接也。以其原有不魁者在也。魁卦中少二女，如姐妹然，而其嫁也，各自东西，不复闻问者有之。其同胞之亲，出于天性，虽远弗隔，虽疏弗离，此则魁而不魁者也。天下事物，大虑类此，推而扩之，则魁之用名矣。宗主复注，彖辞所称火动而上，则动而下，上下为形，如天水送。魁本不适于用，而又云跃而立乎明，柔静而上行，得中而应乎刚。是则以魁中户寂寂，中爻三四，一刚一柔，内外二五，一阴一阳，虽不称谓，而得相应。由三而五，皆因爻居阳位，渐进而止于主位，以柔律刚，以阴加阳，是柔静而上也。对说以离明，离，利也。说利乎明，在内含和悦之情，在外有文明之象，而能相利，以不忠于背驰。此魁之用。彖辞称其小事急也，然所谓急，乃胸中之急，用不克大，大则有凶。此彖辞所指，限于小事也。义之待用必因乎刚，刚失其主，将息用哉？魁之不能待用，实以阳失其位也。而在外阳失正位，在内阴亦失中宫，内外皆差，阴阳相异，阴主其正，则吉之景属小事可知。阴者从阳为正，自主为逆，正逆之分，及吉凶之变，读者须就卦爻判之。象曰：上火下则魁，君子以同而异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魁象辞也。魁以离对合成，上火下泽，在象火性上言，则水下润，一上一下，互益其去，故名之魁。魁乖也，乖义也，有义而重也。在人道，义而无义；在物情，则万类，因其同而痛之，以明天得之无私；因其异而异之，以尽事物之数至。此君子以魁而有所变也。魁故异也，而出于痛，亦归于同，是异者实的之象。人道本天地之中，立情性之分，是合乖之理，明终始之途。此魁象辞之旨也。天下事物众矣，而莫不同出异形，越异越分，不可救节。然君子不逐异，而执其同，同则不思，异则不乱，辨物而视其用，随事而合其宜，此义之至也。而永直觉中，一以贯之，
则同之至也。故曰同而异。不异，不尽天下之变；不同，不明天下之常。为变与常，达者一事，此同异原无分也。道之所行，同则主之，异则与之；同则息焉，异则辟焉。此故天地之所依循，谓异乾坤之所掌握。人物万类举不能外焉。异中有同，同中有异。孰谓同之？孰令异之？总于乾坤，于始终。魁故有其异也。而家人先于其同。人之同者，见于同人。乾与离之合也。物之同者，见于家人。巽与离之谐也。而魁则以异称，离与兑之相为也。如宋之天水为形耳。为则难合，不合将安同？此魁之不得不异也。而君子则明其同以因其异，因其异以归于同。不失其一，则得其二；苟执其一，则悖于道。此同而异，乃人道也。魁先人道，故象辞名乎同义。革主天道，故象辞重治立名时。立时亦以异而同也。一日之昼夜，一年之寒暑，异也。而周而复始，终固如斯，非同而合，名乎此。则知象辞同义之所指矣。同义之义，已如上述。是者多不明同之语义，谓异而耳，遂以象辞为宜。夫同义为事物之情，君子因而同义之耳，非有谓也。果心存同义，则备乎象辞之旨。象辞明言以同而异，而自指出同之语义，原无分也。同而异，由异而同。换言之，即由一而二也。谓道无二，而事物不一。事物故自道出，则异故自同分。名同之为同，使之魁之所本；名异之为异，使之魁之所成。盖魁者，象人之事，目光自异也，目圆同也。而欲事物之奇，心惊而致惑，遂成异事焉。此其异自同出，且谓一时之变相，非本来异也。故此以同而异，明其用。先知其同，使之异之所生；先得其同，使之异之所成。若以异为异，而忘其同，是昧于格物致知者也。格物以致知，则同异无容心矣。要知象以人道重，人道故本天地之道而立，由同而异，亦天地自然之序。生者日众，化者日繁，求其不异，不可得已。故因应其异而异之。虽万事万物，无不可尽其情。此即大学听诵一章之旨，而不出格致之道。读者当会通之。夫同义之所明者，以详前讲。老氏曰：同出异名，同者其道，异者其气。天下物皆然也。道无二致，气有众形，虽一物也，不得以一形犯之。表与里，中与外，是同一事也，不得以一名称之。始与终，分与合适，此同义所必具者也。而君子应魁变其情焉。君子以道为尊，由道生德，德则众，而道则一；德则分，而道则同。异之于众，始终也；分之与同，本末也。非别有异焉。后世变者，乃创异同之说，逐物而自穷其迹。
义则义矣，而无以反乎同。此越变而越惑也。君子不取焉，君子之以同而异。正如葵之离对皆卦也，水火皆物也，而不外于一阴一阳，阴阳不外于太极，太极义也。两仪则二，由是而四象，而八卦皆义也，皆以同而异也。葵之取象，人之两目经视，而立其名耳，以见义也。是义而目同，心惊而致惑，此一生二，二生三之谓也。何竞争其痛义哉？故后世间白异同之学，虽仿于葵，而被夫葵之用，谓其非君子之同义耳。且痛义之辩，要在审事物之情，非矫枉其辞，分云其说。古或视听者也，如葵之义，以其志也。而物应至生象，是因象生疑。爻辞中载诡异车之类，非果有其事，乃见之妄也。妄之与真，即同义也。妄因于见，见发于精，此义之非正观，如佛说心生相之谓耳。而是人或不可辩，反以妄为真，是自异其心也。凡此之义，不得明真义，君子则必辩焉。故学有五要，明辩居其一。苟辩之不明，虽闻见犹聋聩，以其非耳目正用，谓聪明之类也。聪者能闻，明者能视。闻见之失正，则与聋聩何殊？人之于事物，不得图示其聪明，而一心于耳目。耳目气也，心则达乎道。道者不分不惑，不妄不直，唯以情为辩，处世之要，无过于事。心先顺夫道，而后耳目克尽其情，事变其意，人存其同。万物万事，谨其自异，无心不失其同，则具不足以惑无耳目，必无聪明。思妄见尽除，而真之卓照，即所谓一以贯之者，而自然合乎义教。岂呆求之分云其淡哉？因讲及痛义之名，特谓拈出，使学者之所去取耳。初九，毁亡，丧马勿逐，自负，见恶人。乌九，宣圣讲义，此葵初九爻辞也。初九对之初爻，对为少女，而九为阳爻，丙干初九之德，乾隆在下之象。以上皆三爻之阴，外痞四爻之柔。阴以济阳，柔以御刚，故用邪毁亡之战，未有毁而终亡也。凡毁亡皆如是讲，亦含有毁其亡失之意，即自忏也。内争外毁，初九毁亡，故义之常立。然葵初爻在下，而至月月遇事，其毁之机已在，乃得两阴之计，是免于毁耳。且毁亡者，事之既过，物之既亡，毁亦何益？智者则不自苦，是毁亡同于无毁也。马与龙同类，干称乾隆勿用，此称丧马勿逐。其意亦尽，为九在初，而六在四，二者相应，如雌与雄，中复相拒，丧马自负，以其将自海反也。勿逐者，丧之非时，逐之无计，既不能逐，亦不必逐，故曰勿逐。由干之勿用，既不能用，亦不必用，皆实谓之所谓也。马虽丧而未不疑，羊虽藏而因未遇，是以终自负。
不呆人之主也。凡阳爻的时，无师可言，时非而有纪，师亦仁德，谓物之得失，皆系乎时位，而人时主之。人之当谓诚实，物亦训扰繁处，如大小处所占事也，皆以干在下，克主其物耳。初九阳也，刚也，而三四爻，则阴也，柔也，宜善宜恶，相与交接，故曰见恶人之象。恶人非果害己，但与善相反耳。人虽恶而无害于我，则见之亦何咎？如昔日之欲养虎，见男子之类，救何损哉？故战无咎。象曰：见恶人，以辟咎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爻辞前数语，均未加饰，而独皆见恶人三字，可见此三字关乎初九爻者，谓重且大也。初九在下，原宜前退之时，而爻辞不以隐遁为上，反以见恶人为言，此中为止，人多呼之。此事文必加以辞，明其要义，实在辟咎。正以初九有咎，不自矜高，而后免之，以阳刚之行，亦干高傲之弊，地位之下，亦逢嫉妒之嫌，故爻辞以见恶人无咎为言。恶与善仇，阴与阳敌，我善而极恶，处阳而疏阴，得谓诚实，有不疑。况初九在下，而非实者乎？则见恶人，非其志也，而不得不见。人以我之善，欲与之竞，则不召自来，义也。人因彼之恶，欲自其志，则不见成愿，二也。我之善，人以知之，而嫉妒之心生，是咎之始也。我既善，人悉亲之，而遐恶之心生，是咎之计也。我辩于善恶，人谓之量，而怨毒之心生，是咎之成也。故事不足，则不宜平人于远；德不足，则不宜拒人于近。彼恶人方有邪而未见，而我乃生必故惧，则仇恨亦甚，其害不炫种矣。唯审夫事之大小，民夫得之厚薄，知恶人之来，而以礼接之；见恶人之面，而以诚遇之，则人将无疾于口，或更有感于心，斯人不我害，而就反以辟，故曰以辟咎也。魁卦代用皆欲变常之道，而重权宜之行。初九爻辞，其始义也。若在平日，则远之不暇，敢见之乎？既见矣，将美之事忧，尚何辟咎可言？此爻辞明魁之道，非以语于经常之教，以善而获救，必实为所谓。吾之见养虎男子，正值夫初九之时耳。既见矣，终无所伤，可见辟咎之句，信而有真。读者当由是推之。九二，欲主于象，无咎。宣圣讲义。此魁九二爻辞也。九二内卦之中，未对之二爻，对出二皆阳，上与离合，离之中爻为阴。九二与六五相对，阳善构阴，故曰欲主。以六五君位也，而非君，乃称主焉。凡在上者皆可称主，谓君为国主。又凡总事之臣者，如是主殿主，又谓之主持或有属者，如家主业主物主。推而言之，
则主有对，而君无匹，故主对兵言，俗称主客。君则在内无兵，为与后匹。九二之主，则含有对之兵主言，以九二元正位，而在卦位内，是后也。在爻反为阳。六五在卦为君，而阴也，非君之真，故以主称。而欲有兵在，盖欲主者兵也，亦非真兵。即二爻本位，为阴而爻为阳，不得称后，乃是如敌体之兵，而在内又非兵之位，但曰欲主而已，不言其为谁也。然欲主若臣之欲君，则非其实；后之欲弟，又非其偶。九二之欲主，而曰于相，明其地与时之不当也。以九二欲六五，刚柔两失，主兵皆非，而猝然相遇，不在庙堂之间，朝市之地，而于相焉，可见是为非常，情谓非正。此魁所以为家人之变也。家人6295，内外皆正，故家道齐。魁卦9265，内外皆乖，故人道变。变则反于正，虽欲而无义之可言，理之可序，虽所欲者主，而无尊严之分，光明之行，是欲主。由寻常之相逢耳，礼记不备，情意难通，行迹可疑，用意难大，此欲主。虽若信之，实无取义；虽若亲之，实多猜嫌。故在爻辞本有咎，而曰无咎者，则以6592，中道未失，正位犹存，乃得免耳。二五元阴相得，刚柔亦阴相符，徒以互益其爻，遂使变成苍足。而二五本位，故未变也。刚柔本得，人可交服，则应变以成用，不为魁之大义。如在纷乱之际，黄惧之间，君臣难以分言，主兵难以理接，则变也。变而能守其位，终复于常，则无咎矣。此读者所宜先知之者。魁故全卦皆变也。爻之得正者，变而无害于正，则可战无咎。况刚爻原可待用，且得柔之阴，终不为于一阴一阳之道，又何咎哉？象曰：欲主于相，谓失道也。宣圣讲义，此生是爻辞之意也。爻辞欲主无咎，是闻恐人未明，故以谓失道，是无咎之战所由来。盖象非欲主之地，而时乃魁变之时，非常之时，难则以常道，是欲主于象，犹未失权变之道耳。且魁为相为，不异遇。今九二乃能相遇，必有其道，则所谓中正不失也。二五各守其位，虽变不离于正，虽魁而不为于德，是其道乃未有推。对本月则之情，离推复利之意，则刚柔相应，内外相协，虽魁隔于一时，人协服于他曰。以九二之用，妙在与六五，一阴一阳，人相济耳。以卦言为魁，以爻言为玉。魁则未变，玉则复常。虽于象非的之宜，而非实因事之变。此事文称为未失道，明其能通权达变，终不失正大光明之行也。离有文明之象，火加于泽，有照耀成彩之官，而九二以阳阴阴，又如日光映水之景，日之真水，
谓云谓雨，则之得水，以润以盖，岂非化育之待用乎？故欲主云者，明其有必主成德之战，义君堪辨之象，非徒一欲已也。不得的谓之正，虽非其实，仍可待用。阳而就阴，刚而济柔，其道之成用，可与同人相拟。同人曰：同人于也亨。此曰：欲主于象无咎。二者虽辞不同，而用相对。同人以君子照治在下之民众，此则以贤臣必易备难之君主，其治公治平，原无异也，为时有别，的有殊耳。系亦未失道一语，足见九二之欲主，实诚得达道之机，拨乱反正之本，非为一人利害之战也。63. 见于业，其牛彻，其人天且异，无出有终，宣圣讲义。此魁63爻辞也。63对卦之上，中爻之初，卦以9364合于既济，反之6394，则合未济，而全卦2345互成既济，是以中爻言，谓未济，以互卦言，谓既济，二者相反，亦魁之象也。又63在9294之间，合成离卦，与上卦之离相连成用，而不能得其正。如人之两目相通，则事物必明，而彼此牵扯，两相妨害，是事而不能正，见而不能明也。因63有离中之象，故爻辞称见，言与上之离共见也，而所见非正，故有于业其牛，彻其人之象。于在古习，必用牛或人，牵之挽之。今则反为鱼在前，牛与人在后，且被于业之彻之也。原句因为见于业其牛一句，彻其人一句，而终省其人二字。其人天且异，以其残废也。天谓天行，即天焉，此生残也。亦谓鼻行，割去其鼻，或因疾溃去，此行残也。然此处不重在行残或天残，只以残废，官体不全，生育不备而已。及于所业之牛，虽未见其病，既不能牵于，反赖于业之行，其为废物可知。其人则固有天意之残，而正是于牛之彻以动，则未废人可知。爻辞以此明其物之无用，人之无能，而鱼又安能永业之彻之行哉？人牛无人牛之能，鱼亦非鱼之正用，是之离奇，理之魅惑，乃经常所不能见者。而魁63尽见之，则果物之咎耶？亦见者之过也。魁故以怪异之象，被利之行为用，则虽奇，无可精；虽异，无可节。谓原非常见者，骤见之，果物之异，或事之乖，果目之差，一心之惑，此君子贵乎变也。而63不易变焉，则见所未见，心亦疑之，明所不明，目亦渲然。此63之辞，实魁为之所成也。然是以理判，物以情衡，非理之事，徒惑于一时；不情之物，徒眩于一瞬。故爻辞记之，无出有终，言其出，方魁便不能得其正。至见而久，自知其故，则终能复于常矣。唯有光明之德，出虽害异，终必分明，是无出有终，
爻之代用也。要不可执其而精，以立于政，出之所见，其故其矣，而非常道，中之所明，辩复于政，更何利哉？象曰：见于业，谓不当也。无出有终，欲刚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业字下应有牛字，但爻辞原意，业字直贯到其人，以人与牛，皆谓于所业而行也。六三以阴履阳，与谓既同，谓不当位，谓不当，则前后失其序，鱼在后而反居前，牛与人在前，而反业于后，是不当也。阴乃先阳，柔乃领刚，颠之倒之，乃失周行。此六三之魁，实由于谓之不当也。而以极废之人，任劳力之意，则又执之不当。况则不能自动之余，以业能行之人与牛，是由是之不当者，尚可用哉？而爻辞不言其凶咎，则原幻见之象，未必果有其事。不过因六三之不当位乃招致种种不当之景，而炫惑于所见也。然六三之境则九四也，柔而欲刚，乃复于正，故战无出有终。出指六三本爻，终指九四，以六三自九二来，原阳刚之德，谓失道之情，为六三应以兼之，换成一景，便见其象，性静而九四，又谓阳爻，发于阴而终于阳，和九二成离木之象，故世文称为玉刚。且六三与上九相应，亦以柔对刚，虽中隔六五，而两阳一阴，异于同化，是六三之魁。中遇九四而免救，而上九之魁，则以六三之阴，而有遇与则吉之战。可见全卦大用，不外阴阳差错而已。阴不得阳，则昧或莫明；阳不得阴，则刚愎莫正。此魁之所以谓魁，实由于情之乖戾，心之猜疑，迷惑于一时，游移于幻境，遂不知其所变。故象辞重在君子辩同义，明其真伪也。为刚使明，为阳使正。六爻之得失，是乎刚阳之当位与否。读者可于爻象细审之。宗主附注。魁卦全卦，均以魁为用，而魁之所成，人不外阴与阳背立，离对本先天二女，而后天对反为阳，离反代乾，是阴变阳也。在卦阳一下，阴一上，一升一降，乃成协和，如太宇既济是也。若反之，则成否未济。魁以火在则上，亦未济也。是用相为，而其最甚者，则在三上二爻，以介于两卦之隔怪害，皆有出乎常理之辞，明是魁异之意。若出二四五，则犹在可魁可和，有变有正之时，其辞亦多无咎或吉也。出爻之自负，二爻之欲，犹可见其离而合，变而不失其正。以两爻皆阳，阳为善德，如日月之时，无伤于其本体。是虽魁于一时，而终反于正用。所谓时义之彖辞，原即指此。魁之实用，正不异于他卦，而当其变也，则有他卦所难类。是以明之魁，谓二三四五四爻，既户既济，又痛未济，两情莫定，中心彷徨，失所从依，
则如梦幻；阳盛则富，阴盛则移。久正则明，巽误则祸。此君子以变异同为贵也。94. 魁孤，遇元夫，交福，利无咎。宣圣讲义。此魁94爻辞也。94外卦之始，离之4爻，与63同为人爻，而阳居阴位，下与出九阴，与92同宫义位，皆为刚爻。刚则为奇，奇则难合，故曰魁孤。与上9之魁孤一异，阳其阴偶，奇而遇奇，故名之孤。非果无偶，不得相视之匹耳。魁者原相为，加以魁孤，则背利可知，心存孤独，性不合同，踽踽自行，孑然自处。此94魁孤之象也。而以离之用，有分离复利2义，虽孤而有遇，遇与偶相近。偶者情之和，遇者行之头。义则出乎本心，义则见于偶耳。盖非欲其而思的也。因离而具独行之象以称孤，因利而含偶直之机以称遇。此2事遂联系交见也。元夫者，由原配，即前夫也。在此卦辞，有后夫兄聚，此则称元夫交福。可见魁之用，与必有相关处。必以水的和，魁之兑，则包水的2者之用。水积地面位则，非如坎水之刃所在也。或流或止，或蒸或如，或自天降，或从泉涌，或以物化，或以气分，皆为水。此坎之象，兑则仅持沼湖海之水，且必处于地面，故坎与离匹；兑则不得称配。今94元夫，亦正以4爻一阳在2阴中，成坎之象，而中户既济，亦有匹配之情。加以兑之正兑位艮。94若变刚位柔，则成山则损，一男一女，与弦同体，而图以上下异位，变弦为损。弦为少男少女相悦，为夫妻之造端。损则反视，遂含有夫妇反目之意，称元夫名其已出也。即以继位继2卦，中男中女，一合一离，其用异同。魁之本象类未继，故成魁离而中户既济，又有复合之象。此爻辞称元夫，而以交福也。刚必柔邪，阳必阴服。94之刚阳，以具魁孤之象，而得63、65两阴之际，变成坎卦，乃有遇元夫交福之情。此不过以卦类事，以爻效物而已。凡出乖后合，前离中聚者，皆可推也，不必限于出父前夫也。例自与前93异同，以详前卦，以有为害之机，而存勉励之志，故中战无咎。彼匹离之夫妇，自非正大之家人，其有利可知，而性或既济之变，的与63刚柔强邪，虽乖于正，可复于出，故交福无咎，乃善用94之魁孤也。为孤始可复合，果男女有一不孤，则安能强之在何哉？此爻辞交福无咎，时以义虽不当，情有可通。君子贵从权达变，不拘泥于常经。况在魁之时，犹贵善于顺势时宜也。象曰：交福，无咎，至行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
以94之用，不在经常，而重权变，不逆礼法，而事时宜，故曰治行。言志在与时偕行，不论其孰的孰师也。盖94以刚因刚，有魁孤之称，原不可代用。又以变类济济的两阴之邪，史称交服无咎之战。行字即测重爻之用，用必以动，动必有形。推而言之，则德也，功也。凡有所谓有所成者，皆行也。治行亦可视为德治之意，但此处重在行字，由上行或至于行。以94秉阳德而在外，因刚令而求生，虽孤而有所欲，虽魁而终交服，则溯源未除，旧情犹重，邻丁相袭，覆水可收。辟之以离夫妻，又复归于好合，此故出于事变，因夫时宜。苟非行之昭昭，安望战之无咎？此象辞有痛意之说，而彖辞重实义之文也。不可畏者，礼也；而免行之，情也；不当用者，正也；而全因之，变也。凡魁卦皆取此志。94由者其利焉，以孤而御，以魁而服，以利而免咎，为婉曲折，从容中道之谓也。心坦然无可猜嫌，情惕然之所愤免，则就自免。而要在94之能刚耳。刚则不为欲所避，故离合一任诸时，魁夫一听诸数。此欲原夫不为父之羞，而交服不为夫之过矣。弘教附注94一爻，后人多未明其辞旨，盖不知魁与家人为往来卦，魁即家人之变，家人内外的正位，故谓夫妇正行，人伦正理。魁则反是，内外皆失其位，故夫妻不得其正配，人伦遂以变而成。此94有出复原夫交服无咎之语也。苟非时之变，安得服而免咎哉？辟之兵乱之时，灾劫之日，夫妻之离而复合，家人之散而终聚者，安得审以常理，则以正行哉？此君子贵审时，而所行重应变。读者何家人卦观之，则得圣人致辞之为意义。65. 毁亡，绝宗，弑夫，往何咎？宣圣讲义。此魁65爻辞也。65外卦正位，为离中爻，离以两阳加一阴，柔履刚位，与92阴，内外皆失位，而免邪其德，故战毁亡。外卦多毁，以德中道而秉柔德，故免于毁。绝宗二字，有托文，即毁亡下。王绝宗审议王字，以65中而失正，有位而德不称，可为即绝宗。为王因于非人，与94立字相应，立则含愤免之意，王则多为害之余。宗者所本也，王绝宗，失所本，将何谓乎？故有弑夫之语，由是其之意，以毁或将不及，而自身替惧之心也。弑夫二字，见弑科卦，夫通府府，弑科之弑夫灭鼻，以贪损其秀观，此则以失事履为。亦如弑府所得不偿所失，虽欲毁其以往，亦无益矣。故曰往何咎？何咎言无所咎，未既失于前，将何以善其后？不曰无咎，曰何咎？足见世事之迫，
不容其毁。而士夫之害，实由于以往之利害相因，故以庆其往，则必忧于今。是毁亡与何救？原一义也。皆言不能毁，亦不可救。所恶既久，所失既多，毁亦徒谓，救亦何益？不过六五以柔成刚，亦悟其过，且在中位，亦救其后。往何救一句？亦包有舍此他往，可庆无救之意。夫绝宗不保，亲且难依。士夫之情，竟将有恨，则虽有正位，安能久留？唯有决然去此，往求适宜之地，尚可或毁亡之战。夫何救之辞耳？此爻以魁卦主位，为势而人非，得宜而实利，本魁为之用，宜应变之行。故爻辞重在一往字，言事之失，故在以往，救之免。人在于前，往由过去言，则往日也；由今时言，则往前也。往虽二义，而救则一。既往不救，是无可救；他往无救，是免于救。此在战之者，善自体会耳。决字亦含有内经决逆之意，决即逆也，不顺谓逆。决宗由亲族相逆，如宗亲离叛，不相慕助也。卦为离，本含离异之用，况在魁乎？故爻辞下士夫，亦可作骨肉相残讲。宗亲莫保，骨肉莫和，在家将不能一朝居，欲不他往，得乎？魁故为家人之变，家人之所宜者，魁则反之。此六五有事战也。象曰：决宗士夫，往有庆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六五以柔成刚，而得正位，故决宗士夫。人战往何救？以往有庆三字是何救？亦含二义。一则言既往有庆，今受其害；一则言流必有损，往可有庆。是事战者之善用耳。全卦离下何对？离有复利之用，对有悦则之情，宜于动，而不宜于静；宜于行，而不宜于止。盖对与更对，更为止。对则行，离对既皆至于动，则六五正位应之。此往有庆，非独为爻辞之战意也。魁以相为而成变，为善应变者，可反魁为和。此全卦辞之大志，在夫顺变以反正也。决宗以失其亲，士夫将乃于害。此六五不能不求他往也。此之为失，必反得之，留之为害，行反利焉，则往有庆，不仅必祸，将有所成。爻辞称何救？民其不逢救殃，而士闻则生以有庆，民其应往的急。可见一辞之促人以往，实由六五之宜行动耳。柔居高位，原难大用，而魁则势逼处此，不得在途安逸。细玩辞义，则可见往之有庆。流必哉！既往未立，今必成审。读者可于言外得之。宗主附注：魁六五在离之中，与士科六二有相类，故皆有士夫之语。魁以上下相为，对与离不相慕，而同出，以先天。一中女一少女，原同胞姐妹也。六五九二相应，有若宗亲。六五在外，九二在内，阳与阴为，而情本可谐，刚柔相当，
而以本可亲，故有绝宗之象。以六五是九二若同宗也。绝宗是夫，亦含有同宗会时之意。所视者非肉非骨，乃同是科六二之夫。夫皮也，肉之表也，而又通腑腑。总之非实之正品。如肉以剔，仅于其皮，或食以败，转化为腐，则非粮食可知。是科有灭鼻之语，是重在腐臭之意。魁称往有庆之词，是重在皮毛之意。为其宗人方具时，腐及外皮，则所余肉正多，果及食往，自可则肥而食，不于一人之项余。日将裂顶而烹，不特大嚼之快意，故曰往有庆也。然易经文辞，象包多义，此一文中应有之解。而魁非是科重在得时，故夫子先皆同宗相度，毁同是其，而则在以往之魁，明其为家人之变，亲反为疏，恩反成仇，骨肉相视，众叛亲离，以本于离卦分离之用。故往何久，言同宗不容，其亲莫视，唯有他往，以免于久。此故推魁卦之代用，而欲因时应变之教耳。然是夫二字，时有与是科相近似，盖是科离正相合，谓宜中有物之象，以一阳在中，初上右皆阳也。魁自九二至上九，中间九四一阳，正与是科卦象大同，故六五曰是夫，与是科六二恰相类也。上九魁孤，见使附图，载轨一车，先张之狐，后托之狐，匪寇昏垢，往欲语，则吉。宣圣讲义，此魁上九爻辞也。上九全卦之中，离之上爻，魁至此其用已极，其魁已盛，故所见之意象亦至极。魁孤之意，见九四爻，以数其而难合，得孤而难协也。见使附图，与前见于夜牛一异，皆非常也。理之所无，视之或有。使者动物，图者泥图，是乃附图，宁非易事。倘亦以图载事，则不其矣。负者以备任务，使安能背负？况所负者，谓不可负之徒，此事之必无也。今上九尽见之，足明魁意之用。见其未见，望见而已。载轨一车，亦然。使附图，而车载轨，皆不可得见者也。轨原无形，而尽载之满一车，谓非置换之象，不可得也。而天下之大，气数之巨，物类之数，理所难测，而象有可求，不能具未必无，不过非常见耳。盖有形，即有无形；有理可通，即有不可通；有生即有死，有人即有鬼；有事之可见者，即有不可见；有情之可同者，即有不可同。魁变于二应相猜，情志各异，形乎渺冥，质乎常晃。明之不足，忧乃兼之；人之不言，鬼乃显焉；理之不达，怪异生焉；道之不全，妄幻见焉。此魁之上九未变之极，非正大光明之至，乃见所未见，遇所未遇，而有此爻辞。先张之狐，以其怪而惊也；后托之狐，以其幻而绝也。精神不一，
则心谓之迷离；聪明不纯，则意谓之恍惚。迷离者，志不定；恍惚者，知不明。果辨之以细微，察之于奥妙，则怪亦不怪，意亦无意，则幻者知其为幻，而不惑无神；辩者明其为辩，而不蒙无事。此先存惊惧之念，而欲引弓射之，后觉幻变之情，乃不复有仇视之志。故张胡脱胡，先后故一人也。明于真妄者，不真无谓之恩仇；达于正辩者，不谓无义之行止。使之不能复图，车之不能载贵，则心中不为事所动矣。既知无者不能亲友，患者不能损真，则何拥存仇杀之思？此张胡脱胡只在一转念间耳。匪寇昏构一语，一见于屯，再见于奔，皆同义。言先谓仇，后谓因，一语上具一义，与同人卦之先豪跳而后笑相类，皆以出则猜疑，既乃亲信也。魁之待用，至上九以吉，吉则变，变则反于正。此爻辞有出迷中变之旨，而尤重在天人之和，故曰往欲与则吉，以得与，则群夷尽逝，诸患皆亡，雷霆一声，妖孽前际，而后天日清朗，神智聪明，更无可惊可怖之象，亦何相仇相惜之情哉？故匪寇未昏构，而魁孤反的极战矣。象曰：欲与之极，群夷亡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天之降雨，必先山川出云，云雾之兴，天乃必明。及至雷鸣雨下，天气复于清朗，辟之人事有所疑惧，耳目必聪，亦如云雾之蒙蔽也。及至一虑既逝，神志复聪，岂非如天雨之后，天下彻然明净乎？故曰欲雨之极，群夷亡也。在小处卦彖辞，称密云不雨，自我西交，正以其蒙惑，而夫妻不能和好，家事不能宁处也。及上九以吉而变，遂有既与既处之战。未变则复正，前之密云，今变雨，而云自散；前之卒于西郊，今变归于好和，而得安处。与魁上九之欲与战吉，足相应正。天之云雨，必先得二气之和；人之昏构，必先协二性之治。此欲与之极，不独为群夷之亡，亦且为婚姻之兆。在卦原不限于男女，为魁本家人之变，故以男女婚构，名魁之变。人复于家人之常，人道之正。魁自从鬼，物鬼化火，上为离异火也。火之过，则木谓之病，是为之失常。而怪象已生，疑心已起，得于水以解火之危，杀火之势，则心火自降，金光复明，怪象亦空，群夷自逝。此爻辞有欲与则吉之战，不外于水火相济而已。魁以对在离下成未济之象，致起种种猜疑，唤出种种变异事物。上九穷则变，变则通，故谓济者变而归于济济，与全卦中互相因，而异其上下之位，则成革卦。革亦重在变也。不过周易魁与家人未往来，魁之变人复于家人，则6295内外通正，而家道以立，人道以明，
此魁之所至也。洪教附注：魁卦各爻均含怪诞之意，而二五正位为内外主位，虽阴阳颠倒，而刚柔协济，且中户济济，有相和谐之情，故虽乖于前，终能和于后。六五有庆，正是此旨，后人多未明解，故于原词不得其意。读者细意讲词，自可料然矣。宗主附注：魁为离与对合，在八宫卦，属艮宫第四室，与家人相往来。家人为巽宫第三室，此周易序卦，与八宫不同者也。八宫卦本先天方位，巽与正对，对与艮对，而其变也：一室与一室对，二室与二室对，直至游魂与游魂、归魂与归魂皆相对。如魁为艮宫四室，其对应为对宫四室水山简；家人为巽宫二室，其对应为正宫二室雷水解。而周易则不然，以巽与艮对，正与对对，而其爻变，则一与五室配，二与四室配，为三与三，游魂与归魂，无异先天。如家人不与解配，而与魁为往来；简不与魁配，而与解为往来。此以后天变化之象，取其道至元一卦也。家人道则成魁，简道则成解。他如咸与恒，损与益亦然。咸与益为交易，而与恒则颠倒；恒与损为交易，而损与益则颠倒。交易者上下易位，颠倒者全卦易位，此交与道相别也。然周易虽本道象以成配，时人取先天之交以成大往来，家人至解，其一例也。盖卦爻变动，气之升降，数之消长，自然而然，自此达彼。其行有始终，自我至物，其道有往复。故家人与魁为一小循环，与解为一大循环，而正巽艮对四卦，互生变异。后天巽与艮、正与对元以象之道而相配，阴阳刚柔，恰如其分。与先天之顺配者有殊，此不可不知者也。宗主书述：魁卦与家人往来，皆四阴二阳卦，而家人内外得其正，魁则反是。简与解亦然，两卦皆二阳四阴，恰与家人魁相对，是合二卦位往来也。在此四卦中，互济未济，家人与简互未济，魁与解互济济，亦相同也。而四卦之外互，自出反与上五合，则家人魁皆与干类，而简解则与坤类。故魁有得中而阴乎刚，简解皆有利西南不利东北之语。且简卦四阴包二阳，有类于的火明夷，而解则有类于火的静。家人魁以四阳包二阴，家人有类于水天虚，魁则有类于天水讼。其卦爻辞多相关联，直是故也。总之，四卦不外于乾坤坎离之交错而已。家人魁皆以离为主，离后天代乾也；简解皆以坎为主，坎后天代坤也。坤卦辞西南的朋、东北丧朋，皆与简解之辞相近，是其正也。家人阳在下卦象既济，而中户则位未济；魁阴在内卦象未济，而中户则位既济。简解亦如之，以坎卦上下异也。水山未简，则同既济；而中户未济，雷水未解，
则痛未济，而中户既济，则以艮正二阳卦，虽未长男少男，而非如离之能待前也。家人魁以巽兑与离合，虽长女少女，亦非如坎之能待坤，故外四季忌者，中反为未忌；外类未忌者，中反成忌忌。此四卦之用，最为错杂。原因则以正艮巽兑，系后天生化之机，阴阳之际，本辰相错，非乾坤坎离之纯也。故魁卦，离兑之和，而名曰魁，为火与水互持，由二人之背力，各自分离也。魁者乖也，乖与合反，越乖越远，而所欲皆背离之事，不情之举，则魁之所以成也，在自从木从鬼，以木所见也。故九四上九，皆有见字，民所欲者，木也。见于夜牛，见使父徒，与出九见二人，总不外木所示，而未必果如所见也。故出则惊疑，继则寻思，终乃幻视，无他。见所未见，心为目所疑，知为情所避而已。故自从鬼，鬼先天属水，后天反化火，水受火蒸，幻为云雾，而天日必明，必呆雨降云霄，始复于清朗。故上九爻有喻语则吉之辞也。魁卦之类于讼，亦有在爻辞中可证者。讼者不清也，魁者乖也。天与水为形而成讼，父之与子，亲而不亲，不得不讼。此讼之所由名也。魁则火与则背驰，则易水也。火水相利，一则炎上，一则润下，上下相为，越去越远，如兄弟姐妹之不睦，敬而不敬，乃成其乖。此魁之所由名也。魁与家人，故相反也。家人则不敬者敬，不亲者亲，夫妇之谓也。夫妇和而家道成，此君子之道所造端也。魁则本亲而不克亲，本敬而不肯敬，乃家庭之变。骨肉如陌路，手足如寇仇，同气以乖，人伦斯匹。此莫是伦纪之师，为人道之所悲也。人道不彰，人于何有？此贵以车载之辞，有盖乎言之也。人道之师，因于物欲，成于势利。物欲避其聪明，势利密其情性。亲如姐妹，而志趣难同；敬如同胞，而利害各异。谓非有谓之汉格，家之至故，不至于此。以离火之炎炎，而夫婿暧昧之在下；以对则之荡荡，而无念干燥之在天。两不关心，遂扬镳而分道，各治所利，乃赛对而推离。夫岂人情之所谓哉？吾乃物谓之障，势利为之驱策耳。此爻辞见于夜牛而彻人，见使父徒，见鬼一车，欲主于相，绝宗室夫，丧马勿逐，诸语，何亦非物之所引，利之所平临哉？故魁之为魁，为自治也，亦由天水为形之必讼也。讼者求其直，魁者其和。不直则讼无以时，不和则魁江湖底。此上九匪寇婚构一语，生叛其不相争而自牧，不相妒而自胁。虽魁于前，中和于后。欲与而群夷尽事，欲元夫而没救皆亡。可见离而中立，
仇而易婚，天地之机，往者必复。性情之正，变者有常，则魁乖岂非既助之所因乎？此中户既济之象，未战的魁者必所助义也。宗主书数，古来字义，往往一字盖多义，以字少也。后人因方音不同，误写甚重，遂由一增为3、4，字音记忆，未用一书，考其原来，故人可通。如还、反、游、右、和、乌、恶之类，皆一字所分化。和与和，生之别也；乌与恶，写之讹也。还反游右，皆声音以方而殊，原同义也。魁卦之魁，亦与渠诀同出，如魁金是泥，或作渠，或作决，时由音之转，而加增一字以便于读耳。方土之音，各地不一，如河与湖，有读同无者，其、之、居、哉，亦有读为一音者。于是字以音多，意以读义，时故无别也。正卦是决，即今世之状，与魁正同，谓正中户简，有险阻之象。魁以火则被持，亦惶惑之情，故自从木，言其中动于心，外显诸目，不觉而自今世耳。故魁卦全卦之用，皆取乖为诡异之词，明其包含离其变幻之状。正以二卦多阻而不合，是变中且变，幻中越幻之象，分合聚散无常，忧乐安为迷定，欲不经世，不可得也。魁卦互济，人有邪济之机，虽魁而可通，精而有定，乖而不用，其而复长。此上爻有欲与夷王之战，而终吉也。简卦艮下坎上，宣圣讲义。简上坎下艮，合成水山简，为4阴2阳卦。山上之水，非其地也，水流洼下，天性使然。积之上山，其行必简，故卦称简。简难也，难有2义，义则平生，不义也；义则去生，困也。而简兼之，言其行也不义，其止也困。困与则水困一义，而尽疏，则中之水，虽难固其所止。山上之水，则困而不可流，非其居也。山上有泉，聚而成瀑，一泻千丈，不可复止。今欲止之，其不亦可知，而尽止矣。其困又可想见矣。然得之有山，山之有泉，山高水高，不待人力，又何故耶？则天地自然之气使之也。气至则至，气行则行。水虽有直，其元气也。云之所真，雷之所震，由其小焉者，山洪之发，奔腾万顷，岩泉之涌，稳蒙百寻，谁谓为之？孰令治之？无义气所运，而是所导耳。则简之山有水，不当为难。今以难明，谓非力之谓急，气之谓后者余，则卦象故可明察之矣。4阴在外，2阳被束于中，阳德不疏，其势自促。况卦中户未济，火在水上，二者被持，有类于宋，有似于魁。水至亦降，火至亦生，升降之途，猜贤无已。此简之水与山难邪？
而上与下多阻也。其外户之变，则有同于民夷，以民入地中，而有蒙难之语，简之为难，故与之类。卦上下异位，则谓蒙。蒙以水出山下，土掩其上，如物之蒙，亦有简之为简也。蒙为山之压水，简则水之眉山，水与山皆不得畅其志，快其情，故蒙为昧，而简为难。昧则避其聪明，如民夷之象；难则治其行止，如未济之情。此简与数卦皆有相关处也。简和坎艮，坎为险，艮为止，险在前而止，乃不克前进之象，此简之所由称也。坎为水，险也，而艮为山，则崇高之象，内崇而外陷，有不克生阳之意。水以低洼为利，而反处山之上；山以峻拔为治，而反在水之下。两者不能相得，而有碍于行。阳主升而在上，阴主降而多在下，阴阳又不均匀匹配，此卦爻之简也。卦本水在上，而中户反居下，艮少南也，而与坎中南合，两者情志各殊，如魁之二女不洽，此上下卦之简也。传魁乖也，乖必有难，故受之以简。言简时有魁之变，魁为二女之相为，简则两男之各立。魁为四阳二阴之不协，简则四阴二阳之难调，故简与魁甚相近也。然魁虽乖，而中户既济，是有可济之象；简则户未济，更成难洽之情。不过魁为家人之变，家人内外皆的正位，魁则皆失之。简之6295，则与家人痛得其正，与魁却反，虽难而内外不失其正，虽不相协，而上下各得其位，则简卦有可用也。况中爻9364，合乎济济的人道之中和，有时谓之可用，虽难而不皆乖，虽利而有可守。此艮之的是，有之止之道者也。艮陷也，陷者甚利害，便从为，民夷否？而重在善趋避也。故彖辞有利西南之句，与坤相应。坤土也，艮亦土，其性情相类，而全卦二反至上户坤，62又坤之正，故取用本乎坤真也。简之为义，包有阻简及兼迥之意，字与塞含相似，而下未足字，即含有之止之意。之止不独自足也，人之有足，未变形与止，足下从止，明其必先止而后能力能行，且行中必止。未有不能止而能行者，亦未有行而不止者。人之足，履的以立，举步以行，皆必由于止，故不自上亦从止。止与行对，不行则止。简之从足，即重在本艮止之意。见难而退，知险而止耳。止则不复前矣。简之以坎险在前，而内自止，此圣人明行止之道，是进退之机也。退有止也，皆取艮之意，故退自亦从艮。退与进反，止与行反。简既已止，其不可强进可知，难而强进，其害必大。虽是有不畏难，而冒艰险以进取者，然非君子之所上也。行险侥幸，
纵或成功，亦无可取。况在减之时未乎？故减者时当止，而行有方。其道在坤真，其因在明以与未济。凡习易者，必从事而明辨之。减与解，谓往来卦，皆二阳四阴，而一合更坎，一合正坎。坎同而正更易。减坎在更上，成水山之河，雨雷水解。对雨火则魁反，以火水山则皆相反对也。按八宫卦序，魁为艮宫四世，减则对宫四世，亦相对也。而解则与家人对，烽火家人，为巽宫二世，解则正宫二世，相对也。四卦交相往来，而离坎主其上下，正巽更对错综其间。凡下经卦多类势力，四卦犹未显著。减之次魁，故以乖必有难。实则文王定序，人本往来循环，由象明数，由数明变。魁之四阳二阴，变则为减之二阳四阴。而水亦火，山亦泽，由八卦方位，交易其次，艮与对，在先天故相对，而后天则对正而主西，艮对坤而移东北，故艮正相邻，山雷成夷；艮对相反，山则未损。就其先后天言，用各异也。然雷山为小过，则中孚之反；则山为咸，则横之往来。是其上下异位，用又不同矣。小过与损，皆利于道，失于中和，而以与贤，则得于性情，全其得用。此独异者所宜留意也。魁之与减，亦复类似。魁乖而情志莫邪，减难而行止可施。故魁为家人之变，未及变凶；减则魁之变，由害变利。亦物极则复，数穷则通之理。减之难也，因而思有以免之；其阻也，因而求所以通之。故其象上下得中，内外通正。有四家人，魁反于家人，而背利自物；减则有效于家人，而戒斥自言。故减谓治，以知因而能止也。行莫善于知止，知止而后有定。大学止至善，及众思止，减而知止，其中免于难矣。减，利西南，不利东北，利见大忍，贞吉，宣圣讲义。此减卦彖辞也。减亦坎艮合，而用本于坤，坎后天代坤，艮与坤异位，故二卦皆取坤用。坎在北，艮在东北，所居之地，非所行之方，故利西南，不利东北。与坤西南的朋，东北丧朋相应，坤之得丧，以其助也。减之利否，以其通也。助在于道，通在于行，二者为异，而大止不疏。减缘多阻，而西南人可畅行。有五方言：西为金，南属火，金火二者，未岁之夏秋。减之坎，水也，艮，土也。水能胜火，土则生金，故未利。若东北则反是。东木的思春，北水相主东，二者阳之前而至，生之薄而疏。土为木，则艮所不移；水丑火，则坎所不喜。坤之丧朋，亦正以此。利害既判，行止思明，方宜既明。
得用思见，简难也。非陈平之日，康坦之徒，其必有所责也。明矣。此彖辞首皆二语，以示事之用简者，夫利害者，行止所关，而卦用有宾主之别。利于此者害于彼，宜于主者防于宾。彖辞举其要而已。利见大人据守见于前，92、95皆有事战，而92非正位，故称见龙在田。95正位辰时，故称飞龙在天。简之大人亦指95一爻，以的全卦正位也。即坎之中爻，坎虽带坤，中藏乾阳，乃带生化之权。简以95正位当时，下阴62，内外通正，上下交符，故战利见大人。既有大人乐于接见，又或敬见大人之时，此所以称为利也。然见者自见，非我及大人也。95虽前爻，而卦非前也。62在内，时秉坤德，故称贞吉，与坤辞安贞吉一义。以简之时，多难之日，非得志之际，畅行之臣，官守二据，即知其不宜妄动，而必慎默，不可轻举，而必安详。贞吉二字，明其必守贞而后吉。贞以自赎，则简无害于行；贞以自持，则时有的于止。乾坤四德，贞居末焉，如岁之冬，如雾之前，安静不渝，坚固自全，是谓坤德。简所失焉。彖辞数句，以概简卦全体大用，而教示人有所去取耳。宗主附注：简与解为往来卦，而与魁为反对卦，解与家人反对，故四卦为一大往来。按先天八卦方位，艮对兑，巽对震，坎对离，风火家人对雷水解，火则魁对水山简。而卦爻则家人与魁往来，简与解往来，时皆相对也。以四卦皆成于坎离，中皆互忌未忌，合之即水火不相涉之象。风与火，雷与水，谓一阴一阳，变作两卦。火与泽，水与山，亦然。总不外离坎也。离坎后天带乾坤，的离用者本乎乾，的坎用者本乎坤。此家人魁以离而同乾，简解以坎而类坤。乾坤在后天，人离坎为主，是此四卦与既未既故通，与太否亦近。如魁简则四否，家人解则四太。否塞也格也，魁亦格也，简亦塞也。不通不调也，魁以二女不调而乖，简以两男不通而难。其用极相类，皆于否阴。否之不通，天也。魁简则人失之，何也？以坎离为人卦，而山则元通气，通而不通，岂非人之咎乎？周易下经，均以人道为主，人道治家人备矣，而其变也，乃成魁简，未失其中和之德，立乎性命之正耳。火不得其位，则燎原之灾；水不视其居，则灭顶之害。此魁与简之所以成也。而人道有损焉。人道者，人谓之主，或吉或凶，人自治之；或利或否，人自治焉。故两卦战辞皆互见也。吉利者，智者所为；凶祸者昧者所处。习义者可就爻辞参之，
彖曰：简难也，险在前也。见险而能止，之以哉？简利西南，往得中也；不利东北，其道穷也。利见大忍，往有功也。当为征吉，以正邦也。简之实用大矣哉！宣圣讲义，此身是彖辞之意，明简卦之实用也。义之文辞，长短详略不一，以所含义显者，则略而短；隐者，则详而长。简之是彖，意以卦用难明，辞义难尽，故言之详，而文乃长。人之简之为难，不宜于行，而不知简之善止，反适于用，则实谓中也。在彖辞三句，三利字，为不利东北，可见不利者少，利者尚多，不得已简而少其用也。圣人恐后世误于简难之意，而忽于利己之战，故详视之耳。简之为难，以见前讲。何以难？则由卦和坎艮，坎在外，卦以下为本，由下而上，即由内之外，由此往前，坎在艮上，故曰险在前。而简之难，即以是称焉。夫坎陷也，如得之井，道之坑，有失足坠下之虞，人之行也。志在前进，偶有未甚，身陷于井坑之中，其难可知。逐兽者，利用陷阱以得兽，兽之不知，使物入之，人而入井，与兽合异，是贵乎之险而先止也。求前者，人之所至；入险者，人之所虞。简以前有险而自知止，本艮之得用，以待坎之险陷，知止以戒行，而因易陷之险境，此非智者不能。中庸所谓人皆曰与之，屈而纳诸谷或陷阱之中而莫知之辟也，则其所谓智，反不如其愚。明之有险，而贪于前进，必致以陷方悔者，皆不知简者也。简则见险而能止，岂非是之智者哉？智在能先知，在知而能戒其行，在行而能毅然终止。若见而不知，知而不戒，戒而不能拒止，皆非智也。智内也，藏而不露，怀而不彰，其外若愚，其动若神，方谓大智。传曰显诸人，藏诸用，用即智也。藏谓之智，不藏则所谓察，察谓明。徒愤世耳，何智之有哉？简之称智，正以其善藏，藏于中，止于内，见险而能不进，知难而能致公，非大智者，不能与于斯。是闻之以哉三字，盖深赞其能藏而善止矣。简之知止，非徒止而已，止也有行，为止能行，止而行，行而立，则难者不难，简者不简。大哉止乎！老氏曰之止不殆，谓其利于行耳。若一味徒止，而忘于行，欲时之宜，则谓失时；欲时之否，则谓失事。皆不能与于成。简以知止，而后利于行，故彖辞是以利西南，不利东北，言其行之有方也。夫险在前，其后非险，可转身以进；险在东北，西南非险，可转向以行。此止之计人行也。遇险则止，非险乃进；东北则止，
西南可行，此简之利否？由行止判之。简利西南者，以6295内外正位，坤之所因，前也，中也，由坤而前，由柔而刚。自62以进于95，则所行中道，故曰往得中也。不利东北，为其行与之反，犯险以进，背道而驰，失其中守，越行越穷，则所谓其道穷者，非行之咎，乃方之不宜也。简由卦言，水在山上，其象未穷，一而行焉，必履于险，而内外的正，中户既济，因而推之，其行必宜。得中与道穷，止卦。爻常变言也，以卦名简，有难有险，因求直进，穷途利剑，知止善退，知难顺变，推夫中道，正行不困，则所谓利也。明知其必陷而轻视之，见其有险而虑履之，而欲不穷，不可得已，故行简。贵乎知止，而善趋避；知止而勿惧进，见险而克回旋，即从容中道之行，上何往而不利哉？往极有利，所成必大，故战利见大忍，是为往有功，民所行有大成也。大忍只在上位，卦之95也。利见大忍，即由内外皆正，以我之利，建国之功，邀大人之赏，开基创业之谓也。总不外当为贞吉而已。内正则贞，外正则吉，内外通正，贞吉思见，由坤之德，达干之道，因地之利，奉天之时，一人之功，举国之庆，故曰以正邦也。家人卦以内外正位，立人道而正天下。简亦以内外正位，济时难而正邦家，其道义也。未简当时之非，多难之日，险阻在前，兼为方胜，乃以知止之治，得正位而行中道，本实用而变方宜，乃获贞吉之战，而成正邦之利。推原其故，在于当位成时，故生之曰：简之实用大矣哉！盖恐人不明简之可用耳。实用者，亦所最重。干卦以详其意，各卦称实者，皆如之。而简犹未重要，则以简者实之简，人求无简，必别其实，实谓异也。言实则未存焉。简虽卦之简，而未则皆当，未当则时宜。彖以明告利西南矣。方位之利，可证实用之宜，能明实用，则始终于简。得此实用，则克有功而正邦。卦同而体用书，势同而主兵役，故实用所观大矣。读者细就卦爻体会之，即可名辞之为止。象曰：山上有水，简。君子以反身修德，宣圣讲义。此简卦全卦象辞也。彖辞以明皆简卦之实用，象辞更是以君子用简之道。彖重在天，故先时宜；象重在人，故先人道。君子乃人道表率，其行与志，足以昭示大众，以立人之纪纲，而为世之模范，故称君子。言其为一般人道之则耳。简上坎下艮，山上有水之象，水立于洼下之地，今反在崇高之山，其行之简可知。前略明其意矣。
水之在高山而下流者，如悬崖飞瀑，势极气盛，更千百倍于江河。然而非其性也。非性者，势逼处此，虽奔腾澎湃，不得为其行之力也。以欲断板峭碑，而后成其瀑泻也。若周流于山谷之内，吞吐于石隙之中，其行必多阻，而不得如江河之一泻千里，急流止于溪涧之间，停诸于井穴之底，虽可尽盖左右，曲折萦回，而不得如湖沼之蒙蒙，海洋之浩浩，是异性之所立，非水之所欲也。故水在山上，行止皆未简。简以一言，尤重在于行。未行之简，则止亦非立。水与山异，山志在止，水志在行。今水反居山之上，是失志矣。不得以玄瀑非全视为水之固性也。故观水必于海洋，以其得的而当视也。山上之水，宁为水之所立哉？简卦即以水反居山上，而得其称矣。水之简，天之所为，山故不任其就；时之简，树之所为，人亦不必被其害。此君子有自全之道也。象以明事力所在矣。因时之难，而辨其方宜；因事之变，而达乎中和，则简之用。贵在循艮止之德，以免于坎险之灾耳。艮止在下，有其本也，知难善辨明其方也。见险即退，得其道也，而莫不重在反身修德，以自保其实用耳。盖卦自下而上，未顺以推之；由上而下，未反以复之。简坎在外，顺境必难；违反以从艮止，自修其德，则免于简矣。故君子应简而反身修德焉。简卦上下正位，而9364合乎济济，使亦有中正之道。虽坎险在前，而艮止在后，明者保身之所宜。故象以反身修德，是君子之行。因内外正位有守，不失中和之行。有德自彰，有道自全。简而不害于身，难而不失其德，反身而成之谓也。凡行有不得，则反求诸己。简之浅显，是不得进也。反以失艮止之意，则绰绰有余欲矣。反身修德，不独用简之要道，亦即君子应简为立之方。君子出处不离乎道，不弃其德，平时尚然，况当时之简哉？简而有功，非善自反者不克也。艮止以因坎险，则险无碍于我；反身修德，以待时难，则难无损于事。此彖辞称其力见大忍，而是闻为其有功而正邦也。夫简上下判然，行止易去，求进则愈险，有守则安贞。艮之之止，原秉坤之安贞，失其所止，即立于安贞之极。大哉止乎！非徒止而已，止而修德，其成亦大。反身者，知止也。前行俱止，反求诸矣。以进为退，昭德守位，争故自持，何来灾害？德业日新，其成必大。此简之用，即于反身修德四字见之。天时虽简，人道自易；行途虽险，居位自安。易则有成，安则无忧。正邦有功，不必他求，
此居亦四命之君子也。果由是阔而充之，上何患乎简哉？乾坤四德，简以真称。学义者谓义真字，即可见立之所在。立本于真，真内而立见于外，真以而成于物。简之立，即其真；而真之行，即反身修德。总之，不外乎知止而已。初六，往简来遇，宣圣讲义。此简初六爻辞也。简初爻，即艮初六。艮在下而爻未柔，凡卦皆自下上行，而爻以阳生阴降为顺，阴生阳降为逆。简之初六，阴也。在数当上进，在道则为逆，逆而进，其难可知，故曰往简。若本乎刚柔之道，依乎升降之阶，以初六之阴，反上以下，反进以止，是去逆而就顺也。故曰来遇。往则简难，来则有欲，行止利害，即于四字判之。往者进也，来者反也。坎险在前，进必遇难；艮止在内，反必保身。遇者，生明具泰之谓。况初六既在下，而复谓阴爻，在下者宜潜藏，阴柔者宜休息。坤道安贞之德，凡从六者皆失之。故简初六往简来遇，明其宜退而不宜进，宜止而不宜行，谓地之匪夷，时之不利，与彖辞首句相应，以东北不可助也。往来二字，又包卦谓言。卦有往来，如简与解；未有往来，如简与蒙，皆颠倒其上下也。又有方位往来，如艮与兑，坎与离，则简与魁无往来也。上有爻变往来，以柔往者变阳未来，以阴往者变刚未来，则初六与九四，自成往来也。更有互变之往来者，则以中互、外互交相往来，如简互未济，而外互既济，济未济，故一往一来也。总之有往即有来，皆行也。去为往，归未来。如远行者，由家前往为往，由彼归家未来。往之不利，来则利矣。简初六不利前进，故宜速反。反反原一义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此象辞称君子以反身修德也。何哉？失德之非，将奚行乎？象曰：往简来遇，宜哉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简初六，失德非宜，必呆时之迁移，德之进转，由初六而六二，德中成时，方有利。卦爻君以时位为本，言时该位，言位该时。初六在下，地位不当，即时之不宜。爻辞往简来遇，以先往后来，必经时位变移。虽明知往则简，而不得不往；来有遇，而不能为往即来。此爻辞盖天人言也。是文重在人道，故以呆时之宜为言，亦指往故简，非往之咎，时之灾也。来故有遇，非来之功，亦时之宜，时之与灾。见于大处无妄二卦，无妄为灾，大处为时，非时即灾，时至则利。初六之简遇，亦复类似。时简则简，时至则遇。君子明义，重在趋吉避凶，知时之灾，
则求其退避之方；逢时之宜，则顺其行进之道。爻辞虽以简喻民往来之凶吉，而人道则应之，其往而不简，来而或遇之功。天数故不免于往之简，而君子则重乎来之欲。盖知其往必不利，则宁勿进，而待时之宜；如来之欲，而时未至，则待谓之易。时宜则简者不简，未易则喻者易招。此是闻之止也。或以待时未世所弗许，事之所迫，欲罢不能，机之所遭，欲或未果，而进犯难求进，涉险求功，是不明易教者也。义之为教，是人所行所止，可行则行，不可则止。吉凶悔令，生乎动，不动将何来吉凶？何有悔令？初六而在下，原可不动，今乃不自反，贸然轻动，以息来之欲，而忘往之简，是自疑依期者也。民更止之意，失坤真之道，藏气不用，相时而动，则往简以免，来欲滋加，岂非智者所谓乎？故事彖以知险能治，称为智也。而智者之动，即在不为乎时，时用者简，全卦之大义，而于初爻以明示之。6.2王臣简简，匪公之故。宣圣讲义，此简6.2爻辞也。6.2内卦之正，即艮中位，以柔在下，有比于王臣，对9-5言也。坤之主位，秉安贞之德，所谓臣道也，妻道也。凡卦6.2皆取坤用，而是所合，变其为臣位后，位非位妻，以其匹敌属5爻，5之为刚，则君子也。简9-5在上，故6.2以王臣称，然非限于臣也，或仆或属，或妻或妇，可类推之。以6.2虽得正位，而上欲坎险，同在简中，时简而未宜，原可自免。故曰匪公之故，以就不在我也。王臣有位，则有官守，有职则有责任，不得如是外人，悠悠自得，则其所宜也。以时故简，以职无难，简简重用，位居其位不得避其害，一也；逢其时不得逃其灾，二也。以爻为阴，上阴坎险，有重简之象。且初6-6-2皆阴爻，既简于前，复简于位，是简简者，明其难之户，不易趋避耳。然王臣之简，由其职守非其人所为，不在其位，何干于咎？不识其路，何负于责？爻辞特皆王臣2字，明简之由至，而信以正位有守，终免于害，则亦因功欲简，亦不救其身也。况在正位，行中道者哉？亦利。内外的正者皆吉，简9-5-6-2皆正，故免于难。虽时之不宜，得之不利，临险而不能遁，见危而不能避，则忠于其职者所为，在亦当无咎矣。简卦之行无不简，6.2虽简而无罪，虽遇难而不失其欲，履险而非关于志，则由正行不义，争故不失，克有其德，以祀天命者也。此爻辞以匪公之故，明其简非人就也，即以简矣。简而又简，所欲不幸可知，而罪咎不及，
终免于灾。非有德者不能治之。德之所合，忠正之行，安贞之意。六二所固有者，宜其无可有也。象曰：王臣简简，终无有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六二居其位，守其职，欲简不得自毙，而终无咎，则由君子反身修德，乃克行简而免咎耳。说者以六二简而救不及身，为遇难而非其罪。如忠臣烈士，捐身殉职，虽所遇不幸，而不得则以救利。然爻辞之意，包含遇难的免，虽简而终无咎由，则以六二忠正之德，能整时之灾，安贞之道，能避得之难。爻辞匪公之故四字，一则指简不甘于己，一则指简不及于身。是虽遇难，有脱难之方；遭灾有患灾之道。实的虽不免于简，而道德足以自救也。盖6295，内外痛正，自获气重，如忠臣重忠臣，义士重义士。由后世桓后之事言言，元帝不杀文丞相之力，是由其德行所感也。在王臣之心，故不存幸免之念，而得义之感应，乃反臣解脱之机，则以简之往来卦为解，简之至极便解。初六往简来遇，亦以往来相反言。六二王臣之简，遇民主而遂免，以其忠义可嘉，虽险难不避，而身人安全，不独罪利不及己也。是文中无由惧，即含此意，言我不由人，人亦不由我，简之以胜，其难自解。故爻辞不以凶战。洪教附注：简卦爻辞六二爻，王臣简简，匪公之故，讲义故详尽，然上有兼含之意，未及备述，兹略补之。王臣简简，以为王之臣，必属亲故。无论在天子之邦，诸侯之国，三代之治，虑以亲故者，谓之亲士大夫。以其先有功于国，有勋于民，与王同安危，与国共休戚者也。庶民下士，不得骤身于朝，而敬于王。如春秋正武公庄公为平王亲事，时平王特命，亲选之以为辅佐者，而非如周公太公之古公周氏，家辅成王，开国之臣，元勋之比，及侯国卿相，亦必由于世家，或出同宗之亲，或属大公之义，使世袭国卿之位，为君亲信之臣。论语周公谓鲁公曰：君子不失其亲，不持大臣，故就无大故，则不弃也。可见君臣相倚，上下相依，实先望之至。六二之王臣，亦当如之。而爻辞以简简称，则以时之非，国之难，为臣不得保其亲，共职不得信于君，故曰匪公之故。公亲也，故救也，非亲非救，而当多难之秋，委身为臣，难免忧疑之急，此所以称简简也。既简于时，复简于欲，在其位，而难自保，勤其职而莫能信，是由非亲故之臣，乃不免于多阻塞之余也。然六二正位在下，能守其臣节，百折不回，忠于职守，多忧勿恤，则终无害。故匪公之故，人包有救非官己，
简非由功之意，是在战者随时体会之。93往简来反，宣圣讲义。此简93爻辞也。93居中爻之内，为人爻之始，与64一阴一阳，恰乎济济之意。而简卦以坎在外，有进必难，故初爻有往简来遇，四爻有往简来连，上爻有往简来硕，93爻亦曰往简来反。名全卦皆不宜进，而宜用艮之止，以求于内。来反由来复，与来遇来连来硕，意义而用同，谓来复。如复卦反复其道，虽不及吉凶，而包有吉凶之意。盖来反者，名与往简以相反。往既简，来而复，自免于简。与初四上爻之辞，均皆在其行止之变耳。来遇者，有生民之可喜；来连者，因情志之可服；来硕者，见得业之可大。而来反则只负其初行，终于安贞之极耳。盖卦分上下，由初至三位一卦，亦即一介欲也。行至于此，在数当复，虽全卦至上爻为止，而第三爻亦一段落，与四爻同介于内外之间，思出入之道，有如门之书，户之要。行者至门必止，卦用至此必复。简以来往相对，往者至此一复，故往来亦曰往复。复即来也，来即反也。反反原一字，简之复，即免于简矣。而卦有升降，爻有刚柔，初二皆阴，至93为阳，阳升阴降，原与初二背驰，但在简用，以艮为重。艮之阳为全卦之主，今简以不宜进，则用当本艮止之意，而自反。此93以升而降，以刚而就于柔，以中而辅其下，故爻辞称来反，名其行之必反也。反故反复，亦包与常道相反之意。在他卦立于进，今93则反之，而以退止为先；在他爻之阳立未生，今93亦反之，而亦成辅降之志。此反自之止，实重在与全卦，反与常道，反以成其用，而后免于简耳。然爻辞以及往简矣。往者必反，往而简者，反必与之反。此反自直盖一切言，无不反也。象曰：往简来反，内喜之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内指内卦三爻，以6、2在中，初6、9、3相应，两阴喜进一阳，阳亦不决而辅就之，故有来反之语。阳本至于上进，而阴前有坎险，使之生畏惧之心，则反而就内，更得乐毅之气，亦险一义，亦忧亦喜，互相对照，而见往来之道，吉凶自异，利害各殊，人情恶为而乐安，好亲交而切远道，喜平易而为险阻，不呆智者以能知之。93既临于坎险之前，心有不悚惧以求自全者乎？况犹在艮止之道，近乎坤贞之德，反而自下，莫不欣然相与，退而自守，更或安然无患，则所谓内喜，不独初二之欲进阳，亦93之甚愿就阴，两者相亲，共成艮止之行，即93来反，合乎内喜之情也。故内喜之有二义：一则内之初二柔喜进刚，
相与为直。一则九三以切于前显，反而亲内，相与缠绵。是内喜由曰内相喜悦，而使九三之素来反耳。欲退者不进，愿止者不前。内自与出自对，或作纳，即入也，归也还也。九三之还何出耳？以权艮卦大用，苟去而不返，行而不归，则将何以止哉？此九三之来反，一时未所宜然也。64. 往简来连，宣圣讲义。此简64爻辞也。64外卦之始，未坎卦出爻，与九三同属人爻，刚柔相得如既济，而在简卦以坎之显，连艮之止，进则简，退则安，与各爻同。而64重阴，阴喜进阳，外则近于95，以近于显，是以往简也。内则反于93，以同于艮，是来连也。连者联系不断之意。64以一阴介两阳之间，而合成离，离利也。故善于联系，或立95，则成坎显，不免于简；或立93，则与艮止连贯，故曰往简来连。在他卦内外分界，多难连属，而简64亦与93，一阴一阳，谐成中爻之用，有弗济济之道，此称来连。名其与下卦必相连属，而复于艮止也。艮之一阳93，实如领袖，居中控外，近悦远来，以其德之昭昭，足至人之归附也。故93曰内喜，64曰来连。可见此二爻实相倾慕，而为中外所悦服也。且来连者，爻位变离，与坎互成既济，亦相协调，不独与93之君和乐尽也。连自从车，有行动之志，而与运自相类，有转移之情。全简卦爻皆以往简来否未变。64已在外卦，是难自反，独阴柔易从刚，不知不觉，联系于内，与艮相得，故来连时以谓之所当，得之所明，行之所宜，时之所合，而不得不连也。夫简之待用，即在坎之居外，坎以阳陷阴中，如水之没物，遂沉溺不自拔。64本应同于坎用，而成显现难免之情，却已近于93，思源追本，遂不得不随艮以来止。师云直之为之，以永今朝，此之谓也。原非所连，以来则连，可见其连，人由于来也。进往不来，将谁连哉？故来连，以来遇，来反，君重再来，即反也。反其所行，以还于本来耳。简之反，则变为利。艮止之用，通乎神明。大学之止一章，以皆其意。来者善止，止者利行。64之来连，虽未言及，亦可知其必利。为其远坎而近艮，去险而就安，有93提携以共成人道仁义之用。故来连时指64能反，而与93联系耳。象曰：往简来连，当谓时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64虽非内外正位，而属中爻，以柔居柔，亦谓当位，且与93同称当位也。93、64阴阳相得，合成人爻，主权卦中道，
故爻辞称往简来连，谓其能来，与93联系而成其用。是闻生之以当位，见中爻亦兹乎刚柔相的也。而十字则指64，本属离中虚之象，以反连93，因从阳道，故称为十。言以其来连而得十耳。然十字包含二义，一则称其当位由虚而实，一则明当位的93位否，所称不虚。亦言之，由曰实当位耳。盖64、93两位俱当，真实不虚。若非否以93，尚不得实称当位。如有圣主，必得贤臣为辅，方能长保其位。有贤妻，必以良人为否，乃克久宜其家。此64之当位，以93而后实也。故以是爻辞来连之意。明64之用，在于联系93而皆当位，乃免于简耳。简之用，在重取艮止之意。今64已不在艮，而仍能反连于艮，终免于简。艮止以至坎阴，虽陷阱临前，而无足自治，则人不失其守。不失守，即保其位。64当位，而能保，则由连93以失艮止耳。读者要将爻辞和全卦易之，方明是文之旨。阴道虚，阳道实，64之实，非连93之阳，不得称也。中爻之用，足为人道之规，一刚一柔，恰服道用，故虽在坎而仍可免于险。设不知自反以连于93，则安能脱于险哉？故吉凶利害，在人之辩之审，而行之慎。不急求进，而速求止，自无咎矣。95大简，蓬莱，宣圣讲义。此简95爻辞也。95外卦正位，有干95之象，而卦属坎，一阳陷两阴中，遂不得如前飞龙在天，而人不离乎简，且以为简之极，是逼处此，乃有大简之称。凡功业之者，必假权位，故成德者95所固有。反之，祸乱之臣，亦必因夫权位，故大简之战，亦在95。欲治安之事，则兴亡之夜；明德之时，欲丧乱之秋，则为难之君，忧烦之日。此皆以其位辨之，而有时之信不信，尽之疑不疑耳。95之简，以时之非，欲之险，履干刚之位，离坎险之难，此所以谓大简也。然简故大，而未可平；实故难，而权可用。位正则名分定，权尊则辅益多。故大简之时，而占蓬莱之象。蓬者，即坤卦西南的蓬之蓬，以简之力，与坤痛也。95虽干位，而以坎之一爻被陷，不得展其用，所幸内合乎艮，有成始成终之期。95下阴62，内外痛正，遂得利用安贞之道，以体于坤。蓬莱二字，明其得道多助，不以大简而失其位，且正位成实，转因大简而多得良朋。此即9562之协和，以共济简之时，而中保简之位也。蓬莱二字，亦包简之从极，如蓬类相携而来，则简之固有，所谓灾祸不单治之意。然真义人重在多的有朋之助，虽简不失位也。盖95中正之德，
无论位干位坎，其当为手中人同。故大简之治，而有朋以来，为中兴之君，以国难相续，上下一心，共赴为急，则其名正言顺，德治未当，足以昭示天下也。故大简不独无害，且将以成其不世之功。如夏少康是也，苟得不称其位，权不服其位，则民皆弃之。更何蓬莱之战？是爻辞虽不及吉凶，其有功可昭，有德可者，夫彖辞大人正邦之用，实在此爻。何哉？9562相辅相得，君民臣良，共勤其邦国，自可御灾害患，而起中兴之业。故62则云王臣简简，匪公之故，与95之蓬莱恰相对照，上下一德，内外同心，果何忧乎简哉？象曰：大简蓬莱，以终结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以95得中位，而有权，足以昭示天下，节制人民也。蓬莱二字，人本往来之意，言往则大简，而来则有朋，其旨不外反其行以合乎艮旨。艮在下，如君之得臣，主之得辅，由良朋也。朋字兼言重助之意，不仅一二人矣耳。凡称朋必志同道合，终始共事者也。正谓秉节号召其下，无不来同，故曰终节。由正谓当权之意。9562皆手中不失，上则善于用人，以御夫众；下则善于事主，以济其难。此终节二字，明是蓬莱之所由。终字有平去二义，平因明其位之中正，去因明其德之光明，与中庸发而终节之意相似，以其行止合乎节度，无过不及，痛中服也。君子居尊位，握重权，未有不能得众者，桀纣则否，以其德不称，行不良，不能终节也。喜怒以为赏罚，爱憎以为生治，以私济公，以义行政，则亲离众叛。更何蓬莱之望，在平日上将去此远视，自相协耳。审大简之日，有不倒戈相向，以快其志乎？故大简而战蓬莱，实其德足以服人，其政足以令众。此终节也。简言之，即大公无私，因财弃使，赏罚制度，进退治平而已。何哉？95之尊，有其德与位；大简之计，审夫戒与据，以敬君子而人忠贤，则国难易疏，禄位永保。蓬莱之庆，足见95之成功矣。95权卦主位，万众所仰。蓬莱以足见天下之归心，终节更足昭明德之日远。简而不简，此之谓也。上六，往简来硕，即利见大忍。宣圣讲义。此简上六爻辞也。上六为权卦中位，简之极也。凡卦爻位，至上则穷，穷则变。简之上六，亦为穷变之时，而以坎之故，人不离乎简。前各爻均以往简为言，上六已无可进，更何往哉？然卦位六爻，周而复始，上六之进，反为初六，其往之简，亦与前各爻同。不过就常理言，上六已无所往，
而爻辞称往者，由曰以往耳。如前五爻之行，至此为往。往之简，则来必与之反。上六居当变之地，行必变之时，则其来也，亦必与以往大异。不独如前五爻之有往来，而亦其吉凶也。上爻来者，包全卦之来；各爻则仅指本爻之来，故上六往来，实括全卦言。其往也未简，其来则亦已解矣。上六穷极，往者至此已尽，所重原在来耳。全卦之来，即全简之反，显反为易，难反为安，简反而不复简易。故爻辞曰：来硕极，硕大也；硕极，由大极，而分言之。硕者宏大也，宏功大业之意。以上六一变，则简反为成功之期，即彖所谓正邦者也。硕德，足以示众；硕名，足以御后；硕行，足以怀远；硕果，足以垂统。简之有力，必至上六始克真焉。故战吉，谓全卦各爻之来皆未立，皆与其往简者反。而上六则抵乎大成。所谓来遇者，名亦显；来反者，行亦昭；来连者，众亦急；来朋者，助亦多。是合全卦，而见其大功大业，以服吉利之战矣。上六柔也，喜近乎刚。卦中九三九五是也。上与三阴，而外则共养成于五。上六六四加辅九五，如臣下之视其君，仆妾之视其主。然故有利见大人之称。以上六利见九五之贵人，而得着其动名也。然利见大人，干卦在二五，而今属上爻，是简之独异也。简亦非常之时，多难之日，在位者兢兢业业，免或有恐未足。上合利见之望，此六二有王臣简简之辞也。在位者，避难之不易；而不在位者，却见功之匪难，则亦以时之书，得之疑也。所居不同，所行乃别，所思不一，所获乃差。在六二徒有简之王臣，而上六却逢利见大人之遇合，得失玄绝。正与彖之利西南，不利东北相正，西南远，而东北近。上六正当西南，而六二则在东北，故利否恰反。由此可见简之所在，皆既尽之事，当位之臣，公之所归，必之止之贤，后进之节。为其一则同于往简，而不免于显；一则服于来急，而善之止者也。往来之意，进止之分，由上六一爻，足见其利害之不同矣。象曰：往简来硕，志在内也；利见大忍，以从贵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上六居外卦之中，不行则已，行则必反而下，以复于艮，而托坎险。此往则简，来则硕也。言反而从艮，以知止之志，成大功大业之基。故曰志在内也。内以外对，上与下对，上而下，即外而内。上六虽在外，而志从内卦之艮也。利见大忍，则上六柔喜从刚，阴喜从阳，九五正位，大忍也。上六从之，以建立勋名，振兴邦国，故曰从贵。
言一则从尊位以示贵人，一则因功业以积贵显。上六在外游边鄙之事，辟远之臣，原非贵臣在位者，乃以时势所致，遭逢殊遇，陈其功名，见其德业而从诸贵显也。由此可知简之时，有可畏也。苟不明更止之意，图冒坎险之行，是简之不免。若介于清净之训，则夫善用之道，则不独不简，而功莫大焉。此上六力见大忍，有从贵之极，而来说，有治内之功也。治在内三字，包含反归之意，内由入也。治内，治在反还入夫本居之意，意即来也复也。来对往言，内对出言，其意甚近。凡出行者，终必返家；往异国者，终必归其故土，而必功成业就之日也。上六穷极之地，虽功业未就，亦不得不至于反复。况近95之贵，有正邦与国之功名可齐者乎？故爻辞曰来硕，亦即以往甚小，而来归则大。如世子远行，求名与利，其去也碌碌，而归则赫赫焉。盖名既成，利既厚，象之系人。今且亦未出类拔萃之节，其能治之者，谓其善从贵也。善于反求诸己，而自发愤，体更止之行，而弗坤安贞之德也。坤以安贞，而后能后载无疆；更以知止，而后能成终成始。此简卦之所至，由上六之所至也。简至上六，其用以终，其往复卦未解。解则简难以缓，而行多急，其利息难，亦与简同。亦重在来复，来复乃急，与简之来急，相类而略异。四讲实在详言之。宗主复注：简之为用，以止则急，因坎险在前也。而卦之中户未济，亦不宜清净之象。但全卦内外正位，亦有其首。而中爻三四刚柔服于济济，又可协和。故简卦各爻，皆以来注意其利害。往则简者，顺以进于险；来则急者，退以止于安。是全卦大用。均是行指定吉凶也，而止亦兼行。未先知止而后择善而从，其行自利。故彖辞有利西南不利东北之句也。四方所利者半，不利者亦半，而不利即原卦之坎所居地，所利即原卦之艮所居地。是利害乃有坎艮之意。行止之书辨之，苟行而不止，积于义气，遂冒险以进于坎，是以不利。止而能胜，守其安贞，乃诚实以用于艮，是以利也。而卦艮在下，下为本，本固之荣，本利道生，是以在艮止，原非难之。袭夫人之不细审耳，见利忘害，及功忘险，是不明也。故卦以简明，圣人遇人之见难之退，见险之止而已，非全简也。知夫退止，则勇战极利，上何简哉？所盖在之者不多，而后遇简，终不能免耳。宗主书数，简全卦皆以往则简，来则急，以坎险在前也。险在前，则进者必遇于难，而退者免矣。以下位更善止，知险能止，则虽简仍可自保。
故爻辞以往来变其吉凶，往即进，来即退。由卦言：自下而上谓往，自上复下谓来。往则近于坎险，而无以自拔，故简；来则守于艮止，而获其安贞，故吉。此全卦之要旨也。且卦分内外，而得正位者必吉，以乾坤安其居也。右中爻3、4，夫既济者必利，以坎离邪其德也。简6、2、9、5，内外皆正。中爻9、3、6、4，恰同既济，是以有吉利之战，而在用者之能反耳。因坎止于艮，未简之由来。中户未济，未尽之不利，果循乎常道，急于求尽，未有能免者矣。故用简者，在反而求之，反则不前，止以自珍。斯所谓利西南之止，以坎水也，位在北；艮土也，位中央。用宜西南，人道之所先也。其德配坤，以安贞为本，实用之所贵也。有本则之容，得时则利大。此简之用，全在下卦。艮而时势所迫，有不得不止之象。苟非坎险在前，则艮止亦无足重。读者当合全卦辞象细议之。简卦上爻为简之吉，吉即变，变则通，由此而成雷水解。水反而下，山亦为雷，雷与水同气相求，同类相得，以共解天下之简，故曰解。如孟子所谓解道玄也。人民水深火热之中，颠沛流离之际，忽而得拯救之者，其庆幸何斥雷雨之解大旱，而苏枯槁。故解卦用雷雨之和，明天道之人。简虽由天定，而解人天恩，一往一来，为师兼治，且不有简，不见解之可贵，不因暑旱，不知淋雨之干，不遭枯竭，不明润泽之惠。天道之生生不息，正由其善于往复也。秋冬之杀，方显春夏之繁荣；旱辽之灾，方见云天之赫灼。此其天之有意谓之灾，亦万物生存之自止也。数者循环不已，德者周流无垠，气者消息盈虚，道者本末终始。而天何谓哉？顺乎自然，听其自治，时而简也，则简之；时而解也，则解之。生之无停独之心，杀之无潜流之志。果何谓之简与解乎？人物自作自受而已。人之为孽比天尤烈，则其简也，必待人之解。解陵园事系陵人，人苟不悟，将终于简而已。希望其速解乎？故天道之解，时至自见，不待求请；而人事之解，则唯有判诸在位当权者，以天心为心，而自毁其祸耳。读者于此简解之交，其亦有成处也于 Top 善书图书馆首页，善书目录，善书影片，善歌，道之宗旨。联络我们，查询善书。简体易经正式下经第4册解损益。易经正式下经第4册解损益。解卦坎下震上，宣圣讲义。解以震合坎，坎未险，而震未动，动而险，合以解。谓坎之在下也。卦以下未出，上未中，出险者不险，以其能出也。
入而出则险不害，若忠于险，是陷其中，而不克拔，则尽险矣。此蹇之所以谓蹇也。蹇亦坎在艮外，艮止于内，坎陷于外。止则难动，险则难终，终且险，不蹇何哉？解则易事。坎反在内而正常于动，动则易于止，动以静，则去险而就坦途。此解之所以谓解也。然既曰解，且险在内，非全安徐之谓，故名解。言险而终的解耳。解缓也，缓与急对，急者易为，缓则易安。如人之悬，缓则苏矣；如获之破，缓则免矣。缓虽非安和，而有安和之望；缓虽无弗利，而有弗利之奇。以其越缓越舒，越缓越泰。舒则行止自若，泰则举措嫌疑。如自爱峡之地，而达广平之场，举目光明，心生君泰。又如从破邪之境，登于坦士之途，举步轻徐，意志乃迂。此解缓之意，恰在蹇之后也。解以雷雨合而成用，如春夏之时，万物方浊，春雷一震，生意勃然。又如夏月，旱燥之时，万物枯焦，大雨一沛，神谓之畅。此解之以雷雨取象，彼物或托于南，而遂其身也。蛰虫之欲，必待雷鸣；禾稼之荣，必因雨泽。物生如是，人事亦然。方忧闷之时，必有谓之拔擢，而后快其至；方欲服之际，必有谓之宣泄，而后免于灾。气之动有如雷，德之行有如雨，天地之和也。以雷雨成其大生之功，阴阳之构也。以雷雨尽其润泽之用，人之恩威亦似之。教行相承，宽猛相济，乱极则治，危急则安。亦如天之雷雨，或以警凶顽，或以安良善，或以免罪罚，或以雪冤囚，皆赖此雷雨之功，使遂其身，达其德。此解之待用也。而必依正坎之，何见其象焉？解卦亦四阴二阳，而二五正位相失，内则九二，外则六五，与简之得正位者相反。而中爻三四，位柔为刚，又与位既同，亦与简异。此卦爻之用人多阻也，所以名解者。时以正在外，正二阴在上，坎一阳在中，因而互成既济之象。阴多在上，阳居于下，与泰相似，故阻而无害。坎险不防震动之用，故得名解。言以险的解脱，非简之中于险者可比。险在前，则防其境；险在内，则无害于行。且震动之至，有生胜之思，虽出于险，而能大其功。如雷雨之时，天虽晦暗，而既济之后，物皆欣欣向荣。此功用在其已成，而非当时之所能量也。传曰物不可以终难，故以解既简，可见解成，则简易；而险脱，则功用昭。是在用解者善成时耳。简重实用，解卦亦然，易急易缓，易为易安。此二卦之殊，而所观，则坎卦之一内一外。名坎险在外为难，在内为缓。难缓则能成实立功，
而有拨乱反正之望也。以二卦皆乱世之象，唯一在乱中，一息由乱而至，是其意也。故其战与有同有异。独者当系谓之解，中户既济，而外户的火明夷，与火的静，中藏水山茧与山水蒙，皆往来所关，以解与茧往来，此周易序也。若异其上下，则与屯同体，而屯则与蒙往来，故屯蒙茧解四卦，实相关联，不外艮震与坎之错综而已。艮为少男，后天为阴，震则长男，后天亦阳，故茧为难，以阳现也。解为缓，以阳疏也。解与家人为对，家人以巽合离，解以震合坎，皆先天对位，其用如主兵，其领如日夜，皆相匹也。家人为内，内兼收束之意，解为缓，缓兼放持之情，亦反对也。而家人与魁往来，一内一外，即有减与解，一急一缓，是减进魁，而用类家人；解则进家人，而用类魁。为其水火不相涉，进而难清，类而非足，虽有其表，而情志不同。故卦虽官纪未济，实则以震巽为重，艮对为主。震与兑合为归妹随二卦，巽与艮合，未见与谷二卦，其意皆相比也。而解则以震坎之合，有连于屯，屯亦难也。与简近似，不过屯者难生之象，自独平生；简者遇难之象，自独去生。实则亦相通，用相比。如解与谢，一字二读，二者善辞之意，解者宽放，谢者代持，一过不及耳。譬如人之居囚，而解放则复其自由，此为善用。若人之居谨，而谢持之，则为恶用，谓其有一不疑耳。而义之止，重在缓其急，迂其难，而非谢其事，待其行。是谓人为己有不同也。解而有益于行，则由出险阻而履康庄；解而有害于事，则若被警斥而习代持。字虽异而用疏，卦虽同而功别，是在读者之细思焉。解亦坎险在内，故志求其安徐，而非处于宁静，志在代持也。有其束缚，则思去之；静于放诞，则宜犯之。此解也，必以免于险，保其安，为大用。此与简为反也。解卦名词，取象以刀解牛，从刀从牛从角，如用刀牛角之意，即剖也，开也，使结者散，拘束者放持也。然从角之字，多含有争斗抵触之意，如牛羊之相抵也。人之险难，或缘兵争，或缘械斗，或由陷害，或由伤损，其故不一。而于身心有害则同，不独人所为，即天之灾，物之害，有为于行，有困于志者皆是，皆有谓之障，而使地解其所行也。故名解，以其皆可解患，得出于险难，不似简之困于险阻，必更益其行止，方幸免耳。故解自从牛角，明其必有伤害，在牛为难，而解牛者则为功，此主兵利害有殊也。解为谢持，亦由牛之计解，
肢体已分，其力已迟，其抵抗已亡。解牛者，不复存顾忌之心，遂亦待其出至，此素命名之旨，而知卦用之所重矣。今俗所谓紧张，恰与解意相反。解以缓其势，持其力，自不复紧张。紧与缓反，张与持反。解谓缓持，则险阻必平，危难必去，虽坎在内，乃有险难之忧，而正在上，自获开拔之利。故雷雨未解，如阴云密布。雷雨之后，天朗气清，是亦解缓之象。然其解，必在雷雨之后也。此天道推移往复，有雷雨，即有精明；有简难，即有解缓。原相以符，非无因而至也。卦象以两阳杂四阴中，力求拔脱，如雷电寒云雨中，势必宣泄。此气之动，必由玉帛而出，故正卦象之。阳自下生，其势盛，其力壮，故其发也骤，无可遏止之。此险之解，乃由其气之缓也。天时如是，人事亦然。危而求安，难而求缓。其志坚节，其力雄厚，斯足以排除万难，而还复其自由。故解之用，必自简后见之。宗主附注：解与简谓往来卦，简即必解，此理数自然。往复之序，如秋冬之后，必有春夏；而繁荣之极，必争萧条。非有意使然，其气自至，其象自见。气之强弱，象之盛衰，不知不觉而变异。如人既饱则不思食，既劳则急求气。身体脏腑之官能，有不得不循环待用，以养其气而蓄其精耳。天时至下，发散以盛，如人之以劳，而后秋冬季之，以收以藏，以养以育。及冬令既过，培畜以后，精气以充，则急求生长以发疏其用。如人之饱食力壮，则乐于动作，而不以为倦也。简者困之甚，解则迂矣；又险之至，解则安矣。故解与简相因成象，无简则解不足贵，有解则简不足忧，互相调协，而各治其功效，则天道不穷，而人生无苦。此解既简，为世间所必治之术，人类所必由之行，虽欲弗利，不可得已。解而明解，如孟子解道玄之解，谓其能发困而缓急，迂难而和忧也。如舟涉极恶之风涛，而忽得良港以安泊焉。又如人任极难苦之工作，骤得一代劳者而谢责焉。其解也非物与事之限，其精神亦谓之一宽。此所以谓解。解故与谢一字，谢与即对，解则不急，其安其徐，无思无虑，是解之真相。生机已畅，气息已和，精力以休息而获富强，境遇以宽舒而真美事。此解之待用，而重在雷雨之同工也。解，利息难，无所往，其来复急，有攸往，速急，宣甚讲义。此解卦彖辞也。解与简往来，而如前后，非对反也。各卦往来，吉凶多大异，如太否损益之类。而咸恒同人大有则不独不相反，且相成。
为其象所变，气所交，非断而连，非摇而静，解简之相似，亦由是也。简利兮难，解亦利兮难，可见其用同，其志异也。何以皆利兮难哉？则本卦爻含于坤中，的坤之用，坤兮难的朋，简解亦如之。然兮难故利，而不及东北不利，此与简之有别也。为简被险所困，志在求脱，西南之利，足以相济；东北之间，不得偶犯。解则不然，正在坎上，有出险之机，中户济济，有相安之志，故利西南。明其本安贞之德，福德动之情，而不致彷徨其途，踌躇莫定。既民方之所利，自遂心之所期，既见内险之存，自无反顾之意。此不必明言不利，而知其绝不往东北也。凡利者，必致有所往。解以震动之力，即求出险之时，似不能休憩苟安，而无所进取。彖辞却云无所往，何也？则解之境遇，尚不是其躁动之行，而所在之时机，有贵乎安贞之用，故无所往。非不欲，乃不能；非不宜，乃不可。以坎在内，所陷未拔，岂能飘然高举，毫无顾忌哉？此无所往者，至其始也。故下有其来复极，有攸往，速极，民中必有往也。来复者，与本卦位循环，亦与简之来同。简全卦皆往简而来则吉，解卦亦同，为其反复，遂与原卦一图也。原卦内外正位失中，若反复之，即得中道。原卦上动下险，所行多余，若反复之，以服于中爻之济济，乃得中行也。故战吉，既吉必有所行，有攸往，与原之无所往，亦恰相反。速吉者，明其数之定于先天，而其行之服于既往。简以既往为简，解则易事，亦有解之变于来复也。速吉又包有顾及之意，言原本即利也。卦用皆有三事，先者以往，后者未来，今则现在，即去来今也。解之来吉，以明未来，而速吉，则指既往。所不胜吉者，今也。为其坎险易现，正躁易失，必何以济之？使去其交经，而免于沉溺。在内不陷，则易出在外；无躁则易行。此二者相反之情，合而成中和之用，故要在来复也。来复既得中位，又履中行，因中户之用，成中爻济济之功，皆本反复其道得来，故解之利，较简大矣。后人视此章，多未达其旨宗，不明实用之有去来经也。彖曰：解险以动，动而免乎险。解利兮难，往的重也。其来复极，乃得中也。有攸往速极，往有功也。天的解而雷雨作，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彻。解之实用大矣哉！宣圣讲义。此解卦是彖辞也。解以震在坎上，震动而坎险，险在下，而志在动，动则免乎险，故名解。为其自险的解也。坎险易现，而震动易生，
身于外，则超乎险，故解与简易。简易坎在外，动必利险，唯有本艮之止方免。而解以正在外，正动则与险远，虽出犹在险中，实则见动见脱此解也。夫吉凶毁令皆生于动，唯动有功亦有害，是所动如何耳？解之动，乃应以成其利，以其出险而求安，离难而求适。此待用在乎动，动乃免乎险。若不动，是困于险陷之中，有简之难，莫由进也。简故不得动，而动亦不免于险，则以坎先阻其进，故不若退而自守，以服艮止之用。今解则以动而出坎，由动而进，进而安，安而利，不独免险，且得有功。然解故以动为治，而其动也宜有方宜，则与简同。不过简所宜者，退而反于内；解所宜者，进而出于外，是其意也。而彖辞何以皆利西南，则以卦得合夫坤，而解之进，正简之退。简退则向西南，解进亦向西南。若皆反之，则简进为东北，而解退亦东北，谓其洽往来也。简之退，即解之进，如环行也。一周中始，身必有将，前之将也，在后未生。卦故明示其象矣。简坎在前，进则自投于险；解坎在后，退亦自归于井。是所谓东北者，指坎所在也。坎水为北主位而兼东者，水生木也相生为母子，其情同，其德近。正虽东方木位，而用则与离相亲，亦母子也。故二卦皆利西南，未必坎险而已。坎险在内，则外行为利；若在外，则反归为宜。此解与简，皆以避坎为安，人道趋避之旨，故如是也。其所宜者，必有其助；其不利者，必多其仇。故坤西南的朋，而解一往的重。如正木生火，火为光明，火又至精，德为奸臣，用之所者，即是攻之所由见也。的重者在人未有，在物未著，有著即重，是功自大，不必限于何行，而其为利必矣。解既顺震动之志，有发扬之情，以时之宜，得的之利，如春日雷雨，其生成之功，其可限量哉？此解之所行，重在方宜也。方宜即时宜，时谓所得，即利之所见。故解有位之时，有用之地，非徒免难矣也。其来复即一句以见前解，来复为反原象。解内外本失中位，而中爻三四又失中道，反则得中位中道。故即凡卦皆有来复，解之来复，以刚易柔，遂变为风火家人，而皆履正位。合家人卦官之自明，有攸往速疾，指其以往，亦由卦象之变，如解与屯，屯为前身，云雷之和，在卦亦为难，而主出身，如戊之春，故古春自上从屯，言屯生成之功，由春阳之于草木也。解亦以其动而有功，如雷雨之则配万物，天地生生之德，无人为欲之功，皆将于此见之，故曰往有功也。此往字与上往字为别，
亦指往前，亦指既往，而皆含有前行之意。谓解以动为用，动必有行，行必前进，无论谓以往，谓将来，其动痛也。动则得众，动则有功，此正之所以谓解主用。而其德则在及时而动也。往则有功，功有往见，此速疾，必有攸往也。然有往必来，来复以协疾，往又有功，是解来往皆宜。唯在坎险中，则不可有谓耳。故彖辞无所往惧，特指其始。卦自初始至三交人爻，方见人道，而全卦以正主用，四爻始交正，故大功必在三四爻之后。此在始无所往，而其后则有攸往。前以分去来经视之，一时的之所系，时有迟速，的有偏权，非时之行，为的之利，则虽胜之亦无所成。况平民哉？解之所成，在乎时地。是彖以下数语皆明实用之大，与简卦正相对。简以失的以止以反，故止与反为利；解以失的以动以静，故动与静为利。此时用之所贵也。易卦皆不离时地，所谓与时偕行，与时偕疾，各卦通之。而简解犹要谓其职非常之时，处非常之地。若不明时用，将动辄得咎。在简故不能为时冒险，在解亦不可失时现险。一退一进，一动一止，均为时之宜。此二卦皆有时用大灾之叹也。时者本于天，见于数，故以天地雷雨为正。天地之气既合而解，云乃成雨，雷乃见光。天地之解，雷雨既降，万物皆假彻由萌芽，而着生，而发育。天地之功，亦时用也。天地时用，由雷雨而见天下之解，亦由雷雨而明。此雷雨合而成解也。昔易者明此，则解之所以谓解，其待用洽与屯表里。屯者出生之时，的气之动，故谓云雷解；则既生之时，天气下失，故谓雷雨。是亦一出雨成也。云既成雨，得以有功，气聚以分，象为而明，此解也。难皆缓矣，险皆脱矣。生生之德，于焉复见？此解之有时也。宗主书数，前讲彖辞。夫子孔人犹未明解，令谓不是。彖辞分三段，即解利西南无所往谓一段，其来复即谓一段，有攸往速即谓一段，以吉利分别占象。而前云无所往，后云有攸往，前后大异。为人所罪不能明示者，夫子特以时示之。时有以往现在未来，诸卦皆有此三时之分，唯解特者其利。时有先后，则事有往来，故第一段指现在言，而二段指未来言，三段则指既往言。时已不同，形自有别，战乃大殊，故无所往者，时也；有攸往者，亦时也。不过先后之分耳。卦之言时，谓义之要义，干以示其利矣。而解卦以简之变，有坎更易谓正坎。此中地善，自有先后之分。即就卦言，六子出于乾坤，正坎皆由坤所干而得。坤为大母，一变为正，再变为坎，三变为艮。
此由因以成阳也。溯源反本，则艮之复必为坎，坎之复必为震，震之复必人为坤，艮坎之简，复为坎震之解。此不独卦之往来而已。若有解之复，则坎亦为震，震亦为坤，则雷水解，乃变地雷复。故彖辞其来复钩复字，点出复卦，名所变及所反复也。凡卦中有卦名之字，皆与之有相关之意。如太卦以者其利，解辞来复，非仅指其往复，时间明其所变及地雷复也。而其以往，则为其对位，烽火佳人，此所谓速疾。速字即包速事之意，由前身也。以解为八宫正宫二事，而佳人则巽宫二事，皆从八宫次序推来。八宫之序，时名64卦地善生习者，由八卦生64卦，皆有本有源，其前身后事皆可推出，解之内外皆失正，而佳人则皆得正。此事彖称其得中，为由变而人复于正，即拨乱反正之意。乱以复正，更何简之大解哉？故以解名，时以其善变而能用时，因时而能复正也。大哉复乎！天地之心于斯见焉。此治乱之术，兴亡之机，系观地雷复象辞，即可明解卦彖辞之有之意。即以时令言，解当春雷将动，雨水时下之日，而其气，则自冬至一阳来复之时未始，故复为11月。解则在正2月之间，雨水惊蛰之际，为阳自地下上升，由复而临而泰。然在天地交泰之后，而非雷天大壮之时，交泰以见气之和，解则由其和而云雨作，是交泰为春之始，而解为春雨之师。春虽以阳和主生育，而生育必待雨泽；天虽以阳生为生机，而生机必待雷鸣。雷不鸣则生机不畅，雨不降则生育不全。天地生化之功，必因解而见。故是闻天地解而雷雨作，雷雨作，而百果草木皆甲彻，证明解之实用。正不在交泰之下，不过交泰当其体，解则明其用；交泰指其道，解则者其功。此解之与泰，相因相成，而其本源则人地雷复也。地雷复者，一阳出动，震之始见于用，而解则二阳地生，震乃全者其功。故复卦之震在坤下，而解卦之震则以坎上。坎在后天待坤，震以其有坤之德用。北坤之事功，坤为地，兼水土二者。坎则天亦生水，为五行之始。水下有土，水旁有陆，无土不能成水之用，故后天之坎，为一阳二阴，刚柔相当，而后成其生成之功。此坎在下待坤，而非雷的遇之象。遇者先也，解则以见；遇者位者行，解则以成用。两阳上下相倚，而四阴纵横相互，如春日之温和。又有雷雨以润泽之，缺一则不能尽其德用也。故解卦之用，与诸卦均相关联，而其实则自别。时而坎险，则无可畏，故曰无所往。以往人将陷也。时上震动，则有可畏，故曰有攸往。以往必有功也，而其机皆在于变。
变则近于吉利，不变则虽解亦无所用之。谓其丁简之余，在险的之内，逢难之后，待奋进之机，此时之可贵。而为智者知之，辟之内功，静以生动。不动则气不周流，轻动则神不畏守。此动之先必静，而动之后必和。和而后精意自珍，神明自充。水火既济之象，雷雨交作之功。其机则存于肾与心，其道则协于刚与柔，其用则发于气与血，其成则达于生与化。此春日之荣，万物生育之时，推而大之，即中和未育之势。彖此引天地解雷雨作为证，足见其功行之大矣。后天之窍闭塞不通如简，而进攻之力宣畅入围，则解也。解则百脉以和，全体周流，神行会通，长生久视之道。此解自所取义，如刀之解牛，劈款导细，迎刃而解矣。习义者可细未焉。象曰：雷雨作解，君子以赦过又罪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解卦象辞也。解与屯为同体卦，是正和坎而成者。屯则坎在正上，解则正在坎上，宜上下兼，而称名义。取象书也。屯为水上于雷，雷在云中，故称云雷。而坎乃以水变为云矣。解卦坎水在下，水在雷下，时已成雨，故称雷雨。乃升降之别，功用之不同也。云生于水，而真为气；上升于空，犹未尽其用也。雨则由云之生，上遇益气，复凝为水，而后下降其用，使名。云雨之与水，盖一物而三变，一体而异用，故在地为水之本相。今日之热蒸而变为云，今空之冷习而变为雨。或雪，或雹，不复停留空中，犀利而下，至的遂变为水。此三变化，水之本能，亦天地应运之道，生化消息之力，不若火之变少也。然离卦之象，亦非一，如火，如日，如明，如电，皆离也。火在的而日行天，明则照于物，电则发于气，其用也亦有温热与光明、蒸腾与阴运之分，为其体用原相该，而所象自不一也。水之体用，故与火相并称，而其变相则尤明显，如云如雾，如漏如霜，如泥如霞，如雪如雨，皆水也，皆坎之所象也。其用尤多，为润盖，为周流，为储积，为喷积。大若海洋，小若池块，脏若井水，玄若瀑布，何非水也？故坎所象，实以水之多类，而其称名，是其时的而定之。如春夏谓雨谓雹，秋冬谓霜谓雪，此时之意也。在山谓泉谓瀑，在下谓江谓河，此地之意也。而意之取象，由是变焉，故同一坎也。在屯谓云，在解谓雨，不得执此例比，有为卦物取象之意。言易卦有限，而象物无穷也。解亦坎合正，故其象为雷雨作解。为雷在云中未动也，不见其象，既动而有光有声，则知其为雷。雷电亦也。
而生光分烟，雷电既见，云中之气乃化，所含之水乃凝而下降，斯谓雨矣。然人知云之成雨，由于空中冷气之轻，而不知雷电之发，亦由空中二气之积，以阳气喜宣发，而阴气好避藏。雷之自地上升，阳之使动其气欲搏，其势猛烈，移至天空，遇阴冷之意阶，遂不觉突然相杂，轰然成声，荡然相磨，闪然成光，皆二气之攻错激荡，以见其象。故正卦以一阳在二阴之下，阳升而阴降，遂成猝然相遇之象；阳动而阴静，遂成决然相聚之情。故雷电既见，雨则思降。为阴阳一战之后，其力必泄，其数必人复于和平。故有雷之雨，则一泻无余，不似秋雨之清凄，春雨之绵密，往往连多日不晴明也。气既泄，力已尽，盛者复平，盈者复处。故雷雨之后，顷刻天朗气清矣。此即所谓解之象也。天以雷雨而解放，万物遂其生成，人道乃失之，涉过又罪，不是诸求。此亦教之本旨。人法天而秉道，推干大生之德，承中和卫御之功，以坎之润，正之分，由物之生，物资其发育。此天道春夏之令，而在阳德方盛之时，古者生杀有时，必奉天道，月令所纪，王制大端。春夏发育，则为助其发扬；秋冬收敛，则可适于刑罚。春不刑人，夏不兴荣，未恐干天和也。天方生之，我则毁焉，是谓逆天。故解卦君子设又罪过，非弃法也，而其于法外施人，既曰过曰罪，是以彰其法矣。而后设之，则可见生生之德，仁慈之心，如天之春，无物不长，罪过且有，其无辜者更不于高则之不逮矣。刑法可缓，则其余公应者更或免矣。此即人道之解，上应天时者也。夫解之为卦，以雷雨合作而成用，其威及其恩也，其言及其和也。在雷雨之时，天威俨然，莫不畏惧。此有法令之森严，及雨则既配，万物昭苏，莫不欣欣向荣，则由设诱之人后也。二者并行不悖，非以情废法，以功徇私也。故设诱者，一时之恩；罪过者，不义之法。法行而民无怨，恩周而志不渝，此圣王之事，而有取于解者也。天道不以威而尊，人道不以苛为名。生生之功，与时偕行，乱之将至，必本于人；简之将解，必仿于春。冬寒之日，万物皆枯；春风一动，生亦复于。乱离之际，人类皆屠；人政既治，天下昭苏。此解之为象，而辞则重在设过又罪，不如是不足以达解之道，成解之功也。故曰雷雨作，解作自褒振奋之意，有作之时，不作将息解哉。宗主复注：解卦虽有解缓之功，而其出人在坎险中，故非易解之事，必经努力奋进，本震动之用，方克出坎险之难。
解字简便，而简则百计不得脱险，解则苟能永进，自有免离之方。谓其中户计计，与简户未计者相反。计得计矣，尚何险之虑哉？然计计之象，藏于卦中，必自2至5，始见其效。故枢纽人在中爻，而功利必赖人事，人定胜天。常于解中见之。又曰解象辞所云设右，故与世科反。世科以雷电交至，与风同体。在世科象辞曰：民罪赤法。在风象辞曰：民法治行。其义甚近，而其往来卦，则谓奔与履。奔履亦同体卦。奔曰无感折欲，而履曰民慎用行，不流欲。其意亦相类。解与世科反，与奔履则相似。奔履为离艮，而解为雷水，水火不相涉，而震艮为颠倒之象。坎与震，有离与艮，一阴一阳，互成其用也。然亦有异焉。艮离者次女少男，震坎则长男中男也。阳少者，卦为阳；阳多者，反为阴。此解为阳，而有简之变。简亦以艮为主用，艮故痛也。山之德在止，而雷之用在动，动止相反。故解与奔履同而不同，谓其用同而体殊，时同而得异也。解顺乎时而有其地，故得主赦免之正。奔履则时至而得不宜，有其德而未称。虽欲施人配责，而事不知许，为其权所限，而事宜回避。故奔履之时，不当问及刑狱，而解象则以赦诱刑狱为重。二者之异，由君主之与司法者，君虽不司狱，而有赦诱之权；法官虽私刑，却必听命于上，而后能执行之。此奔履之用小，而解之得时宜也。系义象辞，即可知之。初六，五九，宣圣讲义。此解初六爻辞也。爻辞仅无咎2字，诸卦上少此例，以解初爻为坎，亦即坤之初六，以柔在下，刚位而柔爻易者的脾，在前藏之时，功用末者，故战无咎，而不着其用。解本有简变，简之上位解之初，简上六以地位之尊，实用之穷，其咎恐多。今降而下，以为解之初，则其行至顺，其德至义，自无咎矣。况以柔履刚，二者协和，而阳德方前，志不欲用，阴德虽显，情势相投，此无咎2字，犹无所咎也。即凶毁令生乎动，不动更何咎哉？凡爻之初，多不动，以在的之下也；而其动者，必以阳，以其至深也。如地雷覆，则动自下，虽在初爻而以刚履刚，必成阳德。当复之时，自包上九，反为复之初九，故曰无咎。解之初六亦有此例，自简上六来，安于下，而不求动，以九二之临接，有中和之提息，四用而实未至，以外反上，合乎坤之安贞。四可守而未移，故行止皆不招，动静任其性，柔乃的刚，出而进2之阳，顺而就正在下，下不为乎中行，故无咎也。以卦明解，
未缓减之难。而初六犹在坎县之内，欲缓而未能离其地。地上与9、4阴，恰得其际。事体安静而外光明，行止虽未招而亦可免救。盖已在动先也。出之与4，为主兵之别，内外之分，体用之间，交互之际，果刚柔匹敌，上下协和，则避免于就力。他卦皆然，而解由者，故爻辞直云无咎，不及其行止也。象曰：刚柔之际，亦无咎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初六柔爻刚位，上与9、4阴，亦一刚一柔，故曰刚柔之际，即交际，言相交之地，在二者之间，由中也。为中而得和，无猜余之意，内体而外用，有互济之情，故不及行止，而其意无咎。义者宜也，由曰宜其无咎也。凡义战疾，必刚柔得中，而能和。得中者不偏，能和者不悖。坎震二卦原相协，而爻以阴阳互阴，又无猜嫌，此无咎之所由来。况全卦中互济济，而待用见于震动，震在外主用。有发扬之志，无艰险之余。初六由其机也，由此以进，亦争光明，故至9、2，遂服贞吉之战，而有胡使之祸，更可反正初六无咎之意。为动即协于中和之用，既动自招其光大之行，此卦名解。言如牙之解甲，损之解拓。越进越壮，越行越舒之象。是虽不言用，其用已见于无咎2字。是文述明刚柔之际，以推阐无咎之由来。可知解之为解，必随时而渐渐耳。9、2，田获3斛，的黄使贞吉。宣圣讲义。此解9、2爻辞也。9、2居内卦之中，而以阳履阴位，为坎中爻。坎以阳县名坎。9、2虽本坎县之象，性与上六五相应，9、4相侵，2、4同宫，两刚相对，中加6、3，以离一坎，反现暗为声明。此由互相之变，而助其得用也。故爻辞称有或胡使，而协战贞吉。田指田猎，春搜夏苗，秋弥冬狩，皆田也。礼有定制，田有定时，而出命必自上位，行于众，而民无功，序于礼，而者闻教。圣人乃以田为大事焉，具民以从情，论功以定赏，讲公使持聘之术以上武，习不伐进退之仪以明序。其旨在公祭祀，备享宴，及百工之用，处器物之材，故田猎之所贵，非惩治于持竹射杀，快心于甘为美服者也。田必有祸，祸必有用，不贪多以自损伤，不轻劳以扰民众。故田有时，而行有度。解者解简之难，当夫干戈之扰，烽火之害，欲地罢之，非其时，以拒之意，而散之难。必有事以渐缓其事，有行以改易其情，使民众之兵器之将消，争戎之有待。虽在戎而无征战之余，虽有勇而无斗杀之用。故使于田以从猎，逐兽以验功，亦有凯旋之师，罢征之日，其难计解，其志将协，
且将公会同之虚，四享之备，举田以述武士，或授以奏和平。此解92所战，而在内正位，得以柔成刚之象也。解与屯同体，屯63曰吉路无余，亦田也。但屯称路，而解言胡，胡路皆受，其情则殊。路亦得而孤难获，今获3胡，足见功之不小。3尤众也，数称3者，多盖指3以上。胡者坎之象，而其色有黄玄白之意。今言黄始，重在坤之用也。2本坤位，卦外互坤，故彖辞立西南，与坤同，使不独公始，与是科之经史相正，故始始一字。黄始由干始厥之意，以其出于后也。坎故有始之象，而921阳在两阴中，有出始之象。所得虽为，而所含义在于达坤之用，明坤之道。坤以安贞谐吉，92虽阳，得由坤也，故战贞吉，与坤之德用相称也。黄始由田得来，其功似难与胡比，然所获不以始而以未，不以坎现，而以坤后。坎后天代坤，92之战，可证其代坤之功，亦如是科之德经史，皆以功名其德，行昭其志，物不必贵，其道可贵，行不足称，其志可称，以安贞之行，亦显现之用，以后载之德，亦难显之情。92之战吉，可见解之真意矣。解其吉以及于安，解其难以就于和。此92之以柔善成刚也。而其大义不外得中，中则和，和则解。刚柔既和，内外适中，有何减之不解哉？象曰：92贞吉，得中道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92的贞吉之战，故其用合乎中道。中道之所指有3： 192位内卦中位，292以阳履阴，柔善成刚，合于中和之德。3自2至5中互济济之象，有中和之功。以此3者，曰得中道。非但以位在中也，然中位实为第一义。位中者，实义中，实位既中，功用自大，况刚柔相协，内外交济者乎？故92贞吉，实由中道得来。而其要，则仍在解推坤之德，顺承之志。位虽柔而爻则刚，干加于坤之位也。故爻辞特皆真字，明其吉所从战，真正也。坤之代用在力争，92阳爻，而能协于阴位。如人守真自固，则能克诸外患而无虞。坎虽显现，得正之生阳，相继成用，乃战贞吉。此92、94相应，亦坎为离之象，而贞吉之战，乃有92的焉，一阴一阳，不偏不卑，胡使既获，贞吉思见，与94朋至思服，正相对照，为两阳之能相协，且恰与24之位相济也。63复且成，至寇至，真令，宣圣讲义。此解63爻辞也。63坎之上爻，中爻之始，人道所明，柔和平刚，与92、94反，上与65阴，重阴加阳，互成坎象，故此有至寇之语。复且成，谓不伦不类，
富则以利称，而不惮劳；臣则以义称，而务求安。此相悖也。今富务而臣，是君子而轻小人之事；富者而坚谏义之行。位贫则不宜臣，位贵则不宜富。臣而富，是将报其多财，而不欲假人之手，亦起贫贱觊觎之心，义也。臣而自富，是重事务，而不甘奔走之劳，人必以为抢夺而来，亦致盗贼猜疑之情。二也。苟重物而轻其人，则人将掠其物；苟重人而轻其物，则人将执其人。此不免于道，或寇之所似矣。寇不陷于道，凡足掠取而伤害者，皆寇也。为其有损于己，而将为患于身，虽无仇怨，亦难相容。何哉？慢葬会道，训欲伤身，渔夫所行，知者所戒。真令二字，言其不免于就会，虽真无益，为其得失迎心，利害昏志，既成其手，将何用真？真者守正不失之谓，不正虎守，贪得一失，故真令之战，明其不能免就悔也。解卦以解缓为用，则凡有图私利而自其情志者，皆与解异悖。六三以坎险之且出，有训恶而贪得之心，以为在不定之时，不备之地，囊括以富，车载以行，自谓的计，而不知失其正者难守，非其有者难保。或备而入，亦备而出，此六三之至寇，虽真中令也。真者坤之本德，囊括车载，坤之本用，而坎不足以称之，则六三之辞，明坎与坤之异，其道在于中与正否。坤之安贞后载，有其中正之德；坎亦显现之志，而求效坤之行，则其的也终必失之。其真也，终且毁焉。又真令，兼含有不足于守之意，吝啬也，不足也。真令有言守正不足，自立于道也。物之令习为贪，德之令习为恶。真故美德，而自欠焉，将悉守哉？则六三之令，由于德之不明，行之不当，训欲履邪，贪得忘祸，正由其不克如九二之真也。己之不真，勿惜与报，此至寇之战，不必以复成，而其象则因复成见之，志不可知，行则易见。有贪邪之行，其私欲之害可知，故爻辞以富且成，招其恶也。象曰：富且成，亦可丑也。自我至荣，又谁救也？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富且成，谓非正大光明之行，故曰可丑。行不当，则视听不合于宜；事不宜，则观瞻有利于道。虽谓之者若无爱，而见之者必生心。况既富而成，必包藏珍贵；尊而贱，必激进邪淫。此丑字乃兼羞辱之意，非图不美而已。至寇曰至荣，以其所欲，可大可小，或为盗窃，或属不义，推之于国于家，有似之者，则仇也，敌也，其害不止于身，故曰荣。至荣由舒心荣之力，荣之来由于复成，故曰自我治之，或自己求，更将谁救？爻辞战真令，
明其行之不宜，守之不足，进退失据，其咎匪他人任也。凡义辞真字，皆指反己固守之意。六三之师，有己之训育，行之为正，非实的之咎，而亦不外实的之所使。盖复且成，非常之行，必有尽于时，有余位者，志不及变，事不及缓，乃犯人之疑，而肇祸之至。此六三之所占，有益于他爻者也。宗主复注，解卦各爻，吉凶互见，而下卦以坎险未出，故有待于震动之福，内外相应者吉，否则不利。此九二以得中道而战真吉，六三则以至荣而战真令。令虽非凶，亦咎也。为阴阳的和，而时未得中者为吉，反之者为凶。解故以正出坎，而有利西南。当其在坎中时，则所行多阻，如简难之象。不过坎虽以阳陷阴中，而合正之一阳，反变为阳胜于阴，以离一坎，由暗昧而入光明，因变动而见和缓。此解之所由得名也。初在下故无所用，二则以刚履柔，而或虎使，三又以柔胜，被寇所成，人兵于险。此坎卦三爻，其用大义。九二之吉在坎言位未当，在解则福，以的九四之阴也。凡位中而得阴者必吉，以体用不为，行止皆宜，更不与有贤阻也。解以出险为治，虽时的未尽福，其治故不易。故各爻皆以从容中道为用，明其动由于正，以一阳的邪，而群阴合之，天地上不相违，况其他乎？故解之代用在乎正，而西南之力在乎行，与简之失艮而制止恰反，此其义也。义则由艮易正，反坎于内；义则以离易坎，中互济济，故得用不利于行，而升腾自有其道。补此者可由爻辞细玩谓之。又曰解六三爻复且成，含有贪略二者之戒，以复而成，非贪即略。贪则习物而众生，遂功复物而成车马；略则情急而不惶则，遂复物成以图速逃，皆不正大之行也。而原意并包有多载而轻行之意。谓既有富者，富有成者，苟非不义之财，何至仓皇若此？既富以载，则物多可知，劫人之力不足，又假车马以分载焉。是民告人以获财之风，运迁之促，故其盗寇觊觎，而召致兵戎之祸。与慢葬会道者无殊。此爻辞是文称其丑也。丑为羞辱可耻之意，而兼众类群多之意。如孟子的丑得其事也。行而惜多物，亦必与贪略有关。贪则不甘弃志，而承载以去；略则志在多得，而不顾复成之累赘。此皆能招致荣寇，而其物中不可保，故战真令，谓无可守也。彼自贪令，天必厌之。贪者报以寇，令者报以毁，亦因果也。故富与成，不限于一人，总部外行之不当，一辞简而一宏。凡事理可通者，均得象之。六三之象，在坎之上而居中爻，人是为易涉于险，而众因为物欲过甚之情。人之最险莫如情欲贪令掠夺，
皆情欲所使，而必为物所诱。解之六三界于多物之地，处于失序之时，情之所为，不复魁于中道，物之所引，不克保其聪明，亦因坎之象，而设复陈至寇之辞，非必有此事，亦非限于此事也。94. 解而母朋至司服，宣圣讲义，此解94爻辞也。94上卦之始，正卦之初，正以阳爻为主用。94虽在外，却主全卦大用。以在中爻也，则地位位移，以阳履阴，虽似匹敌，而非协和。然震动之势，当升腾之时，下之坎陷，至此以脱出，前之居谦，至此以缓舒。故爻辞有解母之语。母大指，一生中首要，如俗称伟人曰巨擘，或数美指以代之，明其所观重大，非常人也。母为手指之长，则所指亦必重中之雄，虽不在位，亦居要职，虽无赫赫之名，亦有巍巍之象。正如解之94，虽不属25正位，而以独阳称雄于外，虽非如济济中爻，而下与631刚以柔对列，刚以至柔，阳以主外，故虽非95，而以美见称。若95，则首领矣，而耳骨通用，而字又含转折语之意。解而母，言如释放居求，必先解其手，而必自其母事。母解则手随事，身亦随父自由，故解母谓解事。见于切己之夫体，亦明全部的解之象。以母为首要，首要且解，其次不待言矣。然解母非进行所能，必婉转曲折，故用而字，明其所观非轻，而所解时不得不郑重也。又解而母，系有主及兵之位，主之所解，兵亦从之。如人之由战而和，由仇而友，一则视其俘虏，如射居囚；一则握手复交，如奉尊贵。此94之解母，且由之而得朋，而夫其情至焉。朋与昆西南的朋一异，朋至明其自远来，司服明其既来，则和谐也。94与62相成，与初6相应，同类为朋，同情为服。明94以主兵和谐，而得朋，且更相符矣。解卦均以正能出坎为解，94又其主爻，故有此战。坎险既脱，生阳得时，居直既除，情宜私密，朋至私服，使94一阳之力，而其要人不外阳能与阴邪，而以离一坎，成其中爻人道之功。阴暗者亦为光明，坎陷者亦为平坦，而猜忌者亦为亲善，敌仇者亦为有朋。又何患乎简之不解哉？此94之解母，所观故至重大，所习者非谓之当，仅得以母为喻。然既称母，亦足表示其重要。由代主之专事，摄政之元臣，其位虽非，其权可假，故能因其解而得朋服之战焉。象曰：解而母，谓当位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94虽为正之主爻，而非卦之正位，故以母为喻，明其位当位而已。当位者，乃卦之正，而94则卦之主。正与主，似同而实异。
94以一阳虽贵而在下，如国之重臣，家之贤嗣，得志而位非正，故功能成全体之用，而民不足，行能执衣食之安危，而职不大，此有宰辅或使臣，以其职权担当兼具，而不必以位称也。解卦无位柔，位当而得不称，故以94代之，位代行其事，而臣解之代用耳。是闻位当位，并非少之，乃至其所以称母而已。母者代表之所事，正如俗之称人。民虽不足，功已甚多。观朋至司符句，可见94足代表全卦。解亦有法于坤，故与坤的朋同。坤以承乾，亦所得正。坤之用，即干之行；正之用，即坤顺承干之志。而其义悉见于94爻，此不以位而以用言，不得以94无位，而乎其为解之功也。后人视此爻，谓名原旨，兹特详视之，正坎之和，全在此爻。不独下应出耳，且与63刚柔相符，共治其用，所习亦为不当位。盖6爻皆不当位，而94主用所忌，所观特大，故名指出之。宗主附注，解卦6394，为中爻人道所忌，爻辞所称，皆本于人情世事，为恩为仇，或争或让，以明解之为解。有解必有节，无节悉用解位。所谓节者，仇怨夺杀；而解则和好揖让，义则发于恶，义则成于善。此人情所常见，而世事所恒有者也。3、4两爻，特者明之。63以阳成阴，处于坎险之滨，亦为物欲所役，故以富且成。至寇至言其行不正大的为光明。传所谓以小人而成君子之气，道乃生夺取之心。为富者不成，成者不富。君子小人，非以德，以身分辨之也。如孟子无君子莫治小人，无小人莫养君子。唯有贵贱之别，而非邪正之分。然63富且成，以贵者与见异。如正是干邪行，此所以不能保其所有，而赵荣寇之来也。94以阳履阴，居于正之主位，为外卦之枢要，报飞跃之雄心，故爻辞以解母的朋，明其两情符谐，主宾交际，亲和可顾。虽未当位，却未待主立功之时，因解而得良朋之助。此与彖辞来复极具相应。来复者与复卦有关，地雷复彖辞，出入无极，朋来无咎，与94之朋至司符相类。为复者本阳德之复身，为天道之复者，正之所以主春令也。出入无极，即故指迅速，又包极度之意。故极极一字，谓无猜忌，无极是也。朋来无咎，正以坤之德朋，其德相符，朋至司符，乃解之代用，亦正之大功。而莫非坤之善顺承乾，促成天道大生之道也。941爻不独正之主用，亦即解之中枢，全卦之用，皆由此一爻治之。下与92同宫相引，反坎为离，遂由显现以进于升腾，由暗昧以出于光明。此全卦妙用，系诸一爻，宜其有朋至而服之战也。65君子为有节，
即有福于小人。宣圣讲义，此解六五爻辞也。六五外卦正位，而以柔履刚；正卦以阳动，而无位阴，是其行之有阻也。然因有位而无事，有形而无本，则虽欲阻阳之升腾，而立弗逮。此爻辞称其为而有解也。为者为直，一包相与为系之象，如失直之为之是也。为之与解，相反而相成。不为则无用解，相为则亦易解。未解其一，则皆解也。君子相为，以其的朋而相符也。有解者，言有可解之机，非尽解也。既解则急，以顺乎震动，而脱于坎险，则为者因而有解须服急战。君子以解而急，其所影响必大。盖君子以相为之宜，不乐于独解，其急也不止于独立，推其用而至于非君子。即在所为者外，虽小人亦有服其解与急焉。故曰有服于小人，言非必服，而其所推则必急也。夫言其感应，如母之孵卵，而处产生，其气阴也。同气固然，即非同气，亦有感动，而随之阴，如琥珀石解，以其力之所逮耳。故君子之解，小人亦服之；君子之急，小人亦应之。何哉？六五之位，能极远而失大；君子之行，能匡时而益宏。自然之功，不期而至，非君子小人为朋也。君子不以小人而弃之，不以非类而酬之，既皆解矣。又悉令于一人，此与六三之令自相反。六三以位不正，行不端，故战争令，明其德之不足招于外也。六五六三，同宫异位，三多凶，五多攻。以五的正，正则所备者广，所容者众，故以君子为喻，言其行足以化诸小人。称君子者，以位当而摇非，不及九五之名正言顺，而以位继正，行亦可招于天下，故称之君子。君子既有解，小人亦不能为之，此因解而即服于小人。而妙在君子之自相为耳。象曰：君子有解，小人退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言爻辞有服于小人，非君子谓之解，而小人因君子之解，乃自退也。退自由自脱去之意。君子既解，小人亦不得不解，此以其感应也。故曰有福。可见六五之解，虽在君子，小人随其解而自退避，则皆解矣。小人立于君子之争，苟君子不争，小人随所惑，不得不退。正邪既变，邪不得而干之，纷乱既平，则幸灾乐祸者，亦必沮丧自顿。此六五之解，由君子而服于小人，不必解而自解，故是闻名其为小人退也。退自从艮，乃简之下卦，与正之用恰反。今正的事，则失时的之艮，不复有用。解卦大义，即以正易艮，而宜上坎于下也。坎易在下而失其险，正以的时而达其用。六五外卦正位，犹待用招者之时，君子既随时自减，小人更无所用武。此退自明解之由，而人赖君子之有解，设君子不解，
小人亦进，是又反于简矣。进退之间，君子小人之计，未解者，当于此细思之。6594。进而相调，时君子有解之道，扬得主进。时虽孽恶而来复不远，复则蓬莱无咎，彖辞来复及之战。时应在四五两爻，四主其时，五主其位，位当时宜。更何患解之无功哉？故解卦之用，全系于正；正之用，全在四五两爻。名此即名爻辞矣。上六，功用设损于高庸之上，或之无不利。宣圣讲义，此解上六爻辞也。上六全卦之中，当即则变之时，为解卦待用继承之象，而以正之上爻，因为成柔，即待于刚，解以正的事，刚方长。至此虽急，而用未改，故爻辞以设损未遇，与九二之田或三弧相应，皆由震动之力，以解坎陷之困；由人之田猎，借以修武备，及群力，制胜杀敌，以发扬武功之旨。兵以备而不用为治，武以习而不争为荣。故取田猎，讲射御，贤不伐，尚武用，不战而自严，不杀而自强。此解之道，必兼威德，而正之象，必兼雷霆者，弃此不讲，则不得解。故震动在利，功用者明其人在上位也；设损者，诸恶以安善也。高庸者，居德之崇，非寻常之处，杂于臣庸，非郊野之巢，损及于世，将危害于群。公设而获之，则众得报，而无惊惧之情，故战无不利。去群众之所恶，逐切尽之至凶，则公之功，足以称其好。损虽悍，奈其处得之非宜；而庸虽崇，奈人欲去之情切。此上六之利，与众共之也。上六位高而势胜，以之逐恶，无不如志，而功能顺应众情，为群谋利。公亲使时，为众图安，其所行有如雷霆，一怒而凶恶者，悉被诸祸。如此而后解之用大备，减之难者除。此所以战无不利矣。凡解之用，必因于被困之情，将其害物至，是于所及之志，令其难得於。如解道玄，如放囚禁，以安其行，缓其心，不复有忧为之念。损虽勤而为人所恶，彼诸盗寇，必即去之。上爻与六三阴，三有制寇之辞，以在坎险也。此有逐恶之用，以本震动也，而不外达于解而已。高庸民所凭借非易取，而尽获之，亦可见去恶不则难易也。况禽鸟当栖山林，乃处于臣庸之上，是其恶矣者，其罪莫赦。与彖辞设诱之情相反，则以上爻即必变也。凡是礼之备，师德之乖，亦与损及高庸相同，皆不能患其恶。故解卦为求复正，而极奋训之威，以致解放之效。如天雷雨而草木甲彻，彖辞故以言之矣。宽以济猛，则先重设诱之行；威以明恩，则中待摄祸之力。二者相反相成也。大哉解乎！不可逆于人，而姑息养患，不可恶于勇，
而轻造寡恩。仁者必勇，勇者必仁。仁勇均全，则解之道备矣。象曰：功用社损，以解备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解备有二义，因其备而解之，一也；以其有备于解，二也。社损正以损之行有备，故去之耳。备于道者，即备于解。道指仁勇，如行恶而护其事，贪得而凌于众者，皆高庸之损，不得不赦获之。爻辞虽四人在争持居境之中，有为于解，而不知正以其备于解，不得不假武力以解之。此事文皆明解备之旨，免后人以解卦不当用武，设诱之后，不当杀伤，而谓爻辞有误也。宗主附注：解上爻以达解之终极，处必变之地，未必解之时，又服7日来复之数，9应值日之辰，是亦运数所会也。92、94以言之矣。63、65重申其旨，皆以解之意，必自为系之时。所谓田或虎始，庸射损鸟，人不外于难解中求解。水雷屯63，即鹿入林，己不如舍，正相应正。未欲解者，必先据其利；欲屯者，必先事于人。为贪害义，为利假祸，屯以舍禄，而高则下于民；解以祸胡，而复臣召其寇。言外之旨，亦教所先，如以君子之为，而臣小人之退，与高庸社损，以解事理之备，足见解之为用，非仅持其求，赦其罪矣也。而爻象故名言赦诱之重大，谓不赦不诱，何解何缓？解之赦，与屯之舍，亦一义也。虽备于事者，不知解之可贵，而达于道者，必名为之有功。此安贞必本夫实，而动用必顺夫正。正之大，如天之雷，而人是以田猎拟之；正之宽，如天之雨，而人是以射诱拟之。一杀一生，生以治杀，一威一德，德以民威。此解之上爻，人以射祸为解备之用也。宗主书数，亦以象为本，而人道以天道为师，解合正坎，四阴二阳，阳得时而至升腾，不复受阴之居求，以坎之中，成正之初，二者相应，如磁吸针，其力甚猛，其行甚急，有如雷电之出于水而发于天也。故有射诱之意，为遂其升腾之志，推其发扬之情。居直者视之，忧求者托之，使得奋力自心，以合夫天道好生之德，与是科之利用欲正相反。盖解以正出于坎，而是科则为电随于雷，离火而在正上也。震动虽勇，而其发也，电火一瞥，无可作为。二者成负荷之情，难独失其用，故亦取时与合，而利用欲，以民利害以福，福祸因缘，而有居系之行，至故之象，以象言之。一阳在出，两阴分裂中上，其势不正，其情多余，故利用欲，欲解乃大义。然解之射诱，非废法也，而是科之用欲，亦非徒众行也，皆有关轻重之旨，以解向阳的事，而致托于阴之机迷，
而是科则阳过时，而亦受阴之笼络。如人之情志，有崇义而轻物欲者，有训欲而累身心者，解以义勇为上，则忘事之艰难。是科以时欲为先，则忽于行之立法，此其结果。一则逃于险而达自由，一则救于恶而趋凌宇。非在上者故谓之也。故解之设诱，以恩济危，以缓易急而已，非弃行也，亦取于解而已。解之史书何耳？故曰真则谓宋，和则谓解。不外宽以济猛，仁以行义之止，正人也。坎则近于义，而设诱之正，亦有法则焉。按之州官有三摄之教，诱过无大，罪疑为轻，皆本解卦象辞而定其教。故行欲之地，会解志，解有解也，史称解志性直。见不直者则处之，上治之事，行法得中，则出。可见解之设诱，乃其以合至中而已，非王法以示恩，徇私以偿恶，必权其轻重，量其情势，而设诱之，以体夫天时之令，而胁夫中和之德。夫子讲义以接其旨，读者务以象辞为废法也。自家人至解四卦为一大往来，即六子交错之象，与上经屯蒙相类。而此四卦，则皆系于坎离两卦。如家人魁，谓巽兑与离交错；简解则震艮与坎交错。故家人魁为二女相交，简解为二男相错。在后天巽与兑，震与艮，乃一阴一阳，以其变也。观文王八卦方位相生图序自明。故家人为震，魁则变；解为震，简则变。合之则家人对解，而魁对简。此按八宫卦序可见者。家人为巽宫二世，解为震宫二世，魁为艮宫四世，简为兑宫四世。先天卦位元相对也。故此四卦皆坎离主其体，震艮巽兑推其用。坎离之和为既未既而四卦中户，非既既即未既，由中户变之，可知某卦之本乎离，某卦之本乎坎，而其用则某卦之同于既既，某卦之同于未既。以卦立贵在得正与得中。得正者，内外正位皆正，如家人简氏也。谓其内同于坤，有六二正位；外同于乾，有九五正位。如贤士其名利，而得中者，则矣。中爻为主，9364，阴阳相协，亦如家人简。刚位而爻亦刚，柔位而爻亦柔，上下相合，内外无喘，谓之中和。而既既是其名利。凡卦之合此正与中者，其用必大，其德必明，其数必极，否则与之反。故失正者谓失位，
失中者谓失德，如魁与解，不得其正，又乖乎中，遂无可守，不可谓。而卦用则重在变，以变则复于中正矣。解之彖辞所谓德中有功，即以解之善动，动则变，变则通，故名解。解有改也，为其变异原象，改正其形，有简之难，而近于家人之政，有魁之利，而达于来复之和。此则人道之基，不必限于天数也，而天意于以时焉。如春日之温，百物争欲，而必得天之雷雨，使能畅达其身。但雷雨之配，必有时也，非时而至，则反成灾。时至不来，犹难为用。时与灾，乃虚与不虚，多与寡之间，而见其德中与否耳。大处时也，无妄灾也。二者之差，时相以服，如时而见，乃成其化育；非时而来，乃生其灾害。此天道虽若无心，而人道必有准则。故解者时之解，而在人之因。人因天时，灾难自解；人立天命，灾害亦增。此解之象辞，特以赦过宥罪。明人之顺应天时，必先自解，而后能体成天道，以达于生成化育之功也。解卦象辞，称雷雨作解，而不称雷水，以坎水之用。重在上真为云雨也，同一卦也。在屯则称云雷，在解则称雷雨。即可见卦以象物，因时得而异其类，由动静而异其名，同一坎也。或日雨，或曰水，或曰云，同一离也。或曰火，或曰日，或曰明，或曰电，皆由其时地，变其功用，而定其名。故在世科曰火雷，在民仪曰明地，各不同称。屯象曰云雷屯，君子以经纶。解象曰雷雨作解，君子以赦过宥罪。由此可见时的功用之所系焉。屯以坎在正上，故谓云雷。以云之生于空，犹未成雨，且或谓雨，或谓雪雹，或竟不雨而谓阴霾，或转为风所扬而散，或流为日所映而成霞，皆此云也。其变化未明，功用未定，君子象之，乃重夫经纶。经纶者，谋游之时，计划之际，将动而有此，有用而未殊。正如云在天，未雨未霞，将聚将散，待天之命，因时制宜之象，而屯卦之所用也。解则坎在正下，雷以明矣，云以降为雨矣，水性流下不可复流于空矣。雷声既散，电光一瞥，阳德既疏，雨则乃沛。此天命以下，功用以明，时势以昭，恩则以者之象，则君子应之。当广好生之德，顺承化育之机，发扬仁慈之心，成全生化之用。此以赦过宥罪为上，而图达干达生之功，本正震动之意，明坎寒润之行。正如农夫乘时雨之降，晴稼穑之功，依发生之机为云直之备，生而勿杀，雨而必夺，合乎太和，保其生息之意。故有过者赦，有罪者有，不复用刑，不加诛戮，以遂天地生机。
而弘人道本旨，赐解与屯，为始终之事，出臣之行，屯主其始，故难；解主其中，故缓；屯丁其初，故重经纶；解丁其成，故重社牖。而卦则益其上下，疏其升降，莫不系于坎。坎水深则为云，降则为雨，上则真为气，下则复为水。此屯解易用，即以坎之意味未变，震则未尝易也。然震雷也，寒而未发，则在云气之中；动而宣扬，则促与则之配。是亦有动静之别，行藏之分。在屯则静而藏，在解则动而行。一上一下，意自不同，故屯谓难静，以其犹未至动作之时；而解未缓和，则以至升腾之际。解之为解，震以震为主用。震应自坤出，五行为木，而必得水以盖之，方畅其身。水在木下，则得其濡润之力，其发欲速，故解不似屯之难生也。解之实用，以和为贵，和而后生成之功见，化育之得名，此天道也。人亦当责之。故有小言，则社牖之事；有大言，则和平之途。在内则敏征讼之端，在外则削刀兵之节。行者丘令，兵士亦然。解则春令也，此生杀之所役，征讼与和睦之所分。社牖者亦有无感折喻之意，皆与天水讼相反。读者当细玩味之。解之六爻，以震在坎上，阳自阴出为解，即阴坎中一阳，被陷震两阴之内，阴得震之力，由9-2出而与9-4相协，即被陷者得超脱之象，且以9-4一阳的时升腾直上，两阴不能阻之，假震动之力，成解脱之功。然震本以一阳在下，志虽坚，心甚苦，诚实的位，以临两阴，并非轻易得出，必经与6-5上6之征战，方能处力上行。6于上6，坤之本爻，9-4干之本爻。坤上6龙战于野，干9-4或跃在渊，和而为震动之用，即渊野起伏之战，为阳阴争竞之时。两阴欲益一阳，而阳不干；一阳欲服两阴，两阴难屈，故相持既久，奋起而争，争而后脱阴之羁绊，此解之所由称也。在9-2之时，阳方被困，的9-4之阴，阳始昂头，以其由内出外也，且因两阳之协，变坎为离，以成光明之象。此解卦大用，时有9-4制之，9-4既握其要，6-5上6无力阻之，故解之道，以阳的托于阴为本，而9-4独立未必具及此，仍有赖9-2在内之阳的正位，含乾德，成坤安贞之极，有顺承干之心，以后天坎待坤也。震又以坤之出和乾者，坤主其内，干主其外，外内协和，简难自解。故6-5爻曰：君子唯有解极，指君子之能协和也。先为后解，为而解者君子，服而退者小人。小人指阴爻，名6-5之阴，因9-4、9-2之邪，而不得不退让也。故震以一阳而长3难，谓两阴皆退让，不与教也。
至上六极地必变，不教者治也，相争者是也。故虽不敌941阳，而仍有备于解之道，乃成高庸涉损之象，言非其所居，为众所恶，乃赵公之社。公者绝名，亦为大众所尊者。凡不属司者曰公。公由一国之主，大众之雄，其行光明，其好正大，故称公焉。公之社，由众之社。公能代虑群众也。损虽治鸟，而为益众所恶；庸虽崇高，而非损朝之宜。此社而获之，无不利也。是闻更深之以解备，未损有备于解。天道欲成解之功，必去其备解之物，故设祸而利己于解，损失其地，而贪于高庸，是自造其祸，与复成至寇正相应，皆情欲谓之害也。坎亦险的，而六三行险侥幸，正之生阳，而上六非未失时，主兵不同，其兆祸者无异。此爻辞明是物欲之备道，其中不免于救毁也。全卦各爻为外三爻名皆解字，如9-4解而母，6-5为有解，上六解备，皆关于解之待用。下三爻则无之，可见解之为解，全系于正，正以解坎，乃谓之解。若简卦坎在外，艮在内，内止而外显，宜其不能解于难。至解则以正易艮，而以坎于下，内虽险而外善动，动则免于险。此解之六爻，全依正动而者其功。名此则明解之意，即义之旨意。宗主副注：解之互卦，中互济济，外互复。此二者有主客之分，内外之意，不独变象也。果由2至5道数之，则见外互之象。此在坎中变也。原解卦坎在下，外互反居上，是坎险之用。人有如简，而正成之，得以阳胜阴，故与简别。按解六爻，以动为用，以气为始。此君子为主，小人为配。象在三上两爻，系卦传中夫子以明示之。三爻以复且成，为小人成君子之气。上慢下暴，乃兆寇荣。上爻以射损为君子藏气在身，待时而动，动而不扩，乃出而有祸。此二爻皆明止气之所重，得失所分。三爻自暴其气，乘车于道，是失之由来。上爻藏气不露，射而弗及公使，此得之由来。可见气之为用在善脏，而其德在及时。时至而发，发而无阻，故曰动而不扩。扩与坤扩囊之扩一异，言其本直方大之德，无退无隐，进而无阻，行而无私，非如三爻之复成，图贪于物，而忘其害也。三之与上，一公一私，一正一邪，其就也。一得一失，一利一害，两两对照，殊可深思。故夫子于传中读皆出之详视其意，学者当留意焉。弘教附注：天道圆如轮，辗转不少息，数理顺乎气，消长有其机。圣人因图书画卦，名曰易。乾坤发其端，坎离数其业，分合见正艮，增减有损益，巽兑不寻常。太否卦重一，包覆见其机，咸衡者其意。
家人魁相为，既位既相袭，大过与中服，乃是人情事。谦欲极简洁，如足又如意，屯盟亦合之。顶格最多恶，不若吕同人。大有远相接，邻构若旁观。构翠犹清丽，知行古无忘。得失名幻节，及此诸相中，推移未长歇。近民相出入，须送更生灭。失彼有恩仇，生困未莫至。见归风履间，阴阳争未及。是科奔所关，大小处之歌。物欲本无穷，人情不能易。如此转相交，具见神之力。此言世间得失消长，莫不如易卦之相继也。洪教附注，解以讲毕。以下即损卦。山则损乃吉卦，非损之吉，乃知损之吉。满招损，谦受益，知损而行损，自无满招损之余。老氏曰：未到日损，为学日益。损者简也，简与加对，欲简则不悖于道。损之又损，真理独存；灭之又灭，天性乃者。故行事贵谦，未到贵损。谦与损内功外学之本，学者勿以其损而视为不及。观权卦彖辞即可知矣。损卦对下更上，宣圣讲义。山则损，更上对下，更为少男，对为少女。三阳三阴卦也。解与简，皆四阳二阴，解变而损，遂成三阳三阴。与太否为同类卦。太否以乾坤合成，阴阳未交，刚柔未错，损益，则与咸恒同体。二气交错之后，而损益又与咸恒异者，咸恒阴外阳内，阳在阴中，损益刚外柔内，坤在乾中。是损益如天包地，非如咸恒柔数刚也。天地既变，万物滋生；阴阳既交，万化俱见。在生化之伦者，阴先于阳，谓无母则无子也密。夫谓育之序，阳先于阴，谓有刚方有柔也。咸恒主生化之源，明人物之始，故柔先含阳。损益主调剂之功，谓人事之恒，故阴顺承阳。此天道人道之别，而生化与成育之分也。损益者，人物固有之数，本于盈虚消息，而志求其平均。多者消之，不足补之；强者益之，弱者扬之，以抵于和，而至于中。此太否之用，有治平之象，而损益之情，有加减之功。加则为益，减则为损，损而后益。天道既盈之道也，故卦用与谦欲可相证明。谦服于损，欲服于益，虽由人事，实本天责。以人情上平，人道上均，均平之治，天下闻名。如一年40，春夏温热，秋冬寒凉。四若不中，而中必有始，节长补短，则无过不及。头多一卦，则抵于均平。故损益虽二卦，其志痛也，皆为求其不过耳。损者损下益上，而益者损上益下。此行之殊，非智之义。上行为损，下行为益。上不足则上，下不足则下。无非以其盈，济其虚，将其有，补其无，使同生成，共化育，而无憾。
以服天道之至平，故损益二卦，乃人道之大则，而至平之枢机，太之交服，否之阻塞，天之运也。损益则为邪计之用，无太否。不知天道之盈虚，无损益；不解人道之消息，此损益两卦，在咸衡之后，而介于继位纪之前，与上经太否相应者也。损卦象，艮一阳二阴，阳在上，对一阴二阳，阳在下，合之三阴在中，而出上皆阳，始末同刚，与大过首末皆柔，未动脑者。相反，可见损益非过也，而近于中孚，故有至中和之功。中藏坤卦为安贞之象，有可守之资，而9265互失其位，亦未简卦，有成于德。所幸者，中户地雷复，与解卦外户正同，此损有来复之象，亦如解之战疾，而在内尤多生辰之功，外户天风构，与则天绝颠倒易位，构则易合，绝则律缺，此外户之变，是宾主而异者也。全体六爻，应居阳内，静顺以安。卦虽明损，用时多益，以其善顺承前志，而不为安贞之道也。上下正位虽乖，两刚柔可协，阳以复阴，刚以就柔，故中相调，而要在之损自损耳。对本则悦之情，更有之止之志。山重于上，则润于下，虽非相济，而不相害，已非如未济之火水被持也。对则易水也，水在山上，如简之南；水在山下，如蒙之昧，皆相失。而损益山下有则，成平山临水之象，其间为可知。苟非自损，则亦犹蒙昧之时，多昏暗之余，为中户之父，实能正阳和之德，而促或元吉之福也。对更本少女少男，相悦目之情，而非贤男下于女之象，情虽异感，形实难同，此所以明损，谓不感而减。虽与贤有关，而其用却异。此损卦之意，在于自知其短，而使以审节为要。水则为节，山则为损。损与节，情相通，而用相违。水与山之不同也，而坎与坤亦有异。损本坤以守，故事事以谦让为贵。损谦相通，而行有疏。谦者志在自卑，如彬彬有礼之君子。损则情贵自约，由庶戚忧心之臣民，以地山谦。坤在更上，而损则坤藏更中也。明此则明损之用矣。损卦之名，与义相反，而实同。盖全卦六爻，三阴三阳圆如太卦。坤在乾上，损下卦之前，以益上卦之坤。干益未兑，坤益未艮，艮之一阳，干爻也；兑之一阴，坤爻也。由下卦言，谓之损；若由上卦言，则亦可谓之益。损下而益上耳。然何以明损？不以艮为主，以兑为重。故自下损以益上，即曰损；若自上损以益下，即曰益。以卦皆自下上，下为本初二三爻是也。而以爻言，阳为先，阳减则为损。不以坤之一爻，亦兑为益也。
易卦之名，亦以阳言。下元坤卦，而损上之前以成巽，亦下之坤以成震。此自上而下，人以阳为主也。由下而生，生至于上则穷，穷亦损之因。由上而下，下而至于出，是复本始也。复始亦义之因。二气周流，终必有始，此天道也。冬尽复为春，春岁之始；日会复为朔，朔月之始。道以时为重，气之始，则数日益；物以穷为终，气之终，则数日损。故损益皆就阳气言，而卦用意自阳爻见之。损益皆以干包坤，而损卦下多阳，益则上多阳。卦多阳者反为阴，以少则尊贵也。故传曰：阳卦多阴，阴卦多阳，故正坎艮，阳卦也。而二阴一阳，巽离兑，阴卦也。而二阳一阴，以得乾坤之气，有先后厚薄之殊，其功用有盈虚消息之意也。阳以自下上为顺，阴以自上下为宜，故艮之一阳，在卦则达吉位，以艮无可生也。兑之一阴在上，而反的是，以其利于降也。此六爻之分阴阳，当是谓之上下。位兼时言，位的者时亦宜。艮兑一男一女，而女在下，谓阳与阴为，非的天交泰，干能下于坤也。若贤则兑在艮上，男辅救女，故谓人道之始。损则反是，一降一升，相去日远。如有天水为形而成宋，损虽不争，而难亲近，传称宋不亲也。而损则为师，师者相师，如人同行，中途相师也。男女之情，恒相爱悦，今乃相师，是备情也。然人情不可纵，曰情以明性，乃为道之基。损之用虽利于情，有益于道。老氏所谓为道日损，此之谓也。损全卦六爻，3至5为坤，故内外正位不当。9、2、6、5，互失其位，而中爻3、4皆柔，有安贞之德，无利济之功，以其不如济济。9、3、6、4之协调也。然自2至5，互地雷复，实为损卦待用所在，以阳德来复，如冬至之生机中遇也。外互天风姤，则与复相对，而成阴阳消长之枢机，顺坤之真，扶干之见，则备元亨利贞之德，彖此所讲元吉者也。传以解必有失，故受之以损。此周易序卦之意，亦因气属推移，事物合因，而见其实有必至，是有必然者也。以解之用，本震动之志，有解放之情，其势亦张，其气亦散，故济之以损，损失也。震之用既尽，艮之德可失，以减下位艮，至解则易以正，而宜于上；损又以艮易正，而居兑之上。合三卦观之，则可见艮止与震动，其用相反，其数相成，原自然而然者也。兑本月则之情，有润如之德，其志在行，其道在顺，与艮止亦相反相协也。反者各异其去，协者互济其偏，由上下卦言，实相匹配，所少在升降相利，行止难同，
故不如闲之易感也。总之，三阴三阳之卦，情否得其意境中和，而无大过。知损而善用之，则其所损，正其所益。上下虽别，好恶可通，损中有利。道之大则，故损宜自己事，损己以益众，损益以利群。是损而为益矣。明乎上下之分，则于多寡之情，均平之功，调剂之道，皆于损中见之矣。宗主复注：损卦以艮合兑，与咸卦同体，而益其上下，咸为相感，是合也；损为相让，是减也。在算术上，相加为合，相较为减。二卦即一加一减之象，加求其多，减求其少。在数如是，事物亦然。如人男女之间，夫妇之道，一配一偶，家道乃和。若也合之交，姘居之偶，男女既杂，夫妇各乖，必致失其常经，犯于过恶。故在贤为人伦之始，在损为家道之乖。损爻辞所谓三人行则损一人，一人行则得其有。名气和之道，必服于平均之情。寡者益之，多者减之，是地于平，方见其和。此损卦之象。人取少男少女之和，而这其背道为理。与咸有殊，阳以就阴，阴以从阳，此咸之待用。损则反是，谓其上者越上，卑者越卑。上高而在上，则洼而在下，两难相协，遂失其平均。此卦名损，谓以减也。按诸自象，损与捐相类，所差在一与八。比喻财物之积散，为损益之根源。损则不损，损则非捐，捐失之财，非损失也。若令于捐，必终受其损。故有财物者，勿勉为捐，勿令成损。捐则得日益而利益家，损则勿日减而害益智。此损与益相反相成之道。今因损卦之意，特皆捐失之要，以序诸子。又曰损咸益其上下，咸为相感，感必以情；损为相减，减必以物。此其意在内外出纳之间而已。咸则有如益，而损则有如衡。衡以正巽合成，与益益其上下，亦如咸损。有常变莫治之书，衡为常，益则变；衡为退，益则进。故衡进损，益则类咸。其为二气调和，两情均适，各如其志，以尽其用也。在易八卦，先天对位而合成者，除太否为大父大母之交合外，其余则咸衡损益继位继而已。此八卦皆三阴三阳，而太否位错综，余六卦则皆以交杂。损与咸为艮对之错，益与衡为正巽之交。继位继则坎离之合也。然继位继，以坎离后天代乾坤，故相往来，而奠权益。若咸衡损益四卦，则四子之往复，即二气之推移，故四卦别致，而咸与衡往来，损与益往来，不似太否继位继之竞相调协也。由此观之，咸之与损，衡之与益，虽同体而异用。四卦错别，是见刚柔之分合，阴阳之盈虚，自有其道。
而非进取对位位往来也。损益在简解之次，正与咸恒在顿状之前，两两对照，由三阴三阳变而四阳二阴，复由四阴二阳变而三阴三阳，合成一大循环，以向天下人物事理之合辟推迁。而明天的间气属消息，此不独周易卦序之妙，实即合先后天卦用之力者也。读者须注意及之。宗主书数，解之与损，虽非往来。损卦三阴三阳，原与易往来，与咸恒为同体卦。解简皆为四阴二阳卦，与屯蒙为同体。此四卦时有相连通处。以周易64卦，上经除乾坤为大父大母外，而六子交错之卦，时以屯蒙为首，下经则咸恒为首。简解之于屯蒙，有损益之与咸恒，原同体而异其上下，故简解屯蒙为同类，损益咸恒亦为同类，皆六子交错最初之卦。如艮震与坎，为简解之别；艮兑与震巽，为损益之殊。二者有关，则艮与震是也。坎离为后天主，而屯蒙不及离，以天意生水，先有坎也。此意象上经坎卦，坎以一阳现二阴中，在先天为中南，在后天为北方之主，以阳统阴，周易定例，而守中和，如宗至教。故上经自坎始，艮震为长男少男，先天皆阳，其脾则巽兑也。故下经以艮兑震巽始，亦以阳统阴，而见其协和之情也。损益亦然，亦上下之位，咸恒乃成损益。自咸恒至损益为一大往来，以四子交错至此，以及其循环之用，往后之途也。关于简解之往来，足明屯蒙之出合；关于损益之代谢，足正咸恒之交符。此四卦乃上下经之枢纽，亦六子交错之准绳也。故全易除乾坤外，实以此数卦，是64推移之源，而这天下事物错综之本者也。解之与简，以详其意。而损益即将讲即由四阴二阳，变而为三阴三阳，与解损交替间，亦可见其道焉。简以艮合坎，而艮在下；损则以艮合兑，而艮在上；解以震合坎，而震在上；益则以震合巽，而震在下。是其同而异也。艮震谓之主，坎与兑巽谓之克，则在下者得其道，在上者得其时。时为后天一切之枢机，故言体重下卦，言用从上卦，以协时为易教本旨。时者天也，协时者人也。人道莫大于损益，莫先于咸恒，以其情志，发于本能，推其功用，至于和平。咸恒照其端，损益昭其成也。故损为上行，益为下行。在上经牵卦，以者其意，曰剖多益卦，称物平施，此损益之代用也。天道下济而光明，地道卑而上行，上下得中，乃见均平。此损益之道，能治天下于太平也。太否故三阴三阳卦，而未交错，故名天道。损益则以交矣，交必有形，人道上焉。此人道至平，必自损益始。损而益之，益而损之，则夫子所谓均无平，
何无寡？安无亲者也？天下尚有不治者哉？损益卦皆吉，以其有平均之用，其一之功，虽上下有殊，而和平则一。书曰满招损，谦受益，实乃天道，可以正二卦之意。以满者必损，虚者能益。损其满而益其虚，此消息盈虚之道，截长补短之功，以至于平，以至于平，以化于痛，此太平之所先也。二卦皆以干包坤，坤在中，而干居始末，柔以承前，阴以济阳，大地同光，人物虚康。此两卦备四德，而战元吉也。天之所重，世之所尊，无偏无卑，义和以平，损益之谓也。惜乎人不克服其用耳。高者下之，多者寡之，此损之德，自下始也。卑者扬之，却者匡之，此义之用，自上下也。而人道持之平焉，故损者减也，失也。传曰解缓必有失，故受之以损。由动而静，由险而悦，此正坎进为艮对也。艮止而对悦之，上下相调，行止以协，此有福而战元吉，无咎而可争，利有攸往也。大哉损乎！知损则得益矣。宗主书数，损益两者本非定论，损中有益，益中有损，故两卦互宗，即损卦中藏益卦，益卦中藏损卦也。虽卦分艮对震巽四者，而合之成干包坤，三阴三阳，平均之象，与太否同，唯以上下有一爻之一义，遂成损与益。将太变损，将否变益，而后乾坤变位艮对震巽，是益卦变益之一例也。不独此也，损中互复，益中互包，一波一复，乃阴阳消长之机。故杂卦传曰：损益，盛衰之始也。益即以包覆之象未变耳。损而含覆，则损者非损；益而含包，则益者非益。是表里不一，终始不齐，而互成其用也。既自平均之太否，变位交错之损益，更从盈虚之损益，中含消长之包覆，其关乎数与理者，实可生常思也。故损而有益，益自损成益，而有损，损自益出，非因果之意，乃变化之机。正如一年春夏秋冬，自成其序，不得不然。人以天为准则，知损之当损，不可妄不其益；益之当益，不可信图其损。由春日之不能为秋，夏日之不能当冬也。人事之得失，天道之盛衰，皆应本此二卦正之。非时为过，及时为中，损益以时，乃服于道。此二卦皆名言与时谐行也。宗主书数，损卦与人事颇有关，则以卦分内外。六四居外卦之始，未艮卦之初，艮以止未用，而得下之对相继。全卦皆以损下益上为止。至外卦，则居受益之地，有免损之机。知损者反免损，此损而益矣。故六四与六三虽同属人爻，而损益有别。然在损卦，虽益亦损，不过所损者，正所益。此爻辞以损极为喻也。人之所有，皆不愿损，唯有病者，
则求其损，损而减其痛苦，岂非反为异乎？故损卦至艮，皆因损成义，而人不外以谦退为本之旨，谦受益，满招损，实乃天道。书以明言其要。学义者，正当取法乎艮止也。止则善退，故宜于修道，而备于行事。老氏所谓为道曰损，即此意也。修道以静，而必先知，止更能止，故能静。以二阴在下，秉坤安贞之德，敬顺之行，此所以为习道者所重也。人之阳气，务求其前，故以地雷复为生机之习，而道成者，反以阳之生于上位贵，故艮卦一阳在颠，乃是成道之功。一阳以领两阴，如日月中天，光辉四倍，而众生皆沾其泽，全其身，此艮之待用。中和谓欲之至者，故道公守艮，而人事亦是艮明其行止。艮之终始，天之大义之所寄，损以艮居外，亦取其善止而有益于行耳。损，有福，元吉，无咎，可贞，利有攸往，和之用。二鬼可用亨，宣圣讲义，此损卦彖辞也。原文亨字勿作想，以古文本通用也。损兼四德，而别于世者于时。元吉者，本乾坤二元之用，有天包的之象，含的天交泰之德也。可贞者，因坤在内，夫安贞之道也。利有攸往者，以利见于行，与贞相应。贞以止，利以行，行止皆宜，而中称亨，谓亨于损，损则亨也。亦兼享义，连二鬼作一句读，则谓享。若通全卦言，而读成一句，则谓亨。亨享原该二义，如王用亨于西山氏也。元亨利贞，四德俱见，而有偏全多寡之意，则事事与时而定焉。有福者言损之用，有福于一切，而卦以上下位界，上艮下兑，男女相悦，情感相符，亦犹贤，而异其位。贤以男下女，损以女轻男。换言之，则阴喜敬阳，下乐从上，故损以损下益上得名。从上言为益，从下言为损，而名损者，可见下之客从上为命令，而愿公益其所有也。故云有福，上下相协而已。然不敬曰福，以损之福，由上之得下，设上下相恶，则无可服，而亦不甘于损益。如文王之臣灵台，灵有，民皆乐服其意，是福也。若纣王之筑露台，酒池肉林，民怨恨之不暇，上何望其福哉？故有福，使以艮之能服对而下之。愿损己以益上也。损自下沉，自无咎。若动于上，而破于是位，就无不免矣。下既心悦诚服，则有守有位。有守曰可贞，有位曰利有攸往。二者皆限于事与时，非尽能贞利也。故贞曰可，而利止所往。行止二也。行以利为先，止以贞为本。损故能止，以艮之用，亦能行，以对之情。此行止两宜，而备利贞之德也。和之用具，有托字，和之和往也。用下有利字，
但人冠上具利字，由何往而不利？何之？何所往？用力，无不利也。二轨与坎，轨二相类，但必称二，不独指数，兼有负二之意。言尊久且复以二轨耳，此非负二，故作二。而在轨上，二轨名其省简，易损也。可用名其事实，简记以丰人，损下以益上，尤及国家之难，节以简实，以公易公用，虽损无悔，故二轨可用以享。若合全卦言，亨也。以损能损乃亨，既有福而占原吉，乃无咎而可争，复利于往，而克损其享用，则无不亨通矣。亨通指实言，是闻以明。而全卦之用，亦以实为重。实之损，损且益；非实之损，诚损矣。故彖辞均有不足之意，未必因实，而便于事。实之宜，则福，则原吉，则无咎而利贞，则以简用而亨。若实不至，则皆利于道。此卦以损称，为因实损而可用，非实未损，既损则无可服，亦无元亨利贞四德，而就不免更何往哉？亦不以二轨为可贵矣。故全卦不外于邪实，而成用不外于知实。知实则知损，邪实则损而益。以损与益非定辞，是所宜而辨其是非。何之用具？人多误事，以上俱利有攸往，而下合之，是相利也。二用自明指损之用。上言行，下寒食，与是科卦相似。是科兼时与合，此亦以行有合，而时从简举二事，足该他事，以其为人生所必须也。时以简行，有利则无不亨矣。宗主复注，损益为往来卦，而益则合更对，与咸同体；益则合正巽，与恒同体。故咸恒损益四卦成一大循环，乃四子交错，为后天事物变动生成之总象也。八卦乾坤而外，坎离亦由乾坤，以代居其位，司生化之主宰，为阴阳之枢机。如乾与坤之在先天，交合而成太否，其象甚分明。坎离交合为继位纪，其象亦显著。故权亦以乾坤始，以继位纪中，而坎离在上经之末，太否二上经之中，至下经，则以更对正巽错综成用。在乾坤坎离之后，而见四子之交杂五达，各象其类，故以咸恒始，以损益介其间，而更对正巽四卦，分列其后。如队伍之有统帅，步伐之有来往，升降尽其途，往返尽其道，分合尽其用，消息尽其度，各不相扰，而自能旁通，互成其志，而独握其钮。此更对正巽，先合而后分，咸恒损益，有往而有复也。损益之为象，虽与咸恒同体，而升降易逝，消息易时，时势之所谓。卦用随之以别，故在咸为少男少女相慕，以见情感之殷勤；而在损则成上位下位相差，以见势力之破邪。非可一概论也。损之与咸由益之与恒，然恒者其不变而可久，益明其日迁而可大。益则系于道而通乎性命，
亦则运于气而夫平事物，亦非能并为一谈者也。形而上者道，道则无往于外；形而下者气，气则必连于物。此损益与咸恒之大殊也。天地悠久，而生化随时；事物推移，而中和不易，则变有不变者存，行有神者在也。是赖善解义者有以会通之耳。彖曰：损，损下益上，其道上行，损而有福，元吉，无咎可争，利有攸往，何之用？二鬼可用享。二鬼应有时，损刚易柔，有时损益盈虚，与时偕行，宣圣讲义。此身是彖辞之意也。此节有错简，应改正为损。损下益上，其道上行，有福元吉，无咎可争，利有攸往，何之用亨？二鬼之亨，因夫实情，损益盈虚，与时偕行，以损彖辞。损有福一节，与此相混，而是彖原文，又与文言混。损益二卦，皆有文言，与乾坤同，文言皆有韵，既混于是彖文孤人之，但略整其句，以谐于韵，与易卦相正。其实是彖辞，至其道上行止，下皆文言。今何事之可也？损之为损，以损下而益上耳。国以民为本，物以根为本。损下者，损其本，故名损。若以上言，则非损而为益。益卦名益，以能益其下，犹培其本也。损益二卦，时自太否变来。损太之下以益上，则为损；损否之上以益下，则为益。故损为损下之干，以加于上之坤，遂成艮兑；益则损上之乾，以加于下之坤，遂成巽震。巽为干出变，震为坤出变，艮为干之中，兑为坤之中。以卦皆自下上，艮亦阳在上，兑亦阴在上。若将艮之一阳，与兑之一阴互益，则人成的天泰，于义亦然。以巽之一阴，与震之一阳互益，则人成天的否。可见震之一阳，原分于乾，而兑之一阴原出于坤，亦以阳为主。损以艮之阳的自下，而亦以震之阳来自上。直言之，不过上下之别。阳自下上者为损，自上下者为益。故是损曰其道上行，与益之下行相对。此损益之称，基于阳之上下而已。损下之阳以益上之阴为损，此太之变。太谓至平，为和平亨利，变则与之利矣。故卦称损，名其有所损也。益则反是，损上之阳，以益下之阴，是否之变。否谓否塞，谓背利乖离，反否之行极易，故称益者，名其所有益也。损在下，而其影响皆为损；益在下，而其影响皆为益。此道在固本，本立则道生矣。若全于时宜，则损益未到位，其当损而损，上下之志相符，故曰其道上行，而有福，元吉，无咎，可争也。损福元吉者，损刚以易柔，不失于中和，巽之一阴，与艮互换，遂成乾刚。损刚以成艮，即有福，福向中福，
以首末皆阳，中含二音，损益与之相似，而有所偏，不及中孚之均匀的中正之道，故仅曰有孚，三阴三阳，始终相得，分干纳坤，上下相悦，渐顺中和，乃该四德，故曰有孚。而战元吉，既战元吉，自免就利；既协于坤，自协真利，故曰可真。行见其利，利有攸往，和之用亨，二鬼之亨，因夫实情。此数与文言以损之利，与形相应，而形以简，则与实相应；形则无往不利，简则事实之宜。二鬼盖言实用之审，不必限于验想，但要想未至其境，遵其理，犹可简约。何况平居自奉乎？理与其奢也。宁简，是谓有以简而于就者，亦必因简以成其理。理本于直而后文，行本于朴而恶斥。夫以牵制，哉以营招。况时当损而自益，当审而自彰，则何？以利其行，真其守哉？故二鬼之想，因于时也。利有攸往，是其基业，内而可真，自无就矣；外利于行，自是道矣。谦以更陈，节以对者，内谦外节，损用是欲，损益相因，盈虚相生，损益盈虚，与时偕行。天地之道，无虚不盈；阴阳之气，无降不升。消而后息，生而有成。秋之肃杀，乃酬以春；寒之冷落，乃荣于温。损之所至，谓义之根；时之所欲，谓行之平。中和不利，头多易寡，调盈计虚，其道上下，或慕于繁，或乐于济，或逐于消，或盈其息。斯乃天道，为时未择，元亨利贞，乾坤四德，损时该之。可见天数，乖时历数，必离于久，为之其损，乃抵于道。勿自求易，以胜未度；勿自用夸，以谦自处；勿自太耻，以节为主。太易未彰，节易未愈，一往一来，易道其数。此全彖之旨，损之待用所者也。宗主附注，损之是彖辞，与义同混于文言。凡是彖辞，不用韵，而文言则无不业韵，以其有韵，故称文言。如文章也，之思成景，谓之文章；练字成文，亦文章也。亦各卦象辞亦皆有韵而文短，文言则长。何一卦谓一章？如乾坤文言以见其理。乾坤以下各卦，多有系以文言者，后世散佚，不复存留。其有未失托者，又多错简，不能别为一篇，遂与世彖文混，损益是也。损益二卦为关系意象之变迁，其重要次于乾坤，故文言犹存，意义读者之保存，谓与他卦同散失也。文言有韵，且盖各爻之用，声明彖象之辞，读之能探索意较精髓，与各爻事象相印证。其句法多限于四字，非是彖文长短不拘者可比。是彖类无韵，而字句散行，所谓散文也。文言则有章有法，声调铿锵，所谓韵文也。此后世变文之称。
古习则仅以文言是有别于散文而已。文字字交错成，交字省笔，即文字。可见文言必以字句交错，如丝之经纬相之而成景也。损益文言既混于世彖，无法谓之分裂。人言就本，不过声明内有文言，使后世读者不亚其句法，何以异他卦而已。实则世彖文言皆为名士卦用，皆圣人讲义之作，体制有殊，致用则一，名虽有二，名异则同，此无人所当知者，不必精精于异同之真可也。又曰：损彖辞末句亨字，后世作想，此二字古原无异，而后人分别为二。古之想字多作想，亦通作想想，以九十代人也。而异之想与亨、或烹，皆同用亨字，但少有别，故后人或尽用亨，或改用想。如大有公用亨于天子，隋王用亨于西山，申王用亨于岐山，皆作亨，实则想也。又如义王用想于上帝，鼎圣人亨以想上帝，涣先望以想地利妙，皆用想而不用亨。鼎之圣人亨，乃烹也。盖以想有既想与验想之别，既想对神言，验想对人言，皆以九十为理，以治其境。如验想宾客，或功劳者，亦必慎设生理，以示优厚之意。不独祭祀崇德报公然也，而既想以上帝为最尊重，故亦称想帝则用想，以别于其他验想也。损之想，非祭也，以谨二贵，过于简略，非想帝之理，则宜用亨，不得与一鼎换各卦一例。故夫子命改正之，以合于大有随身之文。虽然，想亨通用，作亨亦可视为想，然作想者，不得兼视为亨，以专用于祭祀最尊之地，不得混于一切验想，亦不得包通达之亨。故用想，是其意之独用，而亨则明其用之间该，此独异者所避之也。损之用亨，实指寻常验想，且兼含亨通之意，以能推行于其他酬因，且为时所宜也。损本俭省之意，而有节约之情，验想而止二贵，平日饮食之节省更可知矣。山则损与水则节，皆以对在内，皆有流序数约之象，为山停而水泛，故更对为损兼取其善止，而坎对为节，则明示其意事。上在自曰：如佛指观，必先曰其心事在善房，如蓄水未渠，必赖于堤防。此节与损所取义皆相似也。象曰：山下有泽，损。君子以成分治喻，宣圣讲义。此身是损权卦象辞，名人道也。山下有泽，艮对相合。传曰：山则通气势也，而有贤与损之意焉。贤以男下女，艮在对下，成交气之情。损则反是，山重而在上，则卑而在下，上下相违，升降背道。故贤为感，而损为俭。俭与感皆从贤，而义以心，义以水。心贤者，同情之意；水贤者，分流之志。分则寡，故俭为少，由多而少为俭。此损之称以下言，谓自下减其一，以加于上也。山则虽合，
而情志难同，损益既分，则利害各异。在下未减，在上未加。不约加者，明其减之有未当，而行之迫于时也。传曰：损益，盛衰之始也。损则盛之始衰，益则衰之始盛。盖由是以治之，利以始之，而非道于自然。故损者，实谓之也。由卦象言：山高而势厚，宜其曰基，则洼而利为；宜其曰亏，水流必合，山止必佳。义则固体，义则一体，其聚散疏也。以一消之水，在当积之山下，土与水将痛犯矣。故曰山下有则损。正如临于湖海之山，虽高而难保其不消；冰于水冰之土，虽厚而难保其不侵。未流者，足以摧撼不动者，使之坍崩也。故名损。言赞虽有益于上，终将无济，而益者须有其名，损者实受其害。此损卦与益卦之同义，在乎上下之间也。君子诚愤治欲，明示人道，合乎实用，而自损也。咸卦曰：君子以虚下人。益本卦象，男下于女之意，而损则自下损始。损下者天道，以人道言，即克己也。克己之要，莫如诚愤治欲。愤欲情也，情与性亦相失。情虽有期，而害事者，以愤与欲为最愤怒也。欲求也，怒由于不平，求发于多好，故怒使气逆，而求成心贪。其他若喜，若哀乐，若爱恶，不过情有所牵，而行就于偏。虽害尚未大，为愤与欲，兆祸无端。愤以积于一时不平，而忘其后灾者多矣。故君子重忍辱，先自反，欲以训于诸种物好，而益其心生以求满足，其祸尤烈。故君子戒贪，曰情以就正于性，此皆知其有损，而必先自损也。损在己为善，在人为恶。故克己者，必去其性之愤，逐之欲。愤欲足以亡身败家，不独损其德矣也。克己与虚己相应，亦为柔胜，亦为刚胜。柔以虚怀下人，则无不容；刚以克己治情，则无所损。此故自损而免损，即知损行损之意。损有审，节制也，谦让也。卦与的山谦水则节相得，取艮与兑之用，不偏不过，而服于性也。人之有愤，莫如被夺所有，而损则自损以益人，是即诚愤之意。人之多欲，莫如见其可欲，而损则自珍以减享节食，致其于立功上，是即治欲之意。盖所有可以让人，则何愤之有？实享上能及薄，则何欲之有？愤已成，则安于破邪而不争；欲己治，则甘于困苦而不怨。此损之实用，使以下悦上止，而能由太以为损。彖所谓损下益上，其道上行，损益盈虚，与时偕行。在人道，则以诚愤治欲为贵矣。能知损之必损，则先自损焉，是损人中义矣。时用既易，盈虚亦反，则所损转为益。此君子之行，先自克己始。克己则更何愤何欲哉？独益者，
须知损益乃天道，而人应知，唯有克己，成分治愈。人道之善，在平时，尚不可乎？况在损之时耶？此君子以人法天应时制宜者也。宗主附注：损象辞称君子以成分治愈，其意以见夫子所讲，而原所重，在明天时，立人道。合卦象以定教义者也。损卦对在艮下，下有二阳，上仅一阳，合成干寒坤之象。坤本安贞之德，在中主持人爻，为人道所忌，故人道之损，必依安贞之行。安贞者，在内则戒慎恐惧，保其贞洁之操；在外则勤苦交劳，行其谦退之志。此象辞以成分治愈四字，是其教也。天下之易淫而难治者，莫如情欲。一切过恶君情欲治之，而情欲之中，又以愤与欲为最甚。愤积于气之不能忍，欲生于贪之不能遏。愤怒之过，将杀人放火而不恤；贪欲之害，将毁家亡身而莫顾。盖由于不知损，而忘安贞之道也。人道之损，必先思二者。二者损，则一切皆损；损而不已，必反为义。损者情，而义者性；损其过恶，而益其中和之德；损其祸害，而益其正大之行。此损而有益，乃君子成德达道之所由来也。艮止也，对月也。止以月，则内得其心之所安，外得其行之所利。故损能真利以服元亨，虽损于一时，而可益于久远；虽损于细事，而可益于大成。盖损益乃相对者，此盈彼虚。未有损而不益者，损其不善，则善者自益；损其不忠，则忠者自益。人之义为恶，皆情义之；损其情，则性命正矣。干道变化，正性命，保太和，以利贞。损卦外为乾，故其行以曰情事性为要。不独本坤安贞之德，尊戒具之训矣也。读者和乾坤二卦之辞参之，则知损象辞之精义矣。初九，以示传往。午九，着损之。宣圣讲义。此损初九爻辞也。初九下卦之始，对卦之初，对为少女。初爻为刚，本干至也，而行循贞之坤，是体刚而用柔，居内而上外，有如女子之志，必以从人为先。本贤少男女之沐月，体太大父母之交，何以成全卦之用？而初九照其端，故爻辞曰：以示传往。午九，以示，言以过也，或作己字，物也。以示犹既往之事，传者，素有绝也。言既往之事，任其往，物在论也。以对卦本月则之性，如是水之以去，无在流至而本行径之志。有向外推展之心，则不容追怀往事；有物积疑，往者任其往，心无所存；了者听其了，行无所至。是以无咎。盖对与艮异，则与山疏；艮止而山不动，对月而则长流。初爻全卦始动，由此而进，方发任也。故不及以往，但既进取，而待用在损。虽忘情于以事，人留意于损道，故曰着损之。
盖着其时宜，而自损，一也。因时之事，而有所损，二也。乘时力导而损于物，三也。故不明指所损，但以着自视其所损未大而已。夫损在能自损为以下易上，损在内也，其道上行；志在外也，而以事在事之先非属本爻，却有本爻者其意，则以态之变，为时之非。损刚易柔之时，则凡在下刚爻，皆依此旨而行。初九虽居乾隆勿用之时，却因阳动难止之事，志在去其旧而新事谋，决于既往，而希冀于将来。虽损亦仅为其与上相得，而志能相从，行能相协，损以易之，则害而不害。正如彖辞，二鬼之享，虽损，人不失礼。而象辞成分是欲，虽损可充其性，是着损之，由是疑之，损合乎道者也。象曰：以是传往，上合志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上自有二义，一与上同，二则上木也。初爻与上六四阴，初为阳，四为阴，阳主升，阴主降，一刚一柔，上下相得，而不度，以是传往，犹弃其前贤，不复旧节，而希图将来之好合。故是曰：上合志也。言初九有上木之情，而六四有交月之志，亦也。初九本阳，喜静阴，向上求和之志，二也。在权卦言，损下益上，其道上行，是下卦皆悉与上合，即以此为志，不必上之必合也。故曰志。言初九有辞志而已。初九刚也，而不势利以凌人，反徇志以求和，此所谓损之道也。损既以义上，则虽损勿怨，故不就以往。言受损而无有也。以是虽未止何事，但爻辞有无咎二字，可知其原有咎也。徒以既往不咎，乃克成其上合之志。若居直前系，而亦存芥蒂，则将何以何哉？今以何为志？可见初九之能用损，纵有往咎，亦尽治之，况无所救者乎？恩怨皆消，上下亦得，此成损之用，而自初九时也。初九虽未大，而其志已明，故着损之。言其真着时宜，以服于损，而成其志，由二鬼之享，以干自节俭，公益其上，不但忘其损害之怨，而将视其忠诚之心。此初九之行，名损为时宜，不问其前世之为恩为怨也。家偶曰配，怨偶曰仇，艮之与对，本相匹敌，兼配与仇之象，而损则宁配无仇，不喜损下以益上，此盖对月之志也。爻辞特于初九见其意焉。九二，力争真凶，弗损益之。宣圣讲义，此损九二爻辞也。九二内卦正位，对卦中爻，而上阴六五，一刚一柔，恰相匹，而互失其位，则以柔在外，而刚在内，干履坤位，位中而不正。爻辞以力争明其用，言在内，人本坤德也，由中互言。自二至五为地雷复，一阳出复之象。复卦曰出入无极，
蓬莱无咎，反复其道，亦以行之不利，不可极进。今损92，以下有初九，上有上九，阳居始末，而包阴在中，是亦有真凶之战，言不以往也。利有攸往，彖以明言，而此曰真凶，何也？盖彖主全卦，爻主一时，92中而失位，柔与刚贞，分泰未损，失其平衡，复道无极，行止长胜，立贞之德，以守为正，故曰真凶，名其难尽矣。二故与五阴，一主一宾，一外一内，而交争，不克相慕，内以柔为重，故先立贞，此人道也。贞故自持，乃成其利，损者审也。节约自处，乃安其位。况在下乎？损下益上之时乎？故92虽得中，而不能进；虽战立贞，而不宜行。真凶二字，名其凶由贞来。若善于守，人协立贞之极矣。以其动静，判其凶吉；以其主兵，辨其得失。全卦皆以损为治，92则曰弗损益之，与上九同。此一人多未明，以辞由相得。92上九，皆介于阴爻，而为乾坤之纪，亦起刚柔之争，而爻皆刚，刚则难屈，损贵自损，不屈则不欲损。如损之，必有所愤。君子知其然也。故象以成分至欲未交，而92上九，则以弗损益之为言。弗损益之，或作二句，或作一句，皆通。谓弗损者，不欲损也，而反益之，名其损益原非定词。损益有义，损其下，益其上，使所损，即所益也。损于暂，益于久，是今损，而将来益也。损其名，而益其实，是以损成其义也。故曰弗损益之。其二则合一句独言弗损，亦弗益也。谓损下益上，是亦损一益。今既无损，亦无益，亦不损，更无所益。凡损益二卦皆然。损下益上，或损上益下，有损时有益。若尽无损，将何益哉？故曰弗损益之。换言之，则无与于损益而已。以92一静以守，则无至于动。不动自无所损益，始终保持原状也。而在人之战，是爻者，宜善体会之。弗损而反益之，是被损卦大用，而与益卦痛也。弗损益弗益之，是非损益二卦之意，而本态之指平言也。皆卦爻变化之象，为尽其所用而已。象曰：92立贞，终以为治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92在内卦之中，而阳爻阴位，二者至于中和，方成其用。况二与五相应，位内外正位，今二位刚，而五位柔，皆失其正，不得其平。故爻辞取立贞之用，明其志在求中，中则和，和则利。虽位不当，而中永在，是有可守之资，故能服立贞之德，而以中为治。且中字不独指位，凡物皆有中，不偏不过之谓中。92以刚履柔，志在于协，故重在于能中，
则能保其位，而达其用。中之与正，皆以位与时言。今损9265，位虽失而时可中，则由一刚一柔，有服于一阴一阳之道。道以太极为本，阴阳不偏盛，而得用相和谐，此即中也。事之中者，无往不移；物之中者，无形不利。此贵在德中也。92以阳成阴，亦偏，而在中爻人可治于中，故曰中以为治。治自与初爻之和治，上爻之得治，皆指损卦之用，而见时位之宜。初与4合治，2与5同治，上9位得治，以阳能系阴，达乎道，成乎德也。故92必以力争为重。力争者，4得之2，为坤之用。干加坤而从坤，用正以求中也。若因干之德，而以元亨为先，是乖内卦之道，即力中矣。92力争，时因中位与至乎中行，调盈济虚，头多一寡者也。盖义之用，因损以求，义则时位之也。故彖曰：消息盈虚，与时偕行，明其不外至于中而已。中而损，损则中；中而益，益则中。损益天道，而中则兼人事，知损自损，方不立中行，不得以损为过也。故中贵时中。中庸所谓君子时中，若非其时，则损不得为中。今爻辞明言弗损益之，亦不以损益为中，而在以时为中也。时而损则损为中，时而益则益为中。时乃天道，至中则兼人事，以人能与时行，即能时中，非执中之谓也。时无可执，日之中天为在午，若早若晏皆非中。是闻以中为治，犹曰以时为宜耳。读者明此，则明损之待用矣。63. 三人行，则损一人；一人行，则得其有。宣圣讲义。此损63爻辞也。63对卦上爻，而居中爻之内，与64匹，而皆柔。3、4人爻，人道所忌，故爻辞以人事为言，人事以行止为重。对则主行，艮山主止，而下卦志在外，亦以行为先。行不限于行路，凡动作皆行也。对为悦言，而上爻为柔，象则之出口，有却欠之意。又以柔加于刚，外皆64，重柔失中，不得相协，而反相害。故爻辞称其3人同行，则损其一；而一人独行，则反得其有。皆本柔道言，柔以坤为主。坤道称西南的朋，东北丧朋。前简解卦亦有立西南之语，与此损有的有可相正。损有由丧朋，的有由的朋，虽未明指何方，而却以数断其的丧。数与方及时元相关联。河图之数：16在北，27在南，38在东，49在西。是数与方，皆有辨别。坤西南的朋，即西南之数相合也。而此则以奇偶未断，以多寡而分得丧。数之独者，得其合；若以过所合者，则反损。故曰三人行，则损一人。以3人为阳，阳数太多，因不能配；而一人行，
反得其有，以阳数上少，亦得因之为偶也。以何图言？一的偶为2，而3损1亦2，是以2为例。27居南，坤的朋之地也。推而言之，若以3为4，亦当无所害。以4在西，亦坤所宜。然爻辞仅言3不及4者，以损卦助损，而6、3重柔，柔到偶，阴到退，不以多位制也。且3人与2人，所别在其与偶，而6、3、6、4皆阴，不能与阳相得，故以2为例。正与彖辞2癸之数相应，癸陷于2，人陷于双，皆重偶，而至审之止。偶者合也，其则难合；审者易也，多则难治。此损之待用，以见审求合为先，不独人也。于物亦然。2癸既民用物之廉，2人更民用人之审，谓之损而自省，则免于损。若忘于其不损，则反损矣。以权卦言，下皆求合于上，若不自损，必难强合。损下益上，时之所宜。损其多而就寡，损其精而就粗，则6、3之行，不得以多人为胜也。而少者，转可得其一焉。此3人必损1人，反的有也。对与艮，一行一止，情志举语，在对为柔，在善于顺承艮制。6、3对之主用所在。爻辞特以有之得丧，明其止焉。象曰：一人的有，3则一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言6、3以阴爻，而外合6、4，上阴上9，由中爻言，谓重柔失中；由阴爻言，则一阴一阳相得，故爻辞一的一失，失于近而不协，得于远而相调，故曰一人的有，3则一也。一字与坤卦阴仪于阳一字同义，以相猜嫌相害也。亦与爱字相近，3人同行，则不得协调，而成猜疑之象，是3人有所爱也。3人指3以上言，皆其而不偶之意，一阴一阳，使相匹配。若有多寡，势必难合。损本太变，太以地天交合而成用，损则损下之一阳以义上。所损者，正在6、3爻；所益者，正其阴上9也。而6、3时对之主爻，上9亦艮之主爻，一内一外，交互未用，其情本轻，其志宜同，徒以介于4、5两阴，遂一起猜嫌，而成阻碍。此3人必有所损也。损其一，则存其偶，与一人的有，同为匹配之象。6、3柔也，不可自主，故必是上9之阴。若中爻亦一阳，则亦能相得，如既济是也。损权卦不独中爻失中，而内外正位失正，故时用在损，以示不逮，犹在位而无权也。6、3虽非正位，而观人道，且在内必本坤顺承之德，而行对柔悦之情，克己以从人，挟时以致用。此爻辞大治，而是文则以一字，明其得失，在于不信而难合耳。以指兵言，而所影响则及于己，明贤变为，乃是宜之道。故在平时以多助为治，而在损，则务求其少。亦君子因时应变之要，象所称成分治欲者，
正谓明哲之行，时之所宜，非关乎平日行止。读者当从一字悟其为义耳。64. 损其疾，使传有喜无咎。宣圣讲义。此损64爻辞也。64外卦之始，与63同属中爻，而重柔师中，利于济济。9364之利，故爻辞不利。而64异于63，则以柔居阴，上服于济济太卦之4爻，且未艮止之德，服于敬顺之行。在道以刚内柔外为本，柔而见于外，所行无不宜。此64爻辞，非63可比，因63之损，反而得其义也。63所损，在于刚柔不协，亦即阴阳不调之象。阴阳在身为气血主，气血不调则病。至64，以阴居阴，相得于位，相宜于时，是63之极。至64而反减，正如人之阴阳不均而相争，脏腑不和而成病。即时过境迁，阴反的养，神乃得安，阳能相守，气乃不服。是极以见月，而精力将复之象。有极者，至将月，其心志愉快可知，故曰使传有喜。言以阴阳的所，疾病曰抽，使人心速喜也，传速也，又专主之意也。疾损而喜悦，乃真喜悦，且至速也，所感至节也。山泽之和，在贤为感，比于少年男女之悦目，其感动至意，损益同体，故有相感迅速之用。出爻传往，此传有喜，皆明其节速，而专诚，非自谓也。以对为说言，谓悦则，皆心志之发于外者。心悦则貌亦喜，心感则情亦殷，虽出乎本心而似有驱使之者，故曰使。以疾之去身，不觉心神轻快也。与物要有喜之词相应，备以疾出得而甚易，故物要。今以疾既减，而将抽故传喜，皆情之所为，出于自然者也。以损卦损下益上，而64在上卦，乃当受益之时。徒以全卦皆损，则益者亦必有所损，不过损其他，未损。损其病则反损而成益矣。即损则身康，心喜则神旺，则无往不宜，故战无咎，病既去，更何咎？但言无咎，民在损时原有咎。至64则免矣。即月就免，是即损备四德之旨，以亨利必由真德，而功用必自损见也。象曰：损其疾，亦可喜也。宣圣讲义。此生是爻辞之意也。原文上无何深意，以损疾与损其他物不同。疾越损，身越强，心越快，此所以可喜，亦无忘物要之意。言其喜，非观物欲，而自然心悦，则以对之用，与更相得。止而悦，止于外而悦于中。外止则灾疹不侵，风寒六淫不能害，故疾病自少。中悦则精神畅发，气脉和匀，故心志快悦。外无六淫之灾，内无七情之害，则疾病自已，而身习平调，与损之损而有益相应。盖损其情欲，则心易养；损其物好，则志易宁。不独应时之宜也，谓二鬼之想，非未简也。二人之行，
非谓傲也。损而益其心志耳。凡事物之损，皆有欠于心，唯己损则弥见其快，果推而用之。是其他事物，亦如己之喜损，则更何愤何欲哉？此象辞成分至欲，君子之行，而宜如六四之损即可喜。不当以害己者，是为利己也。愤之与欲，皆足以害身，正如六淫之为病也。推之，则凡口腹之好，情感之邪，一切事物之失正者，何非己也？何不乐其损，而救于安哉？故无贪得，务求过以损为智者，君子也。人生必须者，尚不可贪或过，况愤欲乎？情之失正，则害其性；物之失当，则害其命。皆己也，唯求其损，则可喜矣。此六四爻辞之为止，在读者推之而已。65. 或益之时朋之归，夫克为原籍。宣圣讲义。此损65爻辞也。65外卦中位，而以柔履刚，秉坤艮之用，未受益之地，损下益上。65上位之正，故爻辞有益之之语。或益之者，以在下所损，乃大众所有，非一人所专，故曰或朋数也。古时无钱，以龟背为璧，计数两位朋，十朋20也。十朋之龟，所益颇多，由后世巨万之金，以65为正时宜，所受者非薄，虽曰十朋，亦盖举耳。凡数满10，必属大数。龟背之宝，非银钱可比，则十朋之龟，已可见其所益之多，而损与益。本宾主之辞，所益者多，所损者亦大。然损者受者，皆不能为，则以损下益上，谓全卦之志。本乎实用，因乎适宜，则损受皆不得有所为也。以爻象言，65坤爻，坤以西南的朋，损与咸同体，咸朋从耳思，皆用朋字，明其所得必偶，所合必众也。二人以上为朋，亦如被龟之称数也。况65柔爻，柔道从偶，偶则有合，是65之意由于合，与初九上合至合字相应，合以是科为例。其卦爻亦称的黄金，可见合必有利。65与92阴，一内一外，一阴一阳，相得有合，故所益必多，而情志不相为也。不为者，亦时势所使，虽欲少为，于是弗许。此损益不能以得失论也。况65以在益者之谓乎？故占原籍，明其义乃所应得，而因所益以成损之待用。损备四德，而利于行，皆可由此爻见之。虽内外互失其正，而谓不能移，得当则时移。此原籍之战，亦诚实之利也。象曰：65原籍，自上右也。宣圣讲义。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65柔居刚位，而属全卦主位之爻，有如后飞射正之象，而内应92，却为刚爻，故其则非自出，必有所成。如坤以顺承干之志，65所成，非在下之初二爻，乃最近之上九。上九以一阳领二阴，4、5二爻，皆备其德。65由名，以静而在中位也。上九之师，
六五受之，使所益虽自下来，而所诱则从上至，故曰元极之战，自上诱也。与大有自天佑之一矣。凡六五之卦，若其上未阳，则最易与静，因乐静阳，而静者得福，此情志所感，损益更对之和。如贤善感，上下虽异，而情志不殊，故损下益上，非必损也。乐于从命，非必益也。因于得时，命也，时也，皆上主之，由曰天也。上九原出于前，称上不称天者，以对在下，有二阳，而兼于三阴，由六三之损，乃称上九之意。时用所忌，即在上爻，而六五元极之战，即由上九之右也。天时所至，人事无权，上九所有，六五合为。此爻辞符克为三字，名其不得不耳，且因之而获元极焉。可见六五之意，时所时也。权卦之损，势所至也。将何为哉？宗主复注：损卦因本损下益上之意，故爻辞在下卦者多损，在上卦者多益，与益卦正相反。不过卦名损，即有所益，益数损，此六四损其极，虽有益人身，而人称损也。至五上两爻则见益之用，以五得中位，而上位所益之爻，五近于上，得阳之必复，又居中位，虽柔履刚位失位，而其受益却宜。柔则善成，虚则善受。六五柔而虚，有其位，无其权，合于谦受益之道，且近于上九之阳，善成顺之，合于坤安贞之行，此其意以明。坤爻至六五以中，其用以极，外有出二与上，三阳合而为前，以包坤，动于外而安于内，分于刚而宁于柔，此损益二卦之代用，原相似也。为阳主一切生化，在内多者，时宜藏郁；在外多者，时宜发阳，此其意也。故损卦以损而益，而益卦以益而损。于中户复包二卦，足以争之。损之六五位复上爻，益即九二之阴，一阳一阴，交成其用。九二之所培育，六五者其功焉。此名归之家，元极之邪，非无故也。况得上九之必复者哉？阴柔静阳，上九为主爻，故其所失必大。六五之意，一时是所谓。读者可细悟之。上九，夫损益之。无九，贞吉，利有攸往，得成无家，宣圣讲义。此损上九爻辞也。上九全卦之中，为艮卦主爻，在他卦上未极，乃穷必变之爻，其用恒与下五爻反，而损上爻，则以艮之主用，为全卦代用所见。全卦损下益上，所损者，对之六三；所益者，艮之上九。以此两爻，主损益之扭，故代用有此者焉。损而益者，以阳之谦益定之，损之上卦，皆有所益。虽六四损其极，实亦益其身也。故爻辞符损益之，名上九爻，不损且有益也。与九二之辞，文同而异略异。九二之用，在得中位，损益未具定。上九则损益以明，
故直曰弗损而益之也。古文往往简略，弗损一句，益之又一句，然久二则一作一句读，言可弗损，益也。由卦言当损，由爻言当益故也。上九非中位而居极地，损以至矣。唯有变而益，且益更益阳独尊。下复两阴，损下之干而未兑，益上之坤而成艮，使所损及所益，而上九受益之地，故曰弗损。言艮不可损也。盖艮若损，则人为坤，是有损变灵，失损之用矣。损下益上之谓何？损己而益，益则为风雷之和。此损与益往来，以于上九爻见之。上九受益，自免于九，而全卦则人以损为贵，故原有咎。今以其反损为益，乃免耳。卦以内争外毁为利，上九在外，而曰贞吉，以其原为太卦之坤也。坤变为艮，虽体刚而用主柔，故艮之道，以止，以退，亦本坤敬顺之德，况在极位，以无可进，为转而就下，以与对协。此上九与六三阴，由外而内，由刚而柔，故以贞吉称。贞宜于守，利宜于行。上九阳而在外，故曰利有攸往。此与彖辞阴正，人本坤的朋之道，而挟干四德之权，能贞则利，不贞将不利。故有守方有行，以止未用，必善止，方宜于行。此贞吉利有攸往，一体一用，相反相成。地道如是，人道亦然。全卦人爻皆柔，由贵秉坤之用。坤以成乾，贞乃成利。上九占贞利，时由艮之止得之，艮止而对月，上与三协，乃夫一阴一阳之道也。得成无加四字，乃昭上九以阳用阴，以干协坤，刚柔相成，功用以均。传曰：坤其道也，成道也。言纯柔则不专主，顺承则有所守也。今损上九，柔以行于外，刚以协于中，是虽秉坤，而有益于坤。故辞曰：得成无加，得成者，坤之道，而无加，则在外也。盖以坤位用于外而已。夫柔之于道，有时宜焉；刚之于行，有地利焉。损者以省谓要，虽亦不得为其止。故有位者，得其成，而失其家，与利于行相应。家以家人为相，风自火除是也。损和更对，更且在外，外指内顺，与贤相疏，贤以男下女，有成家之机。损与之反，故战无家，况在上九，至外而行直退，得朋而情难同，与六三之三人行，则损一人；一人行，则得其友。正相类似，以得成为左，而无家人之亲，人损之用，不得求全之意。象曰：夫损益之，大德至也。宣圣讲义，此身是爻辞之意也。上九为全卦功用完成之时，损全卦所谓，皆以益此一爻，故爻辞名云弗损而益之。是文更以大德至三字，是其为全卦之至。至此以告成功。六三所损，至此变而为益；六三所至，至此因而成用。
是本损益之道，实得之宜，而皆于资见其志，故曰夫损益之，与九二之用，故自别也。然九二亦有此意，但未定，不得即指为夫损。而上九与九二原本相连，今因损益而分上下，是时语的所谓，非志之意，损卦之志，原无不同。而上九之战，乃大得志之日，过此则又疑而损益，故易卦反以损上益下为用。亦由时之有春夏，得之有高洼，无平不卑，无往不复。损益源自太否变来者也。大得志据，不独上九，凡至于损，以为益者，皆得志也。谓其盛时在位，本乾坤交泰之道，福山则通气之情也。即爻辞的成无家，似有不足，而无家，非果无也，乃不得思其家耳。损之实用，在于克己，克己乃至无私，故二鬼用想，即足明无家之意，以损治益，黄济其家，今得成矣，以利于用，虽不及家，又悉害耶？是文的大志也。可见上九之用，所立大矣。宗主书数，损卦六三爻辞，三人行与一人行，亦损一义，时以二人为最宜，三人以上为失之多，一人又失之寡，皆不服于损益之道。因损卦损下益上，原无得失，不过由太变为损，即下卦之干变兑，上卦之坤变艮而已。依伏羲八卦言之，乾与兑皆太阳，坤与艮皆太阴，是兑艮由乾坤也。一刚一柔，一内一外，恰成匹偶，如夫与妇，不得有他人谄焉。而六三与上九，正为其变异之地，故六三以的有谓言，名虽损于三，终益于上，人不为一阴一阳之配合。而上九则本其意，称其的成无家，亦即以得偶而不能众，有助而不思其家，与三人损益之意相同。六三的有，上九之得成也。上九无家，六三之损益也。盖内外相配，体用相协，卦爻之象可见矣。干之与坤，父母也；兑之与艮，夫妇也。皆由相的有合而后成用，然损益于贤，故不得视为夫妇。在内曰有，在外曰成。有由夫也，成由父也。六三志在外，故得上九谓之有；上九志在内，故得六三谓之成。二爻之辞，即全卦之志，损者在此，益者亦在此。故上九是文曰：夫损益之，大得志也。言在内有所损，而在外有所益，以益抵损，以损成益，恰相成除，乃成夫损夫益之象。若但就上九言，则只益而无损，故讲义谓与九二略异也。凡损益均非定词，或损下益上，或损上益下，损其一，益其一，虽名损益，终非损益，何哉？三阴三阳，平均之象，与太否故通，与既未既亦尽，不过有所变异耳。变者时也，故损益随时。彖辞以明示其旨意。损卦既毕，则益卦继之。前所损者，今且益矣。由艮兑变，而正巽。卦人干包坤，
而疏其上下，上之阳爻多，下之阴爻多，则有否卦变来也。损与泰，益与否，皆时所使，变而后通。即损益与咸恒同体，而益其上下，其用亦随之疏。在咸为素，恒为久，而损益则为盛衰之始。此亦损益柔在内，而咸恒柔在外也。乾以包坤，刚以寒柔。巽上于震则阴加于阳，恒则震在巽上。晴至永服，刚以邪柔。如夫之律父，传曰：夫妇之道，不可以不久，故名恒。而益则反是，震动于内，巽行于外，风雷之极，善变不居，故利于行。损上益下，以息群情，上失其德，下备其恩。刚常自下，其境曰强，柔顺于外，其行无方。坤以立前，德乃成天。益之又益，时乎莫谦。刚柔得中，弗于道行，虽中恒包，机缘所成。二卦之和，阳德主身，木道之起，天下闻名。此益之为象，与损相因相成。主兵之谓护翼，得失之情义君。有如天道，无声不成。消息盈虚，一与时行。又曰损卦上三爻，皆以损成益，名益时损，而初损，终必益。故上九以大的制定其功用。六五一爻，居外卦之中，握主持之钮，而以柔固，不克自专。虽得时朋之归，元吉之利，而必自上诱之，如人之福禄，必自天所赖也。六五所占如是，益之六二异同，可见六五在上，为损卦受益之地；六二在下，为益卦受益之地。异同而上下异，即损益之所变也。损上益下为益，故益卦之损在上，而益反在下，与损正益其位。由卦爻言，皆以阳爻一义定之。损以三损为上，益则以四损为出。故损自太变，益自否来。否上为乾，四损而成巽；下为坤，出益而成震。是出与四交易而已。损益三与上交易，益以出与四交易，故益损上益下，四在上，出在下，益阳之意，即全卦之用。设无此爻之意，是人否也。今以否变易，遂使不利者为利，未亨者为亨，否不宜于行。而益则利有攸往，观两卦彖辞，即可见一爻之意。所观者大矣，然易时也。时否则否，时易则易。三阴三阳，人未变也。而干乃包坤，阳乃含阴，一阳尽长，得时之宜，此义之用，利于行也。况六二在内，九五在外，各得其正，克服于道，此义之为义。不独益其一爻，十全卦皆得利焉。损益之间，为天下万事万物生长之基，变化之本。若换言之，即加减也，乘除也。天道不能外，人事不能为，分合进退，行脏消息，无不由此见之。故谓道者守其损，而忘其益；谓行者治其益，而免其损。人之情也，有损而少益，其性也，有益而无损。
义者自外则谓物欲，自内则谓天性。故君子慎于义，而乐其损，虽损而无害于道，故自损焉。卦以四偶组成损益，可见乾坤坎离之外，唯损益克尽其变化。损益虽与咸恒同体，而咸恒仅是其端，损益方者其变。以天道重变，变则用神，不变将何以推于无尽哉？恒之久，不变也，乃天道之源。损益则以变为先，乃人事之妙。民夫损益之用，可以治天地之令，主人物之情，而尽天下之化机，立天下之终极矣。故传曰：损益盛衰之始也。言即有盛与衰，必自损与益始，盛衰相待，损益交流，如岁之40，无往不复。而变者又何尝变？损益者亦何尝损益？故曰加减乘除而已。其余数人其原数也。三阴三阳之象，平地匹配，一益而非多寡，进退而非分合，故损益益，益益损，不过名之损益耳。学者从二卦之象而悟其名，则思过半矣。益卦正下巽上，宣圣讲义，益与损往来，皆三阴三阳，其义互见。损卦讲中，损以下三爻，损而成上爻之阳；益则以上四爻，损而成出爻之阳。是二卦皆以损以益，唯损下以益上，与损上以益下殊，则两卦之名。由于爻之互益，损以三益上，益以四益出，是损由下而上，至上则吉；益则由上而下，至出则反为始。故损道益穷，而益道无疆。此卦名各殊也。卦皆由初始至上中，损自三损以为上，是自穷也；益则自四损以为出，是自深也。穷则变，深则成，二者含消息之数，有穷通之分。本变化之机，者升降之理，损以更止。而和对月，柔与刚阴，其行一退，益以巽顺；而和震动，阴与阳邪，其行一进。传曰：动万物者，莫及乎雷；行万物者，莫及乎风。雷风相搏，为天下之至速者，和而为益，可见其行之无阻矣。益与恒同体，恒杂而者，其义未久，久必不变。雷风皆善变，和以和为恒，反以不变称。此义以见恒卦，则以变之至义，其极必反，是变为体，不变为用，故恒以久名，而不为于风雷之用也。至于易卦，不以恒称，而取有加无以之意为名，是则纯本风雷之志，而招其动阳之情也。盖恒卦，雷发于地，风行于天，互益其居，遂相情志，难尽其用。故善动变者，反以恒久名。若益则雷在下，风在上，雷以正之，风以散之，相得益彰，其功越大，上下相应，刚柔相成，二气同生，两情遂息。故风雷益，最善于动变之象，与雷风恒大异矣。可见谓之上下，所观不亦大哉？比如山则损，雨则山咸。益则以男女善感而易合，益则以刚柔相制而无加。其异同，亦自其上下异位变之也。
损之与益，咸之与衡，皆相往来，而其用相成。咸后有衡，损后有益，皆数所必至，理所必成，不独卦爻之相应也。由卦爻言，一阴一阳，一否一敌，各有其象，非可用也。损之与益，虽皆干包坤，而中户各异；虽皆三阴三阳，而内外正位各殊。损下之对，一阳一阴，中户地雷复；益下之正，晴出爻一阳，中户山地包。是其义者一。损上艮下对，五位柔，而二位刚，内外正位互失。义上巽下震，9562，恰符内外正位，此其义者二。损下卦多阳，上卦多阴，阴主降，阳主升，是以行宜而利于手。义以上多阳，下多阴，则宜于手，亦利于行，此其义者三。故损益之道，有宜于主，有宜于兵，有利于行，有利于止。其德有变有不变，其志有从有为，其情有邪有否，其物有成有衰，盖皆以时为主，故损益皆时也。传曰：伏羲是眉，神农氏作，啄木为耜，柔木为耒，合耨之力，以教天下。盖取诸义。又曰义以心力，可见易卦之用，在乎利民，而卦爻之象，受正巽之和。二者皆木，木主生利，上古利用复生之道，守法诸义，而农为最。农以树起谷物，收获利民，亦木类也。而农用器具，有资于木，盖上无金铁也。正为东方卦，主天下之春，草木先生。巽为柔木，草谷之属，皆秉天地生机，繁育无已。圣人应之，以为民实用。此亦卦心力之功，不独为宜于行矣也。亦阳在出，奋身之气，超越群阴。上皆95上92阳，承天道大生之用，为人类常遇之源。故曰一言有益于天下也。损上以益下，由伐木为耒耜之力，推进其力而已，是损益益也。卦有否变来，否之不通，变而为益，乃亨利天下，大道下济之象。9562，内外正位，有如民主当国，德政及民，无不生成，无不乐欲。此义之义，言无所不义也。义字之行，下未敏，有所胜也。上若坎卦之象，坎水为天意始生，万物生化之本。义象敏中所胜时物，如农人30勤苦，乃亦有秋资丰节，以享以验之意。而卦名乃假之，以昭其用焉。义之与损源相反，义之所利者如此，则损之所害者可知。义教在世人以趋避，知损之害，则先自损，自能免害。故曰损益远害。而损彖辞二鬼之象，亦可见其与义之丰备，大相悬殊。此则人道之用损，至为在于远害；而于义，则志在于心力，利害之别，及损益之分。读者宜深思之。易卦以巽震两卦皆木，木主东方，于时为春，震时思之。而巽为对应，如艮之与坤，同为土也。巽柔而震刚，
先天未长男长女，时乾坤之初变，交则变，变而相匹，其主爻皆在下，即出爻也。今合为义，则震之主爻为出，巽之主爻为巳，初九六四，一刚一柔，一内一外，而为易卦交易之爻，以元九四，易而易于出，是全卦代用即在初巳两爻，而阳为主，初爻时主之。然易卦象以初上两爻不用，故在内以2位正位，在外以5位正位。是以主爻虽在初或上，而其用受人属2或5。如损受益之位本属上9，而时朋之归，元吉之战，人在6、5，而是闻名士位自上右也，则以受益者原上爻，今右而移于5。易卦亦然，全卦主爻在初，而时朋之归，求真之极，乃属6、2，亦以2代初为主，名上卦所益。虽属下之初，而6、2以正位受之，此2、5正位，为凡卦之主。虽主爻有时益，而正位不能移，则乾坤之位，盖全亦无改者也。亦以内外皆得乎正位，由指秉承乾坤大用，与损之全失者有殊。故易卦为正时宜，为用至顺。虽全卦坤在中，重柔失中，且护山地包，阳德兼包，而以正位故，得受益之力，人有位之时，损上益下，伐其之业，栽培其本，本立道生，本固之容，此义之道，有益于一切也。损而不以必益，是亦因损成。损者终益，天道往复，时权待兴，消息盈虚，与时偕行，此之谓也。宗主书数，传曰：损德之消也，益德之欲也。又曰：损先难而后易，益长欲而不没。又曰：损益远害，益以心力。由此可明损益之用，而辨其痛益焉。以损益2卦皆有损有益，不过分上下言。益上则为损，损上则为益。是损在于势之所迫，而益在于德之所招。故以远害为损之止，心力为益之止。至简而明，害者人所恶，欲远之必先有所损；利者人所欲，欲兴之必先有所益。其势虽动于下，其利则发于上。故损卦损下益上，乃不得不损；益卦损上益下，则不可不损。益以动言，益以得言，而其用则相近也。损益艮在兑上，益则巽在震上，皆一刚一柔，各为3阴3阳平均之卦。但损以下多阳，中户地雷复，是损中有震也。而益则上多阳，中户山地包，益中亦有艮也。艮震皆合于坤，损坤在上，益坤在下，坤故同，而上下之势异，故损比泰，益比否。即坤之上下于前耳。干虽同，而分包于外。损下卦多，益上卦多，益利多则不贵。此干卦之用，以在下为重，阳主生故也。干主其外，坤主其中，故2卦皆取坤用位先，而损有者，以损下卦多阳，反不如坤贵也。益则下卦阴爻多，则以干为贵，正之一阳，方自得出，其气勃然，其形卓然，故最得势。而2卦之受益，
亦是阳之少而贵者为主，损上阳少，故益在上；益下阳少，故益在下。思损益之道，人本益福阳益应主旨。为阳德为天而主身，益与身德，损与伤通，应主杀伤，而得宜秋冬。故捐者不可久，而损后必益。如秋冬之后，必有春夏也。秋冬为物之衰，春夏为物之盛，损益时发其机，故曰损益盛衰之时也。益，利有攸往，利涉大川，宣圣讲义，此益卦彖辞也。损备四德，而益则独以利称，此可见天道既盈，人道既满。卦名亦谓是，不可自满。气盈则益清，满则益溢，益由益也。如水之漫焉，必由于满盈，故益自上从水，即欲思益，益故利于一切，而必善用之。若以益用益，益之不以，必反为损，是不如损之以虚受益也。损备四德，益但严厉，此圣人明天道以照人，彼之益之用，必生自节益，而见于震动在下，巽顺在上，必相协也。利故坤道之所重，而人道失坤，亦以利为贵。然四德利必有真，真以为首，利以为行，乃得其全。若徒逐于利，而忘其真，只至于行，而忽其首，是失本意。亦因上之损，以臣下之益，是以善于赔本。彖辞称其利，盖以暗示其以克真，真而得利。利之至大，利之所见，先者于行，行之所谓，先设于显。以行必远必大，必不但山川之阻，舟车之劳，而古者气不备，用不周，恒以大川为难行，其他险阻，上其次者，故所补必先涉川，涉乎大川，行之无阻，则无往而不可矣。故凡曰利涉大川，即言所行无不利，方可谓之利有攸往。大川上不难涉，则更无可谓行之害。观义之利有攸往，利涉大川之战，可知义之利于行大义。就卦象言，震巽属木，木能浮水，作为舟筏，克济江河，故义之利涉亦有因也。由数理言，义之以上义下，出爻之阳，以升腾为治，虽兼于三阴，而与五上两阳接，阳生而阴沉，自下而上，如木之浮水，阳至于外，由内而外，如人之有形，皆本震动之用，巽顺之情，巽风震雷，雷风相搏，瞬息飞扬，其行至节，人事则之，利于远行。此彖辞之意，本两卦之和，而这全卦之用也。行者动作之谓，不限于行路也。凡有远大作为，必经险阻，必须物力者，皆如远行，而犯难不避，劳思不辍，促抵于臣者，亦由利涉大川，达其所知之域。故济川由济变也，作业由行道也，皆服于义之实用者，其所谓无不利矣。故义之用，在利于所往，即奋进直前之意，因正之奋起，邪巽之奉阳，如风雨雷，飞越天空，将无可阻，阳之得用，故如是也。积之以时，发之以势，因损之郁郁，
诚意之勃勃，相得益彰，相应益者，如以冬之霜雪，发为春之温和。其时必临，其事至顺，此义之利。时有损之巳得成之，盖亦与损。原为往来卦，来者必往，损者必益。前之损下益上者，今则损上益下矣。前之以损为用者，今则以益成形。此非义之自谓，乃有损益之相代谢耳。明乎此理，则民亦彖辞之意矣。不然损且备四德，而益仅以利称，其义之道不如损哉？不知损，正为其将益也。故善用损，使能受益。以损而益则益，以益而益则损。损益之道，往复而已。然则益之利果何由治之？关于痛体之衡，亦可见其为益。衡以正在上，而为衡；益以正在下，而为益。则一上一下，足明行止利害之变矣。以益自否变，犹不通变谓亨通，则其利更可知焉。宗主附注：夫子所讲损益两卦命名之意，可见古人名义是交之旨。损自古文作志，即有减去之意，久犹缺也，略也，甚也，不足也。反之谓益，则未满也，多也，增加也，丰盈也。故益自上从水，如坎卦象；下从敏，如斗象。斗上胜水，是气中盈满之象。故时自少，阴益不分，如胜字。后人分平去二者，平生为胜，物之名，如资胜；去生为丰盛之称，如茂盛。时即取气中有物，为丰盈，为满足，而不欠不空之意。故平去无分独，自因本念若神，后人多念若成，而去身上与古应尽。观胜自下从敏，亦可见其所向，与义自同。义亦胜也，而损则衰也。故传曰损益，盛衰之始也。损既从欠，足见其渐减渐衰，渐损渐弱。凡物皆不精损，初损犹可，屡损必衰。俗称物之伤者为损，如损失损耗事，而以银钱之损，必系数量之减少。又如人生病苦羸弱，形神衰毁，亦曰损。如虚损劳损，皆气血之伤失，精力之亏耗，如财物之受损。然皆不足也，欠也，空乏也。故损为治，意义甚明。即以经文损自言，源自古作云，因义谓云，而义则与云通。如运作运，或君是也，云君也。故本一字，君云之意，即含有减去之意，截长补短，头多易寡，皆云也。使不均者谓均耳。故俗称象人假借，亦曰起云，言以有余既不足，如均分之也。均无平，果能本均匀之意，夫损益之道，天下无平民，自无贫富之争，更何共产之说哉？是今日之害，皆不明损益之所至。知损之必欠必云，则自损以求其均平；知益之有盈有剩，则借满以保其安和。此损益之道，乃圣人士民经济安定，生活调匀之大则。治世如是，治家亦然；理财如是，积行亦然。扩而充之，内圣外王之要。
尽于此两卦之用中矣。象曰：益，损上益下，明说无疆，自上下下，其道大光，利有攸往，中正有庆，利涉大川，木道乃行，易动而巽，日进无疆，天师得生，其义无方，凡易之道，与时偕行，宣圣讲义。此易卦是彖辞也，原与文言混，损益两卦皆然。各卦文言，唯乾坤存其权，而损益尚有存者，亦以损益之道，与乾坤同重，故后人谓权宜之。不过颇多错简，损卦错误较多，益则差劲，唯与是彖辞混耳。益之为益，损上益下，此卦爻之象。以上卦之巳，损而益下卦之初，乃变乾坤而为巽震。乾坤交符之初变也。干得坤而成巽，坤得干而成震，一阴一阳之交地，时自巽震始合而为一，则由天地否，变为风雷翼。此所谓损上益下者也。圣人因卦象之意，推而至于至明，更本天道之意，推而施诸人事，上配其责，下备其恩，故曰明说无疆。此人道之意，由彖辞立自推演而得也。明说者，悦其上自损而益之耳，上爱其下，施惠不吝，下民怀德，乐服无已。无疆由无限也。以卦爻四义未出，初谓全卦之始，其尽无限，而未得则者亦不可限量，则生受者，其乐服亦无限矣。天道如此，人道亦昭，义道如此，正合亦明，损上益下，非徒是卦爻之意义也。圣人讲义，必真之于人，凡卦皆然。损益有者，言爻之详密精神，可见形势之深切者明。故义辞非具文也。义象在义，义道在人，义用为实，义成为正。中庸曰：天道敏生，人道敏正。正行曰令，精诚曰法。精本于天，德昭于己。此易卦之用，而使明月无疆也。盖明月其德则下配，恩施弥穷。如易卦自上下下也。自上者，以义先损其上之四，而下下者，由四降而至初。阳生阴降，降乃阴也。今阳乃循之以下降，达于初而后止，与损之损下益上，其道相反。以损益皆指阳，阳皆主身。损自三至上，其行为顺；益则反由上而下降。是可见为损者易，为益者难。苟非明于天道，察于易教者，不能为其难为耳。故易道大矣，而有光辉，非克充实光辉。日兴其德者不能争焉。由下而上，势之所迫；由上而下，己之所委。为圣贤之王，如此存心。故曰自上下下，其道大光，明其行之可贵也。以干之刚，乃损己以益坤；以上之尊，乃克己以成下。此亦克服干之美丽，利天下，而不言所利，可谓大矣。以道之大，行之有光，故彖辞称其利有攸往。言本是以行无不疑，以往无不利，先得民心，更何往不疑哉？克己成人，损己顺民，则天下莫不心悦诚服。故曰利有攸往，而其利不独此也。
因干之力，以协于坤，一也；因天之道，以服于时，二也；而以义上下卦皆的正位，三也。9562，乾坤正位，天下所尊。位正则时宜，位以行其权，时以明其用。此有德有位者也。且干外坤内，刚以寒柔，安贞于中，动用其正，故曰中正有庆。阴阳既痞，内外克邪，道大而行光，此所以谓庆矣。立涉大川，源于巽震皆木，木能浮水，故曰木道乃行。此本卦象明其用也。即以战言，凡利于行，必能涉大川。大川上不阻其力，于行可知，不犯风涛之险，不于潮汐之忧，而所知无不疑。不独得木道之用，能服于江海也。意下正位动，上合巽位顺，正位阳之始，巽位阴之初，一降一升，两相协，故以动而顺。日进无疆也。天主湿，地主生，此乾坤合德之象，亦有否变？而损上以益下，犹服天师的生之道也。如春日天以和风好雨，使万物生育，此太卦之象。否太往来，否变为太，故亦因其变，而服的天交泰之用。阳亦在出故也，亦自出始，其静无疆，万物生成，故曰其义无方。以干主大生，而包坤也。凡义之道，与时偕行，此二句名义与损，同属时用。损益无不挟时，义之为义，与时同进，由春日之生长，必与天时应也。天时且不为，况人事乎？时损则损，时益则益，时之所观大矣哉！此节名义全卦大用。不独绅士彖辞，多属文言，学者由其韵语，即可知之。宗主书数，亦未加进，而损卦亦有益，益卦亦有损。其名损益者，由卦爻言。损三以益上，所损者大，所益者寡。以上未及，无可进也。益损四以益出，所损者少，所益者多。以出未始，其进无量也。故益上为损，益下为益。由此推之，理财经国，亦当取法。民之富，及国之裕；民之穷，及国之贫。故曰百姓足，君属与不足；百姓不足，君属与足。商纣聚露台之财，聚桥之力，而终不免于覆亡。商武王代为散之，而开800年基业，此即一损一益之道。纣旦之益己，不恤民之损，遂成损卦之象。武王但求益民，不计上之损，是即益卦之象。财聚则民散，物聚则德衰。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。外本内末，争民失夺，此大学治平之教。凡有国者，不可不知。而其言义本义损益与卦之用。损己者，所益义中归己；损人者，所损益中在公。卦虽有二，其旨则同。损就下言，故损而中益；益就上言，以损上益下，其义不失。民无名也，下无直属也，则义之极自义也。损道本于义，义道昭于利，
利者，义之何也？民自损以益其君，义也；义发于秦，君自损以益民，利也。利成其德，故损备四德，而义以利称。利以何义？义宜也。时之所宜，即行之所利。上古义利不分，以不义不得为利。利兼人己，有义不利，非利也。故私利为害，后人只知贪利，不明公私，遂皆以利己为利。此儒者不得不明义以纠正之。果合于义，则利而非害；若利乎义，是利为害。故君子不取不义之财，不图私己之利，唯见于义损益之道，而欲以义成其利耳。甘传曰：甘使以美利利天下，义之利，甘之德也，故所利大矣。宗主书数，义以震动于内，训顺于外，德相协，志相求，故能日进无疆。非木道之利社稷也，木之利社，取其善福，而在义未扬，最能升腾。义之能摄大川，义以扬之得是也。出爻一阳，月三阴以接九五，即如周梁之象，而与水火既济之用相符，以上下正位，能相济耳。中正有庆，即指此正位，而明其能济南如涉川也。巽柔也而履九五前位，正刚也，而居六二坤位。损上卦之四，益下卦之初，即此一阳自天而降于地，故彼之天师的生，凡物之生，必本此道。天不失不生，的不受益不生，必天师而的承受之，使成其身。正之一阳，虽未自天，实发于地。阳之初复，如地雷复，即阳长，如的天泰，则天下同春，万物同生矣。亦有否变？有同于泰，以一阳反而居出，故谓生育之源，而所益无方也。方者，坤之所立，现于西南。若干则不现矣。坤克承乾，故所益无方，即由正克邪于巽，而服于一阴一阳既济之道也。益之与损，皆观时用，以损益皆由变来，不变无所损益。既有变，必因乎时，益道与时谐行，正同于损之彖辞。两卦原包损益之行，损之益上，益之益下，皆时势使然，称益以该损益，以时喻之。损由秋，而益由春。谓用虽殊，未时则同，此中成除。本由天道，而人事不得有为，故损六五，益六二爻辞，皆曰或益之时朋之归，弗克为。明其观时用，不得有为，则益者时也，损者益时也。时至则见，时过则迁。天地之数，皆于此者。此损益之道，可少乾坤，而非他卦所能及也。宗主书数，益之六二，与损之六五，皆以受益之位，所占大同。此益以见乾，唯益六二有益于损六五者，则益为内卦，益为外卦。内主内正，不得善专，非外卦正位可比。益也。益之六二，上阴九五，损之六五，下阴九二，损阴阳互益，是有位而非其人。益则六二九五，恰如其位，位正时宜，服于至道，
二也。亦以4爻之损而未出，损以3爻之损而易上。一则下行，一则上行，其行背驰，其志亦异。至上者未极，反出者未始。极则未穷，始则无限。功用思别，善恶亦殊。3也。故在损虽易亦损也，在易虽损亦易。盖有此之意，足以见其为损或益也。损必有失，益必有加，虽益损一益，若无得失可言，而下之损者众，上之益者为。以上孤而下重也。易卦反是，上所损者轻，下所益者广。以君富不如民富，上足不如下足耳。财物之具也，谓之器财。其散也，则成大用。故损之益，乃聚敛也；而益之损，则善施也。聚敛者，听之弊，民既乏，怨必极；散施者，得之昭，民皆足，恩以弘。是在损卦虽有悦泽之情，实为怨尤之辅；而在益卦，虽本巽顺之志，而多欢变之时。此卦象之有益也。刚以在下，则生成者多；柔以在内，则因循者众。盖对在艮下，徒如自损以悦其上；而正在巽下，则能振作以大其功。故损为远害之方，而益则心力之止。为上者勿施于益，而见于损，则合乎圣人之志矣。象曰：风雷，益。君子以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。宣圣讲义。此益卦全卦象辞，明人道之意也。益上巽下震，风雷合为益，与恒同体。此全卦之大象也。而益教在明天道，以示人道。故君子见于益，以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，此人道也。在损象辞曰：君子以成分治欲，而此则以改过迁善谓言。可见损益二卦之人道。君重在修己立德也，为损专主于戒慎，系本损之实用。必自克己复礼事，益则专主于敬义，此本义之实用。以敬德修业先，益则内省，求福于损之道；益则自序，求福于义之道。曰言之，皆修业，而损偏于内行，益偏于外功。正与老士之言，谓道日损，为学日益相合。谓道至于田退，故损己之愤欲，以养其心；为学至于精进，故明辨于善恶，以广其学。此即损益人道之别也。盖损尤更何对？其志在止以悦，而益则以正和巽。其志在动而顺，止为内行之要，动为外行之基。一切作为皆自动始，动而顺，是善动也。必先服于正，然后能顺。亦因上下正位，故其行以正，其静自顺。君子法之，而改过迁善，以服于动而顺之道。见善则迁，言其无所逆，是道未先。有过则改，言其能自虚，成德为本。此皆体意之动变，而静义也。义恒同体，而益其上下，故恒为利不异方，则与义大异。不异方，执一用中，不变不迁之谓，故名恒。言其久也。义则以迁变为行，静义为治。
故以迁善改过为重，而非利不义方之道所可痛也。善与过对，损之愤欲，亦过也。人不能无情，亦不可过。中庸所谓发而终结曰和？过即不终结，而亦卦结与损，亦相对照，结损下皆对，律对之亦有失也。对上不满，如水决口，则易泛滥为害，情欲不节，其害上不止此。故损之成分治欲，与义之改过迁善，无非防闲其情，就正于性。性无不善，不失其性，即止至善。中庸所谓中也。义之为道，虽在尽德修业，终不为于克己复礼。盖由内达外，由外而内，其止义也。名于损之成分治欲，自能服于义之迁善改过，审察其身，勉励其行，则损义之人道备矣。行止有义，时之所谓。圣人不以行止义其道，损时自损，则克己复礼；义时自义，则尽德修业。道无二也，学者不可有所逆耳。宗主父主，易卦与衡，因正巽上下易位，而人道大殊。衡以君子立不义方，是有守而不移之志；亦以君子见善则迁，有过则改，是有勇往求进之心。而和以疏，则以衡为阴外阳内，坤包乾，中刚而外柔，刚则有守，柔则易失，故战不义方，名其重守，而不轻动也。义则以阳外阴内，干寒坤，中柔外刚，柔则随人，刚则喜静，故迁善改过，名其求义而无息安也。人之所行，守则以体刚以除欲，行则以用柔以驱善。义之中柔，可见其志求进，而行求达，故名义。言于德，于业，无不尽义也。衡则反求诸己，不愿乎其外，故以守为本能，争故自持，无贪于物，随欲自足，何求何图？此正之动在上，为势所致，刚不能进行，故循坤安贞之极，而易震动于下，巽顺于上。刚得其计，志乃克达。坤既以顺承为用，故干能始终奋发，以成其尽义之功。此义之迁善改过，亦有损之成分治欲，皆以底行立德为其志，而义则更求进耳。损之所谓消极，地求无过而已；义之所谓积极，必求有功方称其心，以义有满足之意。如未满足，皆立于义之志，故进退行藏，皆至于道，而达于所期。迁善改过，亦君子之出志。若言其成，则必止于至善，至于中和，方未满足。过勿惮改，则情性自服于中和；善勿思迁，则行为必抵于至善。此义之用，风雷之利，人道之所仿者。苟合衡损二卦参之，则知其身为之止矣。初九，利用为大作。元吉，无咎。宣圣讲义。此义初九爻辞也。初九正之初爻，亦其主爻，而易卦大用，亦在此爻。以易卦本损上益下之道，损上之四，益下之初，即此爻也。原为坤卦，因损四以益出，遂成正。是初九不独本正之用，且成干之道，
而谓义之主也。阳在初为乾隆勿用，今以训正之和，未损义之纽，而恰当受义之位，则非干乾隆之相，勿用之时。故爻辞义与前义，更以上之前，因巳之义而未训。初巳相应，一刚一柔，反兵为主，宜内宜外，因时建功，亦非正之初久可比。正虽同而爻不类，正以动未用，故初九正来细细。今亦初上阴巳，与巽相继，故辞与正书。本阳刚在下之势，有非腾奋起之情，为全卦待用所存。全卦